慕云兰，你不想嫁，本王同样是不想娶。本王已经计划好了，今夜不会碰你，只等这4年之后，就让你假装暴毙，放你自由。可是，你不该如此的羞辱我。妹妹分明告诉我，只要划伤了脸，毁了容貌，楚寒萧一定会厌恶我，将我退回家中，这样我就能和心爱之人在一起了。可事情为什么不一样了？对了，妹妹还说，实在不行就告诉她其他假话。我已经和别人私定终身，身体都给她了。你滚开！既如此，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慕云兰挣扎着要逃离，可楚寒萧高大的身躯犹如钢铁铸就，根本动摇不了分毫，只能如同细若柳枝一般，承受着对方倾泻而下的怒火。西院家住高墙，封死院门，只留一个嬷嬷看守。除了王妃的死讯，其余任何事情都不必再来禀报。慕云兰万念俱灰，对着床头的柱子就撞了过去，软软滑倒，没有了气息。不一会儿，紧闭的双眸蓦然睁开，眸光锋芒凌厉。4年后，哥哥，大坏蛋就在前院，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走，哥哥带你去帮娘亲报仇，让大坏蛋瞧瞧我们的厉害。好。真的要好好谢谢那位纯姐姐，我不过3言2语描述了一下韩王杀过多少人，手上染过多少血，就吓破了他的胆。若不是那个蠢货闹腾着就喜欢什么君子书生，导致修国公府理亏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今天？一股绿色粉末炸开，随着风四处飞散。要害就害我，别伤害王爷！王爷，夜观探明无毒，只是一种特殊的染料。后院西南10丈处，立刻将刺客捉拿。是。诸位宾客切勿惊慌，小小闹剧罢了。放开我哥哥，不然周周就代表月亮消灭你们了。你们做事一人道，绣风是我放的，你们放开我妹妹！一国7省，一大7小，你们算什么好汉呢？妹妹不怕，娘亲说过，邪不胜正。没错，大坏蛋，我们不怕你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是哪家的孩子？为何前来韩王府调皮捣蛋呢？哼，周周凭什么把名字告诉你这个大坏蛋？原来叫周周啊，那你哥叫什么？周周才不告诉你。啊，让本王想想，你是妹妹叫周周，那你哥哥叫范范？才不是，我哥哥叫八宝。原来是八宝和周周。妹妹，你把名字都说了呀？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男人的事情，我们男人来解决，不要为难我妹妹。轻轻在八宝的小肚子上戳了戳。大坏蛋打小孩了！大坏蛋欺负我哥哥！周周和你拼了！周人头好疼！你们，八宝的肠子断了！周的脑子坏了！诸位，这俩孩子可有谁认识？宾客中互相对视，随即纷纷摇头。别哭了，你们爹爹是哪个？说清楚，本王也好把你们送出去。可怜宝宝，时运不济，无良爹爹狠心抛弃，剩下娘仨命途多舛，发霉米饭3人1碗，吃不饱饭，穿不暖衣。憨皮爹爹是何东西？哥哥，这次押上月了吗？押上了，换成感叹句，更能表现我们的愤怒。哦，好，憨皮爹爹不是东西。诸位宾客，今日出了些变故，让诸位受惊，是本王的过失，回头备下礼物以表歉意。殿下说笑了，小孩子玩闹而已嘛。我等先行告辞了。王爷，本王还有事要处理呢，今晚住书房，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吧。侧妃，嬷嬷，去查一查那2个小畜生的身份。哥哥，周周现在好高啊！被抱着就这么惊奇，这平日里他们爹爹都不会抱着他们玩耍吗？说说吧，你们到底如何进的韩王府？为什么要在本王的婚礼上捣乱呢？叔叔，我们2个错了，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道个歉就完了。叔叔，这是八宝和妹妹最喜欢的糕点了，送给叔叔当赔礼。小娃手上绿油油的，直接给糕点也上了色。叔叔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？楚寒萧顿时心头一软，在没有染料的位置咬了一口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这是干什么？
叔叔，数到3就告诉你哦。3、2、1。楚寒霄只觉得脑袋一阵昏沉，便直接晕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了。王爷，您醒了。那俩孩子呢？回王爷，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属下左等右等，不见主子的动静，斗胆进书房查看，结果发现您晕倒了，手边还有半块糕点，请了太医过来查看，说糕点里有蒙汗药。那2个小娃娃不见了踪影，府里已经找过一遍了，除了他们遗落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线索。楚寒霄起身下床，胸口就一阵发闷。哎，王爷，刚刚给您解完毒，还需要多做休息。毒？说起来也是万幸啊，王爷前一阵子不是说运转内力之时胸口刺痛吗？当时下官诊脉并无异常，可是王爷吃下的蒙汗药里有曼陀罗花的成分，竟然意外引得您体内暗藏的毒素提前发作。这种毒十分隐秘，前几次中毒无任何症状，等到中毒7次发作出来，就会无药可医啊！还好发现的及时，不然……没想到2个捣乱的小团子竟意外成为他的福星。瑞影啊，放出话去，那俩孩子是我故人之子，别让今天这事情影响他们。是。西院，八宝粥，娘亲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出门辛苦了，八宝好想你啊！冰心，哥哥说的对，好想你的，哎呀，这是谁家的脏宝宝？娘亲，我们错了，八宝不该带着妹妹玩颜料，还弄得满身都是。娘亲仔细看看，是娘亲家的宝宝啊！不可能，我们家的是2个香宝宝，才不是2个绿乎乎的臭宝宝。香的，娘亲，现在是臭宝宝，但洗洗还能要。调皮鬼，娘亲这2日事情忙，需要经常外出，你们就趁着娘亲不在捣乱是吧？现在娘亲很生气，你们说说，是先打孩子，还是先洗孩子？娘亲，周周建议边打边洗，双倍效率。妹妹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效率了吧？啊，可是周周都说了。娘亲，要不你再问一遍？慕云兰没有再问，今天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就带着宝贝们离开这里。书房，主子，穆侧妃的侍女前来禀报，说侧妃晕过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侍女说穆侧妃脸上沾染的绿色染料根本洗不掉。去瞧瞧。楚寒霄出了书房，刚走了没2步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瑞影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主子，您的额头上好大一个王八。本王自己走走，你们不必跟着。是。想到白日里2个奶娃娃狡黠机灵的样子，却发现心中并无火气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后院。墙角的草丛边点点荧光闪烁，和他额头上的王八一样显眼。西院，纵身越过高墙。娘亲，周周认输了，我们不玩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了。周周想吃万果，吃完要仔细刷牙。娘亲，这里住着的只有慕云兰，那俩孩子喊她娘亲。还有万果，那是最近2年刚从百越那边传过来的，宫里都不常见，她怎么会有的？娘亲，你也吃？你们吃，娘亲不吃。娘亲不吃，八宝也不吃了。吃吧，娘亲是大人了。节省果子给孩子，还算是大人，当然要吃个大的。娘亲坏，绝交1秒钟。好了，你们去床上等娘亲沐浴完，就去给你们讲睡前故事。娘亲，今天讲什么故事？该讲哪个了？娘亲之前讲了小红帽暴打大灰狼，美人鱼逆袭当海王，林黛玉倒拔垂杨柳，现在该讲灰姑娘修仙战后娘了。好，一会儿给你编，给你讲。八宝呢？八宝不听故事。娘亲，我觉得你之前给我那本《大周朝律法大全》很有意思，八宝还在研究。你看完了？娘亲，八宝已经有了些想法，等我总结好了再告诉娘亲。八宝和周周穿好小睡衣去卧室休息。慕云兰一边想着怎么编故事，一边解开罗裙准备沐浴。采花贼，我2把明晃晃的菜刀出现在掌心。慕云，一把药粉蓦然飞了过来，楚寒霄身体一晃，内力快速被压制。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屌一砖撂倒。小贼，你来错地方了。你不认识我？看来还是个名声在外的。慕云兰一把捏住楚寒霄的下巴，一颗黑色药丸直接给他塞了进去。胡闹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登徒子，别动，有刺客。突然，男子抱着他就地一滚，孩子，强行调转内力，朝着孩子们离开的方向赶去。一把特制的弓弩出现在掌心，对着窗户扣动机关，确认外面没有了动静，快速朝着卧房而去。放开我！周周要去找娘亲！大坏蛋，放开我！再不放开咬死你！娘亲！娘亲，快救我！周周和哥哥被大坏蛋抓住了！多谢大侠出手相救，现在没事了。孩子们，到娘亲这里来。
楚寒霄只能松了手，奶团子们立马飞奔而去。这位大侠，他是当真的不认识我了？大坏蛋，欺负娘亲，还要杀周周和哥哥！我没有。娘亲，大坏蛋怎么了？没事，娘亲用了点药。娘亲，他是大坏蛋，我们把他绑了，然后写信给韩王府，不给银子就撕票。韩王府？娘亲，哥哥说的对，我们把大坏蛋卖钱，然后拿着钱离开。花花花，买买买！娘亲，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？走吗？宝贝啊，你这一嗓子，我们直接暴露了。原来是韩王殿下，殿下新婚燕尔，理应陪伴美娇娘春宵千金才是，怎么有功夫贵族踏贱地来我这西院了？解药。受惊过度，把王爷伤到了，真是对不住。多年未见，我和王爷不太熟悉，一时没认出来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您说呢？你我夫妻的确是不熟，以后慢慢的就熟。夫妻没错，可惜啊，没有什么以后。解药。他迟疑片刻，将迷药的解药递过去。楚寒霄解了迷药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。娘亲和大坏蛋在玩什么？谁先眨眼谁笨笨的游戏吗？大坏蛋你输了，娘亲才是最棒的。穆月兰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？介绍一下，八宝和周周，我的孩子。你的？是。你该知道本王问的是什么，他们的父亲是谁？我说是你的，王爷信吗？本王不信。那就不是，他们的爹过世了，如今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。你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出来这样的话来？说他是亲爹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。这韩王怎么这么难伺候？这些年我一直安安稳稳地待在西院，按照王爷所愿，再没有出现在人前，如今却突然遭遇刺杀，王爷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主子，您在里面吗？你带着孩子们进屋吧，本王派人清理院子，刺客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好，这韩王府啊，真是一刻也待不了了。等外面人都散了，他也该带着孩子们走了。娘亲不伤心，周周陪着你。娘亲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话，出了西院，才会有坏人过来要杀我们呢？你们出了西院？娘亲，大坏蛋要娶别人，还一直关着娘亲。八宝和妹妹想帮娘亲报仇。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听到了，桥那边有人说大坏蛋要娶新娘子。不是，娘亲是说大坏蛋是你们爹爹这件事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娘亲，婆婆之前说过，八宝记得，娘亲还是不要骗我们，是娃娃树上摘下来的了。以后不要叫他大坏蛋了，娘亲和他已经分开，他想娶谁就可以娶谁，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娘亲，你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娘亲只是和你们说明白，虽然以后没有爹爹，但是娘亲会加倍爱你们的。娘亲，我和妹妹不需要爹爹，如果娘亲需要的话，八宝帮娘亲找几个。啊，娘亲不需要。娘亲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别人的娘亲有的，你也必须有，还得比别人多，比别人好。等我们离开这里，八宝帮娘亲找。男人有毒药好玩吗？好了，睡觉。娘亲，要请灰姑娘修仙战后娘。派人围了西院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是，主子，您的头。重新检查王府，把全部的砖头都给扔了，包括西院。是。主子，您的剑术又见精进，功夫真是无人能敌了。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功夫再屌一砖撂倒。刺客查得怎么样了？刺客有2批，一批8个人，除了被主子击毙的2个，剩下的6人全部都咬破肚囊，自尽而亡。另外一批只有2个，身手极差，已经审问过了，是普通人，稍微懂一点拳脚功夫，收了银子，去探查西院的情况，并不知道幕后主使。2批，第一批应该是冲着本王来的，后面这2人仔细的审问，把底子查干净，没用之后直接处理掉。是。西院围好了吗？按照主子的吩咐，围了3层，可就是没有找到主子说的出入口。不急，很快就是有人告诉我们了。穆云兰醒来，本想着后半夜逃走的，怎么关键时刻睡着了呀？八宝、周周，收拾东西。娘亲，我们要走了吗？没错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太好了！你们这是？娘亲，周周带了点心、被子、小枕头，还有娘亲做的玩具。八宝带了药，都是药。再遇到坏蛋要翻他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接过八宝和周周的东西放入空间，带他们往地洞出口而去。娘3个顺着地洞来到出口，几柄长刀横过来。书房里，你还当真是一天一个样啊？我变得再快，也只是表面，哪里比得过王爷？把他们带下去吃东西。大坏蛋，我们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！不好好吃饭，本王就打你们娘亲！我们使劲吃，只求你！
娘亲，你别怕，我们吃的多多的，心疼死他。娘亲别怕，等着我们。你仔细把易容退下来，还是本王来？绳子解开，我自己来。慕云兰，前脚伤了本王，后脚畏罪潜逃，这可就是罪加一等了。楚寒霄，当初你我成亲，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关了我5年不闻不问，外面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韩王妃死了吧？那此刻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你刚成亲就有人去杀我们，难道不是为了给新人腾位置？我们岂能不逃走保命？你是王妃，穆锦柔是侧妃，按照规矩，侧妃不可扶正，你少给我胡搅蛮缠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却是活的。王爷都以正妃理智迎娶侧妃了，还会介意再坏一次规矩？接往椅子上一坐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活动手腕。你坐好了。我不会。你匆忙逃走，是本王发现了那俩孩子，所以心虚了是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这个做爹的不合格？我不想让2个孩子认你，所以干脆离得远远的，来个眼不见心不烦。你王爷，穆侧妃来了。送上门的仇人，不踩2脚报仇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。你是几年不见，妹妹这是不认识我了？慕云兰，妹妹，我们都出嫁了，而且姐妹共侍一夫，我为正，你为侧，你应该称呼我一句王妃，还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才是。王爷，希儿不是被封锁着，怎么如今开了？妹妹，当然是因为你了。妹妹初到王府，按照规矩，第2日必须向主母敬茶，才算是正式入门，成为韩王府的一份子。这不，我一大早就来了。王爷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而且你一身男装，这还不是王爷夫妻之间的情趣吗？你慢慢就懂了。王爷，按理说我向姐姐敬茶是应该的，只是我入府之前，太后娘娘吩咐过，我是以正气之礼入府，3日后入宫谢恩。太后若是问起来，什么？妹妹，你不是早就喜欢王爷多年了吗？还情根深重，至死不渝的。现在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就不顾夫君的脸面找太后告状？你要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府后院不宁，你要让所有人都看韩王府的笑话。我不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太后让你以正妃之礼入府，那是她老人家仁慈，你心怀感恩就是了，可不能误解太后的好意。难道太后明着说你是正妃了，把你穆锦柔的身份明着刻入玉牒了？我怎么不信她老人家会违背先皇的意思呢？没有，姐姐不要乱说。那你是不是侧妃？我是。这茶你该不该敬？我敬。既然承认自己侧妃的身份，那你自该称妾。妹妹，你母亲是妾，这么多年还没有教会你如何当人妾是吗？王妃姐姐教训的是，妾知错了。王爷，您也坐吧，见证妹妹人生的重要时刻。愣着做什么？上茶。是。姐姐，请喝茶。他伸手准备去接，结果穆锦柔手腕一抖，顿时朝他倾泻而去。姐姐，你从前就不喜欢我，如今我们都入了王府，你就算不满，也不用这么琢磨我吧。穆云兰站起身来，身形摇晃，猛地往楚寒秀的方向倒下去。王爷，我好晕啊，许是昨天太累了，才没有端稳茶盏，都怪你。昨晚太累。妹妹，怪我不好，这茶就当你敬过了。王爷，妹妹衣衫湿了，不如让她回去吧，换身衣服，免得着凉了。我们接着说刚刚的事情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来人，送穆侧妃回房。这个狐妹子，等着瞧！等等，妹妹带来的食盒就留下吧，我和王爷还没有吃饭呢，正好尝尝你的手艺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王爷，让他好好吃饭的。他胡乱的点了点头，被侍女扶着大步离开。说吧，2个孩子的生父是谁？王爷，人生短短几十载，何必那么较真呢？你要是喜欢，我让八宝和周周叫你爹；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带着他们远远的走，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如何？你敢耍本王？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？我说你是亲爹，你不信；我说你不是，你也不信。要不王爷仔细想一想，究竟想要什么答案？你想好了告诉我，你想听什么，我都可以说给你听。来人，把韩王妃丢回西院。不用丢，我自己走。八宝和周周呢？我们一起走，不碍夫君的眼。本王只说过让你回去，可没说八宝和周周。你要扣押我的孩子？你不是说他们是本王的孩子吗？本王把他们留下来，提前培养感情。孩子怎能离开母亲呢？由不得你。来人，送王妃回去。回到了西院，只觉得整个院子安静的让人心慌。楚寒笑竟然把地道填平了，这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，想得美。芳妃院，侧妃打听清楚了，您走了之后，王妃在书房逗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。除此之外，奴婢还打听到一个重大消息。什么？在婚礼上闹事的那2个孩子叫王妃娘亲。你确定？奴婢亲眼见到瑞影带着他们前去王爷的揽翠居，他们居然喊着要回西院找娘亲。西院除了王妃还有别人。那2个孩子是王爷的？不对，德妃盼孙子快盼疯了，说那2个孩子真是王爷的血脉，不可能被关在西院至今，那肯定是2个小野种。嬷嬷，你去办件事情，
书房。主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主子，那2位小祖宗已经快把房顶都掀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人呢？懒翠居正烤鱼呢。这鱼哪来的？您池塘里养的极品红顶虎头。池塘那么大，他们怎么捞上来的？小公子他往水里扔了超级无敌爆辣球球弹，鱼受不了，自己跳出来的。刚一进院门，就看到烟雾飘飘，2个小娃正一边撕他的书卷，往火堆里扔。叔叔，鱼快烤好了，八宝和妹妹不能光吃叔叔的东西，我们也要回报叔叔。当当，正宗萌宝牌爱心烤鱼。这是烤鱼。叔叔，你没见过吗？烤鱼可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烤鱼见过，只是没见过蓝色的烤鱼。一只棕色京巴狗从草丛钻了出来，直直朝着八宝和周周的方向冲了过去，跳起来就要去咬周周的喉咙。主子，这狗是太后娘娘的。护卫们反应及时，连忙找了网子将狗网住。小杰，你在哪儿？主子，太后娘娘的爱宠之前生了病，什么东西都不肯吃，却在见到穆侧妃之后，对她极为喜欢，只能吃得下她亲手做的东西。太后爱惜她，就让穆侧妃将狗带出宫来，养上几日，调养好了再送回去。奴婢见过王爷。穆侧妃呢？侧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回到院子就歇下了。奴婢奉命带着小金出来遛弯消食，却不想她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，直接跑掉了。哥哥，她是疯了吗？好像也不是全疯，不过也快了。2位还请不要乱说话，小金可是太后娘娘的爱犬，侧妃精心照顾着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疯了呢？哥哥才不会乱说，他看东西可准了。妹妹不气，不理他。既然是皇祖母的爱犬，身为侍女看管不到，拖下去杖责30。这狗给穆侧妃送回去，告诉她，要是照看不好皇祖母的宠物，就尽早送走，别给韩王府招祸。是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刚才吓到了吗？周周不怕，周周有的是力气。坏狗狗咬我，周周就打它。叔叔，你的牙齿怎么了？张嘴啊！楚寒霄下意识张嘴，周周举起蓝色烤鱼。大坏蛋中招了！好气！妹妹，快说说你的厉害之处，让大坏蛋瞧瞧。大坏蛋，告诉你，本周周的厨艺得到娘亲郑重认可，周周出征，寸草不生。没错，妹妹超厉害的。主子，您漱漱口。楚寒霄漱了几次口，才勉强将味道清理干净。你们在胡闹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坏蛋，欺负娘亲，欺负周周，欺负哥哥。眼看着2个奶团子不断打嗝。怎么了？宣太医，去太医，他们打嗝。王爷，您在外间稍等，我先帮2个孩子瞧瞧。哎，好。眉心紧紧蹙着，心中像是燃了一团火，又像是堵着一块冰，前所未有的复杂难受。怎样了？王爷放心，2位小主子只是略微受了些惊吓，不碍事的。不过什么？小姐没什么事，身体康健得很。公子的情况就复杂多了，他有先天不足之症，心肺极为脆弱，按照常理应该活不过2岁的。王爷莫慌，小公子福气深厚，德育神医，已经被调养得好了大半，今后只需要精心照顾，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。不过还是要多加注意，不可情绪太过激动，更不可受到巨大的惊吓。怪我。王爷，2位小主子已经睡着了，等他们睡醒了，再喝点安神的汤药就没事了。好。王爷，您说话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屈太医给诊了脉，发现是毒素刺激舌头导致的暂时性口吃，没什么大碍。大坏蛋，坏弟弟。八宝和周周睡了1个半时辰才醒来。大坏蛋！我。大坏蛋，你变成结巴了。对不起。还有哥哥呢，我们2个人，你要说2声对不起，我们才可以都原谅你。对不起啊。娘亲呢？我们想娘亲了。西苑，你们吃饭，晚上送你们回去。说话算话吗？算。那拉钩啊！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盖章。好了，我们盖章了，说话不算话，要变成小狗的。好。吃完了饭，楚寒霄牵着2个宝宝在院子里消食。主子，洛城那边又有几个人被押送了过来。
现在已经关入了大牢，前去调查的2位幕僚也已经归来，在前院求见。我忙完了，陪你们。坏蛋叔叔拜拜，保护好了孩子。是。楚寒霄往外走的脚步蓦然一顿。王爷恕罪。拖下去。主子，寇结巴他是真的结巴，不是有意冒犯主子的。王爷勇敢做自己。拖下去。看大门。直到天色黑透，还不见楚寒霄回来。大坏蛋不守信用，要变小狗。八宝和周周决定万事靠自己，往外走去找娘亲。突然，一个黑影朝他们扑过来，护卫们连忙提高灯笼，上前保护两人的安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！小姐被害死了！坏狗狗死掉了！你们2个坏孩子，竟然害死了太后娘娘的狗！来人，把这2个小畜生绑了！护卫们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，表达自己绝对没有抓人的意思。你们没有听到本侧妃的话？属下不敢。那还不快把2个小畜生抓起来！这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如今被害死，太后必定追责。你们不捉拿凶手，定会被一并问罪。护卫们低声听着，身体站得笔直，丝毫没有动弹的打算。看来本侧妃是指挥不动你们了。好，那就不劳你们动手。春华、春景，去把那2个小畜生绑了。可刚才还柱子一样不动弹的护卫，将八宝和周周严严实实挡在了身后。放肆！你们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侧妃？我乃太后赐婚，是韩王府正正经经的女主人。你们公然违抗我的命令，信不信我立刻就让王爷处置了你们？谁？好妹妹，是我，你的王妃姐姐呀。看来上次进茶没有教会你妾室的规矩。慕云兰，你妹妹，你称呼我什么？王妃姐姐，我好歹也是侧妃，你怎么能直接对我动手？你都叫我王妃姐姐了，还没明白我为什么会动手吗？那我细致的给你说一说。1，从礼义来说，我是韩王妃，我为正妻，你为妾室，我教训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2，从情义来看，我是修国公府嫡女，你是庶出，嫡出的姐姐教导庶出的妹妹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于情于理，我对你动手，那都是看得起你，你都该感恩戴德的受着。我是太后赐婚。没错，正因为你是太后赐婚，是我的好妹妹，姐姐心疼你，所以才亲自动手教导，没有让下人来。妹妹自小就乖巧，必是懂我的苦心的，然后牢记这次教导。我说的对吗？妾刚刚一时情急，请王妃姐姐见谅。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太后娘娘的爱宠被这2个孩子害死了。王妃姐姐说说该怎么办吧。哎呦，乖宝宝，快到娘亲这里来，娘亲要抱抱。娘亲，周周好想你，周周已经1整天没有见到娘亲了。王妃姐姐，这2个孩子叫你娘亲？天哪，王府什么时候有了小主子？王爷怎么从来没有提起过？你也知道八宝和周周是小主子，主子的事情自然是没有必要和你一个妾室讲。王妃姐姐，王爷的子嗣都是要上玉牒的，没有上过玉牒的孩子，那就是不受皇室承认的野种。王爷知道你私自把这2个小野种当成他的子嗣，意图混淆皇室血脉吗？住口！妾身见过王爷。楚寒霄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冰冷，穆景柔维持行礼的动作，小腿发酸，身体摇摇欲坠。王爷，妾刚刚……无碍。王爷，小姐被害死了，这可是太后娘娘的爱宠啊！如今，太医是。王爷，狗嘴角有呕吐的血迹，血迹发黑，略有异味，明显是中毒而亡啊！毒？是。回禀王爷，小姐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记录在册，绝对没有含毒的，唯独什么？不要吞吞吐吐的，快说！小金傍晚的时候出去玩了一会儿，回来的时候嘴里叼了块蓝色的东西，奴婢抢夺不及，他就吃下去了，似乎是烤鱼，奴婢只捡到一点渣渣。这烤鱼不是小主子们做了给王爷吃的吗？吃了顶多也就是口吃，怎么就能毒死狗了？王爷，烤鱼之中含有砒霜啊！周周做烤鱼的时候没有加砒霜呀？你承认了，烤鱼是你做的，难怪了。小金之前调皮，差点伤到了你，所以你们怀恨在心，故意杀了小金。周周才没有！我们做的烤鱼是给叔叔吃的。什么？给王爷？哼！如此说来，你们不仅毒害了太后娘娘的爱宠，竟然还想着刺杀王爷。不是，你胡说！你们2个不过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心思。那么，王妃姐姐，你是不是该认罪了？妹妹是想说，我指使2个孩子刺杀夫君？这2个孩子瞧着也就3岁吧，总不能是他们自己对王爷动了杀心吧？姐姐真是好算计，知道王爷心善，不会对2个小孩子防备，就先是让他们闹事，毁了我和王爷的婚礼，
故意接近王爷之后，指使他们趁机下毒谋害。我没有，这是汉堡吗？这没有。坏巫婆，诬陷我们！发觉八宝脸色有些不对，拿出一颗药丸喂下去。八宝不弃，清者自清，娘亲会证明我们的清白的。我哥哥，清白，再清白，一盆墨汁泼过去，洗都别想洗干净。王爷，您瞧瞧王妃姐姐，她，王爷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不介意两个小野种的身份？莫锦柔，你什么时候有千里眼的能耐了？王妃姐姐说什么呢？什么千里眼？你一会儿说我指使两个孩子闹事儿，毁了你的婚礼，一会儿说我指使他们刺杀王爷，图谋不轨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必定是有千里眼，隔着院子就能看到了呗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，妹妹这能力实在是好棒啊！以后王爷再上战场，把她带着探查敌情，岂不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了？王妃姐姐，你别胡说，我没那本事。你没有千里眼，那怎么说的好像你亲眼看到我指使孩子作恶了一般？莫锦柔，我把你当妹妹，你凭空诬陷我们娘仨？当然不是，两个孩子闹事是事实，小杰死了也是事实。八宝和周周身为王爷血脉，在自己家里玩耍着闹事儿，玩闹过度，你大可以告诉我和王爷，我们自会教导处罚，而不是怀恨在心，大半夜的指着2个3岁的孩子揣度他们有多恶毒。婚礼仪式确认了，那么小金呢？他被毒死，总算是事实吧？小金的确是被毒死了，必须要仔仔细细的调查清楚。刚刚那个开口举证的侍女，你叫什么？奴婢春花。春花是吧？是你发现了小金吞吃了烤鱼？是。可有其他人看到？没有了。你旁边那个侍女没有看到，没有接触过小金吗？奴婢春景当时在照顾侧妃，并未看到，也没有接触过小金。王爷，你都听到了？啊！你们提着灯笼的都退远些。一瞬间，穆云兰等人所在的位置暗下去。那是什么？蓝色的光？哇，是蓝花花，亮晶晶的，超漂亮的。妹妹在诬陷我之前，没有让人仔细检查那只烤鱼吧？周周喜欢亮晶晶的东西，做烤鱼的时候在上面撒了夜光粉，只要接触必留痕迹。那个叫春景的侍女，你不是没有接触过小金吗？你手上的夜光粉是怎么来的？奴婢，瞧瞧这满手的夜光粉，没少接触烤鱼吧？拿着烤鱼硬是往狗嘴里塞了。奴婢没有。天地万物皆有灵，这小狗被害死了，也会化成冤魂，找人追魂索命。一阵凉风吹过，一团青绿色的火焰突然出现在不远处。鬼啊！主子，快走！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小狗要索命，也是找害死他的人，我们怕什么？不要滚啊！别找我索命，别找我！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，是侧妃。贱婢，是你们害死了小金。侧妃，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不就是平日里调皮，咬过你们2口，你们就对她下杀手吗？你们不要命，也该想想自己的家人，杀害太后爱宠，你们全家的贱命，够赔偿吗？奴婢们知罪。王爷，妾身有罪，妾身教导不严，竟然让侍女生出了恶毒心思，害了小金不说，还差点误会王妃娘娘和2个孩子，妾身甘愿领罚。看到侍女手上的荧光色，不出意外，她现在开口，不仅口吃，还一嘴的蓝汪汪。她只好抬眸看向穆云兰，穆云兰一愣，这是让她来处置。妹妹，如今你已经是韩王府的侧妃了，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王府的脸面。今日竟然还做出诬陷本王妃和小主子的事情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若不罚你，不让你长教训，那才是真正的害了你。王妃姐姐，妾知错了，不管王妃如何惩罚，妾都认了。第一，你之前口出狂言，无视本王妃，大胆的自称是王府的女主人，该掌嘴20下。第二，你污蔑本王妃和小主子的清白，该杖责20。第三，你的侍女害死了太后的爱宠，你有管教不严之责，也该杖责20。数罪并罚，就掌嘴20，杖责40。小金是太后娘娘的爱宠，如今因为你的侍女亡故，你该抄写佛经100卷，帮小金超度，也算是对太后娘娘有个交代。另外，春花、春景2人立刻关押，仔细审问，为防止王府之中还有如他们2个这般心思不正之人，彻查所有下人，一旦有任何不妥当之处，立刻逐出府去。王爷，夫君，我这般处置，你可赞同？啊！王爷，王妃姐姐教训的是，妾御下不严，让王爷担忧了。今后一定严格约束下人，再不让王爷为难。另外，这2个孩子，乔治有3岁了吧？孩子过周岁就该上玉蝶才是。哎呀，妾多嘴了。王妃姐姐必定有自己的计划。我的孩子就不劳烦妹妹费心了。来人，请穆侧妃领罚。是。小金可怜，将他送到王爷的院子里，仔细梳洗一番，准备一副小棺材，找个风水宝地埋葬才是。穆锦柔先是被掌了嘴，又被按在条凳上受杖刑。
韩王府的苏氏婆子不仅力气大，性格也是格外的老实，每一个都打得结结实实，打了不到10挺仗，穆锦柔便呜咽一声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我的好妹妹，这次应该能长记性了。打完之后将穆侧妃送回她的院子，请大夫仔细医治，用最好的药。是。揽翠居知错啊，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个被关在西院的落魄王妃，怎么能惩罚王爷心爱的侧妃呢？就算她再如何胆大妄为，我也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她犯错看不见，见她张扬捧她上天。你如何出来的？当然是走出来的了。西院门封死了，那不是还有墙吗？爬墙？你好得很。王爷谬赞。主子，小金的尸体被毁了。谁？王爷饶命！奴才奉命清洗整理小金的尸体，可只是出门端水的功夫，不想烛火倾倒，直接给小金烧没了。拖下去查。是。烧光了所有骨灰吧，拿过来。是。小金的骨灰被拿上来，八宝和周周伸着脖子要看。该睡觉了。啊！不要！大坏蛋，放开周周！放开！八宝要闹了。上床睡觉。好的，娘亲，我们先上床等娘亲了。娘亲忙完要来抱抱宝宝哟。好。大坏蛋，快送我们去睡觉去。哼，大坏蛋真默契，比大乌龟还卖。这哪里是奶团子呀，分明是汤圆，还是黑芝麻馅的。楚寒霄没有将孩子们送到西院，而是安置在自己床上。多谢王妃教导，您的医术真是无人能及呀。医术？穆云兰这什么时候懂得医术了？王爷，何事？王爷，您之前不是让下官诊脉，看看体内有没有毒素残留吗？下官医术浅薄，并未发现异常。王妃的医术远在下官之上，让王妃帮您瞧瞧吧。那颗药就是穆云兰喂的。这有病就得治，王爷，你可不能讳疾忌医。来，我给王爷瞧瞧。平时爱生气吗？不。平时喝酒吗？不。王妃，王爷这是得了什么病啊？爱说谎。哎呀，突然想起来，下官的被子还晾在外面了。王爷、王妃，早点休息，下官要回去收被子了。王爷，新婚夜你说的话，如今还算数吗？什么？就是王爷说不愿意娶我，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的话。离开还是离开？难不成时隔4年，他还惦记着那个所谓的君子书生？那么俩孩子呢？到底是他的血脉，还是……王爷，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分明就是冲着我们娘仨来的。当初成亲，你不愿意娶，我不愿意嫁。你曾经说过可以让我假死离开王府，如今我想带着2个宝宝走，你可以提条件，但凡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而且离开之后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，给你和韩王府添任何麻烦，如何？绝不可能！不让我们走，王爷是舍不得修国公府这个助力。我被关了4年，修国公府不闻不问，必定是早已经放弃我了。你想利用我来挟制修国公府，还不如考虑一下穆锦柔。本王行事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助力。那王爷留下我们娘仨，是觉得当初对我报复不够，如今想着继续折磨？在你眼中，本王就如此的不择手段？那你留我们做什么？我这个王妃已经名存实亡，留在王府没有任何权利，连孩子们都保护不了。钟馗，给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钟馗给你。王爷，要不我再给你诊诊脉？要不要？穆云兰总觉得里面有坑。钟馗你不要，那么就继续的关在西院。要是敢私自逃走，3日通缉令遍布天下。你计划着逃走，想必找门路重新的办理了牙牌，又开具录影，一女一龙凤胎，这组合好查得很。哼，还有修国公府，王妃私逃可是大罪，整个修国公府都要受到牵连，到时候虽不至于株连9族，千里流放还是逃不掉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钟馗我要。既然决定由我来掌管钟馗，那以后后院的事情我来做主，你就不要掺和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王爷今天去书房睡吧。瑞莹，拿上铺盖，先去书房给你家王爷铺床。哎呀，这王妃在西院给王爷开瓢，出了西院拿王爷开刀，第1天就不给上床啊！芳妃院，王妃实在是太狠了，40板子没有任何容情，连晕死过去都坚持打完了。小金的尸体处理好了，是，已经让人烧掉了。穆云兰，贱人！哎，侧妃，您别动怒了，眼下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小金死了，尸体都没了，太后娘娘那边该怎么交代呀？交代？小金是穆云兰害死的，我交代什么？给我用上最好的伤药，明天一早递牌子入宫，我要好好的跟太后聊一聊小金的被害经过。1日一早，楚寒霄进门的时候，就见一大两小，两眼放光，盯着桌子上面的早饭。这种眼神，东西有问题。娘亲，这个圆滚滚白乎乎的东西怎么那么像报纸？妹妹，报纸不是圆圆的，是瘪瘪的，而且你看这个圆球球，它都没有往外露馅。娘亲说过的，露馅才是一个报纸的灵魂。
宝贝们，这东西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味道怎么样。来，开动了，干饭加油！那蜡烛般的糕点，该不会出自慕云兰之手吧？辛苦你们了。大坏蛋来抢饭，没有了，通通都被手摸过了。慕云兰扫了一眼楚寒潇，见他坐下一同吃饭，也懒得计较，不慌不忙打开账册，一本一本的翻看。这王府也太穷了吧！如今偌大的王府，账面上只剩下1200两银子了。小黑子，你终于露出马脚了。账目清晰，几位管事管理王府周全细致，该赏每人赏10两银子。多谢王妃。本王妃初次管理王府中馈，诸位管事的分工照旧，其他各处的人手也不变。若有其他的要求，本王妃会提前知会。今日让大家过来晒了半天的太阳，待会儿秦总管去支取20两银子，添到膳房里去，做些好吃的分给大家。多谢王妃。王妃，穆侧妃要出府，恕宫向太后请安。皇祖母头风之症被治愈，是大喜的事情，妹妹功不可没。入宫请安也是替王府尽孝心，是好事。妹妹刚受了责罚，备马车的时候多铺几层软垫，别颠坏了她。去吧。是。楚寒潇见完前去洛城调查的暗卫，这桩案子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，朝堂上怕是又有不少人头要落地了。那树，主子，王妃说了，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院内不栽鬼拍手，所以这株杨树要砍掉。这又是做什么？哦，王妃说了，花花绿绿，眼睛难受，拔了之后种竹子，绿绿的，保护眼睛。昨天烧了小金尸体的小厮，审问清楚了吗？王妃说，回禀主子，已经用刑审问了，那小厮却只说不小心，属下已经让人去查那小厮的身份背景了。另外，瞿太医检查过小金的尸体，被烧毁的太过严重，已经查不到任何的线索。不过，当初小金生病，瞿太医曾经受诏前去看诊，没有看出病因。瞿太医说，小金之前性格温顺，从无伤人的迹象，后面吃不下东西之后，才日渐暴躁。王妃似乎看出了什么。昨晚那2个奴婢呢？春花和春景被关押之后一言不发，他们是穆侧妃带过来的陪嫁侍女，又出身自修国公府，暂且没有用刑。那2人惧怕鬼神，3日的时间不让他们睡觉，然后用鬼神下一降，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是。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4年前建设起来的高墙彻底坍塌下来。王爷，早上好。早，大早上的闹腾什么？不是夫君说以后中馈由我掌控吗？我执掌中馈，自然就是王府的女主人。这西院一直封着，像什么话呀？自然是推倒高墙，重新修建。王爷司库里的好东西不少呢，我和孩子们都极为喜欢。不过咱们王府账面上的银子太少了，夫君以后要更加努力啊。司库？你哪来的库房钥匙啊？叔叔，我帮娘亲做的钥匙。你？钥匙在书房里，八宝看到了。钥匙有很多，看看库房的锁孔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很简单的呀。这简单吗？哼，狗男人知道自己司库被动，这是心疼了吧？夫君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养孩子可不容易了呢。周周是女孩，俗话说得好，穷养儿子，富养女，她肯定是不能受委屈的，不然以后长大了，别人一点好处就给她骗走了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骗走？谁敢骗？那谁说的准呀？毕竟现在坏人多得很呢。八宝是男孩子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太金贵，可是八宝情况不一样，他从小身体不好，不仅吃穿用度需要更加精细，还需要大批量的药材精心调养，这都是银子呀。的确，八宝是哥哥，可瞧着却比周周还矮一些。唉，王爷，这孩子呀，就是4脚吞金兽，我怎么样都能凑合，孩子们能凑合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王府账面上只有1000多两银子，眨眨眼就花光了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从王爷司库里拿些出来补贴。王爷不会怪罪吧？本王的手底下还有几个庄子和铺面，账册收入都是另外放置，没有归入王府的公账，转头让管家给你送过来。王爷，我推倒西院，你不生气了？八宝和周周都3岁了，被关在了西院，的确不合适。按照你想法重建吧。那王府之中我也得改动，那些花花草草，我听瞿太医说过，花草太多，香味过于浓烈，对八宝的身体修养不利，种竹子吧。那司库你随意动用，不够的话，本王再想办法。行了，花我接着，自己看着忙活吧。不是，这楚寒香脑子短路了，牺牲越大，图谋越大。王爷，王妃，穆侧妃出事了。妹妹在哪儿？快带我过去瞧瞧。慕云兰刚来到王府门口，就见穆景柔直接摔倒在台阶上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劳烦公公送穆侧妃回府，王妃请公公喝茶。奴才见过韩王妃，穆侧妃今日入宫，搅扰了太后休息，导致太后头风之症再次发作。皇上发怒，下令责罚，将人送回了王府，请韩王和王妃多加管束。原来如此，请公公代为回话，我定好好管教。奴才还要回宫复命，告辞了。公公慢走。王嬷嬷，还不快把你家侧妃扶进去？是。妹妹，这顿打
挨得爽吗？是你？什么是我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慕云兰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妹妹说什么呢？太后远在慈安宫，而我在韩王府，能对她老人家做什么？你为何要这般害我？慕云兰，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？我是你的亲妹妹。你当然是我的亲妹妹了，不然我这个做姐姐的能这么照顾你吗？你害我，你竟然这般害我，慕云兰，我跟你拼了！放肆！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……哎，那簪子不是原身的东西吗？楚寒霄私吞了我的嫁妆之后送的。见楚寒霄没有异色，猜错了。坏妖婆，大坏蛋，他好大的坏蛋！穆锦柔，你敢刺杀当家主母？王爷，妾不是故意的，是伤势太重，影响了脑子，才一时糊涂失了手。姐姐，王妃姐姐，我们两人是亲姐妹，我对姐姐一直心存敬重，绝对不敢谋害。真的只是伤得太重，出现了幻觉，还以为姐姐是坏人。姐姐，你饶了我这次，帮我向王爷求求情吧。我自然是相信妹妹了。她竟然没有落井下石。妹妹一时脑子糊涂，想必是这段时间经历事情太多的缘故。王爷，妹妹最近先是帮太后治疗头风之症，又是准备成亲之礼，来到王府之后，又出了侍女被逐、毒杀小金等等一连串的事情，难怪会在入宫之后出现纰漏。是，妾身多谢王妃姐姐理解。事情烦乱，妹妹又受了伤，脑子不清楚，那自然是要待在揽翠居好好静一静心了。王爷，后院的事情，王妃看着处理便是了。为了让妹妹好好静心养伤，芳妃院也该重新布置一番才是。王嬷嬷，送您主子回去。是。尽管是，带上人手，随本王妃去芳妃院一趟。是，王妃。回院子吃饭午睡，娘亲去就回。娘亲加油啊！放心。哥哥和娘亲又明白了。就是不带周周玩。凑近他的耳朵，轻轻地说了句话。周周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芳妃院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侧妃，不好了，王妃带着人把您的嫁妆都搬空了。穆锦柔猛地起身，一下牵扯到身后的伤口，太过疼痛，以至于她叫都叫不出来。缓了好一会儿，她扶着王嬷嬷的手往外走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侧妃啊，王妃说了，您有什么事情去找她分辨。王妃姐姐，你堂堂韩王正妻，修国公府嫡女，连我一个侧妃的嫁妆都要私吞，传扬出去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些？贼偷了东西，占用了一段时间，就心安理得的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了。王妃姐姐在说什么？穆锦柔，你是妾，妾除了主子赏赐，不许有自己的私产。可我是太后赐婚，虽然是妾，却是侧妃，侧妃也是可以上皇室玉牌，也是要进入皇家族谱的。按照规矩，亲王侧妃有50台嫁妆就已经顶天了。你堂而皇之的抬着80台嫁妆入府，是想打我的脸呢，还是想让旁人觉得王爷僭越不守规矩？我没有。对着往外抬嫁妆的下人招了招手，下人立刻将箱子抬过来。我依稀记得，我嫁入韩王府的时候，母亲特意送了我几匹这样的布料，绣工和花纹都和眼前的这个一模一样。你一个侧妃，这辈子都穿不得正红色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，箱子里这正红色的布匹究竟是何人为你准备的？我放心，我这个人大度，不喜欢跟贼计较。王妃姐姐，你说的有理，妾身的东西不就是姐姐的东西吗？姐姐拿去用就是了。秦总管，接着抬。另外，芳妃院这些桃树太烦乱了，留着不适合妹妹静息，一并挖走。是。1个时辰之后，如此就清静多了。妹妹，你说是吗？姐姐说的是。妹妹好好的静心修养吧。明日开始，我会按照太后的命令，派人教导妹妹规矩，对你好好管束。是。我刚刚粗略看了看，除了我之前的那些嫁妆，妹妹自己也存了不少东西呢，尤其是银两，足足5万两呢，真是不错。那些是我的。妹妹刚刚不是说你的就是我的吗？你我姐妹之间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了，你说是吧？穆锦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唉，太后因为妹妹身体不适，小金也被妹妹的奴婢给害死，这种种不利，妹妹得多抄些佛经化解才是啊。这身外之物只会让妹妹心不静，我就替妹妹解决了。那我该好好谢谢姐姐。不必客气，妹妹继续努力存银子，以后我能不能过上好生活，全看妹妹你了。反正你的就是我的。我家丑不可外扬，妹妹虽然偷窃了我的嫁妆，我却不能不为她考虑。今日芳妃院中发生的事情就不要外传了。秦总管，你说呢？是，请王妃放心，今日芳妃院内风平浪静，
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辛苦了，秦总管带着人去喝口茶，休息休息。是，多谢王妃。书房，周周，这是干什么？笨笨叔叔，你之前问过好几次了，周周在完成任务。你娘亲和你说什么了？这个不能说。肯定是让你调皮捣蛋吧？啊？才不是，娘亲明明是让我盯着你。哎呀，妹妹又暴露了。哼哼，盯着你啊！让他盯，让他盯，谁能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丁丁娃呢？于是楚寒潇处理公务，周周盯；楚寒潇喝茶休息，周周盯；楚寒潇接见弟弟，周周被吓住了。乖宝宝，别怕，我是你们的叔叔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盯着，虽然有人贩子坏蛋，但是周周盯着你呢。嗷嗷！三哥，你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？水影，安王殿下，您快起来！大闺女大儿子，好白好漂亮的大宝贝。三哥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哥哥，这个人好像是吃小孩的大灰狼。妹妹，可以把好像去掉。别闹，会吓着爸爸和周周的。别怕，宝贝们，我不是大灰狼，我是你们的四叔哟，就是你们爹爹的亲兄弟。四叔带你们出去玩，买糖吃好不好？出去玩？真的可以出府吗？八宝和妹妹都没有出去过，外面好玩吗？今日天色晚，你们如果想出去的话，明天我带你们去，好不好？八宝和周周很是心动，不过他们却齐齐抿着小嘴儿。大宝贝们，你们刚刚不是还想出去吗？娘亲说可以才能出去。娘亲？哦，暮云，四弟，那个四嫂，我口误。那个三哥，这2日你新婚没有上朝，朝堂上因为你的事情都吵翻天了。因为赈灾银两贪墨的案子，不是案子，是你的后院，很多人都在议论，说你堂堂韩王给别人养了孩子，还说慕云兰跟你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。水影，属下立刻命人去查。大闺女，谁能拒绝这样一个大闺女？三哥，你把孩子给我养吧，我不怕朝堂议论，更不怕父皇责罚。想得美。三哥，那今晚我不走了，我要和宝宝们一起睡。一起睡。三哥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！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哎，三哥，你别串人啊！我错了。水影，送安王殿下出府。让我走也可以，至少让我抱抱八宝和周周。三哥，求你了。送客。三哥，你好冷酷，好无情，好让我崇拜和喜欢。嘿嘿，那说好了，明天出府玩。三哥，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和孩子们，一应花销我全部报销。楚景木前脚刚走，清点完东西的慕云兰便走了进来。娘亲，八宝好想你哦。周周也想，和哥哥一样想的那么多。娘亲也想八宝和周周。娘亲，周周完成任务了，一直在盯着大坏蛋呢，就这么狠狠的盯。好，周周任务完成的很棒，现在可以玩耍了。下次有任务，组织会主动找你的。收到。2个孩子趁着天还亮着，决定去祸害锦鲤。王爷，芳菲院重新布置了一下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后院的事情你做主便好。王爷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。王妃懂，略懂。不是忙着装修西院，找本王什么事？2件事：一，我的那些嫁妆，王爷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？我拿自己的东西，王爷不会舍不得吧？出去。王爷这般生气，该不会我那嫁妆自己长了腿飞走了吧？你的嫁妆究竟在何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被关4年，王爷一菜一蔬都没有往西院送过，我的东西更是被彻底封存。我清楚，我怎么清楚？哼，慕云兰，你有话不妨直说，你怀疑本王贪墨了你东西？我怎么敢怀疑王爷？只是觉得府中银钱少，又想起了自己的嫁妆还算丰厚，所以想着找出来贴补贴补。只是别管是王府的公库还是王爷的私库，丝毫没有我那些嫁妆的踪迹，所以询问王爷一声罢了。贴补，本王可承担不住。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，这些年我独自一人抚养孩子，也养得挺好的。那些嫁妆，王爷如果不想给，我就当送给你了，当做4年前的不懂事赔礼了。从此我们2个人也算两清了。水影，带着王妃好好的看一看这嫁妆。是。王妃，现在去看吗？现在去。西院。王妃，东西都在里面了。慕云兰快速打开一口口箱子，越看脸色越是凝重。慕云兰一口口箱子检查过去，需要在过嫁妆时晒妆的箱子一次冲好，直接替换。上等翡翠玛瑙被换成了不值钱的玉髓，各类黄金首饰、珠宝钗环统统被替换成黄铜和染色的劣质宝石。不用晒妆的箱子里直接就是一箱子砖头。瑞莹，找2个嘴严实的人，把房间里的箱子清理出来。王妃，您说的是箱子？这房间里最值钱的不就是那些箱子吗？箱子收好了，我有大用。是。住惯了西院，晚上娘3个还是在这里休息。娘亲，如果八宝是说如果我和妹妹跟着大坏蛋出去玩，娘亲你会不开心吗？啊，出去出府吗？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四叔叔，他说娘亲听说过你们口中的四叔，的确是个有意思的人。娘亲，我们可以去吗？可以，不过要带好娘亲给你们的防身药丸。明天呢，他也正好出门办些事情。
慕云兰已经看过她嫁妆了。回主子，王妃已经查验过了。说了什么？王妃的脸色很是不好，吩咐属下将那些箱子都收拾整理出来。箱子？是，王妃说了，那些东西只有箱子最值钱了。夜色沉闷，却不及他此时的心境。对于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未婚妻，怎么可能全然不在意？只是战场拼杀，冷了他的心性，硬了他的肝肠，将他变成了不得对方喜欢的样子。他知对方不愿，可还是存着一丝说不出的侥幸。他提前布置了王府，在西院亲手栽种了他喜欢的广玉兰。可是成亲3日前的晒妆，抬入府的一箱箱砖头，着实是砸得他心灰意冷。着人去查才知道，嫁妆是慕云兰亲手调换，为的就是筹备银两，要和他喜欢的人私奔。主子，时辰不早了，您歇着吧。明日一早，安王殿下还要来接您和小主子们出去玩呢。一日一早，亲爱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，四叔来喽！开门开门，快开门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三哥，甜心宝贝大乖乖们呢？你是不是把我的大儿子大闺女藏起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是极其自私的行为，你这样是要被批判的行。清醒脑子，冷静了，冷静了。小阴阳，我大儿子大闺女呢？殿下，属下叫瑞影。天色尚早，小主子们应该还在睡着。睡着？房间里除了我三哥的寒气，哪里有我的甜心宝贝大乖乖？小阴阳，你骗我！不敢欺瞒安王殿下，小主子们一会儿就过来了。还有，属下叫瑞影。小阴阳，本王知道了。你说，小宝贝们在哪里睡？我亲自去提供温柔叫醒服务。小阴阳，你有没有感觉突然有点冷啊？三哥这杀气有点重啊，肯定又有不长眼的人惹他生气了。楚寒霄练完了剑，还不见八宝和周周过来。两个孩子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明显对于出去玩十分的兴奋，今儿个应该提早过来才是，到现在还没动静，莫非是慕云兰不准他们去？三哥，我的大乖乖们呢？你快点去找来啊！你不去，告诉我在什么地方，我自己去也行。叔叔早上好。早，甜甜宝贝大乖乖们，早啊！一夜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来，让四叔抱抱。八宝和周周被楚景木的热情吓到，楚寒霄上前一把将楚景木拎开。哎呀，这也太可爱了，好萌好乖好可爱，好香好软，好想拐啊！娘亲说了，不可以捏捏，不可以哦。哥哥说的对，拒绝捏捏，万命为怪，不然就要吃周周一拳哦。三哥，求求了，你把俩孩子送给我吧，我保证以后他们就是我的亲爹。不是，我就是他们的亲爹。吃过早饭了吗？八宝和周周连连点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三哥，我的亲三哥，两个不能都给我，给我一个也行啊。我拿我以后生的儿子给你换，两个换一个行不行啊？我想了想，乖乖们这么好，两个换一个，三哥你确实吃亏了。那三个换一个，四个，5个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我怕我生不出来啊。三哥，三哥，可以抱着周周，但是不能戳戳小白云哦，那是娘亲给我做的。大乖乖放心，四叔保证绝对不戳戳。看护好了周周，稳重些，别吓着他们。三哥放心，大闺女少一根汗毛，我给自己剃秃瓢。哎呀，大乖乖，你想吃什么买什么，都告诉四叔。四叔今天带足了银两，多多的。不要四叔，娘亲给周周和哥哥准备了钱钱的。街头，周周眼神一凝，落在一个穿着红色小衫、拿着虎头帽的小男孩身上。周周喜欢吗？喜欢四叔给你买啊。买是不好吧？必须买。四叔不能买啊？为啥？大闺女戴虎头帽也很好看啊。买孩子触犯了大周朝律法呀。楚景木和楚寒霄神色一顿，脸色顿时黑得如出一辙。两人快步往前走，寻找更加有趣的东西，分散周周的注意力。三哥，你真的不考虑5个儿子换1个的买卖吗？买孩子触犯了大周朝律法，你后院只有4弟妹1个人，你们成亲了3年都没有子嗣，你可想过纳妾？三哥，不是你当初告诉我男儿要专情，不能朝3暮4吗？我娶了明妃1人就足够了，其他的女子再美都不仙女。三哥，我刚刚说错了，男人虽然要专情，但是若有佳人美成这般样子，我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不行，开玩笑的，三哥，娶了明妃，我这辈子是知足了。不过三哥，你和后院那位关系那么僵，侧妃也是被逼着纳的，你不考虑再找一个贴心的？要不我们下去看看？楚寒霄微微迟疑，眼底闪过深沉的光芒。三哥，我看刚刚那位姑娘是去朱颜阁了吧？看来必定出身不俗，只是最近也没听说有哪个高官回京啊。高官
为何这么说？三哥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朱颜阁虽然开起来只有短短2年，却已经是名声大噪。你看到楼下的马车了吗？仔细瞧瞧上面的各府标记，丞相府副将、左都御史刘将、太常寺赵将。三哥发现了吧？京城过半官员家的女眷都在这里了。朱颜阁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朱颜阁专门做女子生意，不许男子入内，所以弟弟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我媳妇对朱颜阁推出来的胭脂水粉极为喜爱，小小的几个巴掌大小的盒子，足足花了300两银子。虽然给我媳妇花钱我不心疼，但是背不住弟弟穷啊，300两银子我1个月俸禄呢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猜测那个姑娘是高官府邸出身了吧？一般人家根本就消费不起朱颜阁的东西。秦牧，你知道朱颜阁的东家是谁吗？这个还真不知道。朱颜阁一开设起来，银子就跟流水一样的赚，引得不少人探查，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了。很多人猜测这朱颜阁背后有座大靠山，就是不知道这靠山究竟有多大。三哥，你这么感兴趣，要不我们下去看看？好，大闺女大儿子，你们乖乖吃点心，吃菜菜啊，我们去就回来。小莹莹，看护好2位小主子。是。朱颜阁中，诸位夫人、小姐，以前不方便，只能披上易容，今日才得以用真容和诸位贵客相见，实在是惭愧。穆掌柜千万别如此客气，你的苦衷我们都明白的。穆掌柜，你现在卸了易容，是不是说明你已经逃离牢笼，彻底得到自由了？我被发现了，怕是短时间内逃不出牢笼了。什么？穆掌柜，你离开不了那个渣男，岂不是性命堪忧？这该怎么办才好？是银子还不够吗？我再办张8888两银子的至尊卡，这样够吗？不是银钱的问题，是我办理牙牌和录影的事情被发现了。现在那个渣男以孩子的安危威胁我，我不能走。这拿孩子威胁？木兰丫头，你说那渣男在哪儿？本夫人去生撕了他。纳兰夫人，见过纳兰夫人，夫人有礼。你，夫人。木兰，你真好看。夫人和穆掌柜一样，都是1顶1的美人儿。以前总以为诸位贵客生得美，心肠善，如今还要再说一句眼光独到。我知道诸位这么捧着我，肯定是听说我新做好了一批美容丸吧，所以想给我戴个高帽，好让我打折。好吧，诸位成功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见不得美人失望。今天的美容丸一枚只需要100两银子，骨折价。美容丸终于来了，穆掌柜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每人7枚吗？是，药材珍贵，只能每个人限购7枚，还请诸位贵客理解。快把我的那份包起来，还有我的。房间内，慕云兰仔细给纳兰夫人诊脉，夫人体内的余毒已经全部排出，只需要再服用几剂调养身体的汤药，就彻底恢复了。木兰，多谢你，不然……夫人客气了。我可不是客气，2年前若不是你，我怕是早已经魂归黄泉了，哪还会有今日？夫人心地善良，自然吉人天相。不说我了，倒是你真的不用我出手帮忙吗？只要你的夫君不是皇子，其他的任何人我都能帮你脱离火海。夫人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可怜的孩子，怎么就这么命苦？夫人不用担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你的2个孩子呢？今日也没有带过来吗？今日，掌柜，有2个3岁的孩子敲响了后门，说要进来找娘亲，名字叫八宝和周周，快带他们上来。是。三哥，就这么让他们进去吗？我的心肝宝贝大乖乖们，那么可爱，那么萌，这万一被人捡去了，保准没人还回来。不行，我得进去把八宝和周周救出来。没事。朱颜阁2楼，娘亲，怎么了？在外面玩的不开心吗？不是开心，可是看到娘亲就觉得好想你哦。娘亲，八宝也好想你。娘亲也很想2个宝贝啊，宝贝们今天很勇敢，没有娘亲的陪伴也过得很开心，非常棒。娘亲，叔叔和爹爹还要拐卖孩子呢，八宝打消了他们危险的想法。周周吃了3块点心，也有多多喝水。那今天八宝和周周表现的都很棒，回到家里每人奖励1朵小红花。夫人，我一时情急让你见笑了。好乖，好萌，好可爱。夫人，漂亮阿姨好。你们好。夫人，这是我的孩子八宝和周周。好名字，可以抱抱的。啊，抱抱这2个小奶团。哎呦，我不抱孩子好多年了，这该用什么样的力道呀？好的，好。乖宝贝，拿去花。慕云兰再三推拒。木兰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儿子不争气，到现在1大把年纪了，还没给我生出个孙子来。看到八宝和周周，我瞬间找到了当祖母的感觉。1点银子，我给宝贝们的见面礼，你可不要拒绝啊，不然我可就真的生气了。慕云兰看着那足足上万两的银票，早知道挣钱这么容易，她何必起早贪黑的搓美容丸呢？让2个乖宝贝卖萌，不就有了吗？那就收下吧。谢谢漂亮阿姨。不用客气，不过不能叫姨姨，我这个年纪应该当你们祖母才是。
爹爹的姐妹叫姑姑，爹爹的哥哥叫伯伯，爹爹的弟弟叫叔叔，叔叔的错了，再来一遍。爹爹，祖母就是爹爹的娘亲。漂亮姨爷，你搞错了，祖母是年纪很大的人啊。我就是年纪很大的人呢，黄土都埋了脖子了。夫人，时辰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木兰，你别怕，我必定会护着你的。我的毒解了，府里管得严，再想要出来，怕是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我们可以写信，我会派人每隔3日来一次朱颜阁。你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，夫人也要多多保重。我给你开的调养身体的药方，一定要记得喝呀。好，姨姨再见。再见。三哥，刚刚那位夫人怎么那么像德妃娘娘啊？楚寒霄同样注意到了，正想要追上去。出来了，三哥，快！那位姑娘出来了！哎呀，肯定是发现2个大乖乖找不到爹爹和叔叔，所以专门送他们出来找人。果真是人美心善的姑娘啊！慕云兰对着他扬了扬唇角。楚寒霄和慕云兰对视，心中却不受控制的涌起波澜。这难道是双向的奔赴？光看有什么用？三哥，快说话呀！别闹！多谢姑娘将我家晚辈送了回来。我和我家三哥粗心，没有照料好孩子，还好遇到姑娘，不然真的要急坏了。公子客气了。姑娘是初次来上京吗？朱颜阁可是上京最受各家夫人小姐喜欢的地方。姑娘真是好眼光，只是看你两手空空，必定是因为照料我家孩子而耽误了采买东西吧？实在是对不住。三哥，我的好三哥，弟弟都把路铺到你脚下了，快抬脚继续往上走啊！三哥今天怎么有点走神啊？为表谢意和歉意，该我家三哥备下礼物送给姑娘才是，还请姑娘切莫推辞。你家三哥好像不是很想理我。怎么会？姑娘误会了，我三哥只是性格内向罢了。今日天气炎热，我和三哥在旁边的酒楼开了雅间，不知姑娘可否赏光上去一坐？该我们兄弟亲自给姑娘斟茶致谢才是。这楚景木再次给楚寒消使眼色，结果呢，自家三哥仍旧没有开口的打算。姑娘，我家三哥一向做得多，说得少，心里必定是感激姑娘的。太过激动，竟忘了向姑娘介绍，我三哥楚寒霄。原来是韩王殿下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姑娘认识我三哥，真是太好了。可否冒昧请教一下姑娘的芳名？慕云兰。哎呀，好名字！原来姑娘叫慕。姑娘，你刚刚说？安王殿下，我说我叫慕云兰。哎呀，太丢脸了！三哥，我耳朵好像瞎了，我得回府去找我家明妃治治啊。那个啥，我先走一步哈。说完，他快步冲到八宝和周周面前，一手一个抱在怀里。楚景木，三哥，我会照顾好大闺女和大儿子的，你和三嫂好好玩啊。那雅间我包下了，想吃想喝尽管点，弟弟请客，将功赎过。瑞影，带上人跟去保护。是。你是不是应该向本王解释一下？王爷想让我解释什么？是如何出王府，还是和朱颜阁有什么关系？你得问清楚啊！这两者都问。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我说了你也不信，不如王爷自己查吧，多查查，有惊喜。徐兰，是你吗？是你在里面吗？怎么回事？徐兰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是谁？徐兰，你不用为了保护我，故意装作和我不认识的。你我两情相悦，不必顾及旁人。这就是你给本王准备的惊喜？不是我。徐兰别怕，韩王殿下，你贵为亲王，高高在上，利用皇权夺走了我心爱的女子。4年前，云兰就说要与我远走天涯，可是她却被你囚禁，我苦苦等了4年，不会再看着她受苦了。今天我就要带她走。找死！韩王，我和云兰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夺得走她的人，却夺不走她的心。你错了，本王还可以夺走你的性命。云兰，别怕，我把你给我的嫁妆放在了我们4年前约定的老地方，你记得。别杀他！你再说一遍。你不能杀他！所有屈辱的记忆涌上心头，让他一时间喉头哽住，深沉的眼眸都泛起赤红，直接就要捏碎青莲的喉咙。楚寒霄，人死了，他说的话就彻底变成真的了。你冷静一点。徐兰，我就知道你爱我，为了保护我，你竟然不惜和他虚与委蛇。我不怕死，为了你我的爱情，我身死又何妨？闭嘴吧你！徐兰，你宋听雨是吧？徐兰，徐兰，我知道你都是被逼得没办法，故意演戏给韩王看，你都是为了救我，都是为了我好。慕云兰只觉得胸口一阵恶心，哐哐2脚。王爷，4年前我的确想要逃婚，不过只是因为不喜欢被安排好的下半生，不想一辈子被困于后院，只能在四四方方的牢笼之中生活，所以才编出了喜欢君子书生的谎话。眼前这个宋听雨我的确认识，不过不是因为和他有奸情，而是因为这人是个骗子。骗子？当初我想逃婚，便计划留下一部分嫁妆当盘缠。当时国公府上下对我看得严，我只能委托穆锦柔来办。可惜穆锦柔也不能出府，所以帮我找了宋听雨。不是的。别急，一会儿有你说话的机会。
弱鸡！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把嫁妆交给了宋听雨，又给了仇坚，让他帮我运输管理，只等着我离开王府之后再去取。却不想这弱鸡竟然向国公府泄露了我要离开的消息，然后仗着我不敢声张，私吞了我的嫁妆。不是的，王爷，这宋听雨不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他呢。今日正好，4年前的事情也该一一解决了。本王信你。借王爷一个跑得快的护我一用，到顺天府报个案。徐兰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4年前你我两情相悦，倾心相许，还约定了乘船私奔。如今你竟然说我是骗子，彻底否认了我们的过去。乘船？亏我对你念念不忘，亏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惊喜？不错，你曾经说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河灯，所以我为你准备了满盒璀璨。万万没想到，君心不改，妾意已决。你好狠的心呢，徐兰，你就别再说气话了。当初没有带你走，我心中悔恨了4年。如今我们不能再错过了，你给我的所有的东西，我都在好好的保存着，一丝一毫不敢损毁。除了你骗走的嫁妆，我怎么不知道还给你留了东西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王爷，你有兴趣去瞧瞧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的护卫呢？去报官了吗？他怎么敢的？他真的不怕死吗？你确定？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任何的诬陷。瞧我收拾了一下骗子，竟然弄脏了罗裙，实在是失礼。王爷，你等我一盏茶，我去朱颜阁换一身衣服，马上就来。一盏茶之后，顺天府的官员也已经带着衙役赶到。见过韩王殿下，见过这位慕云兰。哦，下官眼拙，见过韩王妃，请王妃恕罪。大人客气，今日抓到了偷我嫁妆的贼，现在正要去寻找我被偷的东西，请大人前来做个见证。是。韩王府芳菲院，我可怜的柔儿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那个慕云兰，他好生恶毒，坚持要把女儿往死里逼呀！乖女儿，放心，从你要嫁入韩王府之前，娘就在暗中准备着，早就计划着帮你彻底解决掉慕云兰这个隐患。真的吗？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娘做了一辈子妾室，被正房夫人压了一头，不会让你继续吃这个苦。我已经让人动手了，你放心，今天就是慕云兰的死期。柔儿，你可还能动弹？母亲带你去见证一下，看看那慕云兰是如何被踩进烂泥，身败名裂的。能动，只要能看到慕云兰死无葬身之地，女儿爬也能爬过去。好。灵河码头，徐兰，你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记得与我的海誓山盟吗？你记得你我互许终生吗？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只见一只只孔明灯飞上天空，灯下挂着长长的纸条，有的写着恨不相逢未嫁时，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有的写着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孔明灯飞上天空，河水中也有了动静，一只只河灯从楼船周围散开，飘飘摇摇占满整个河面，将夜幕下的水面点缀成一片星河。这么美的场景，一看就是用尽了心思准备的。是啊，韩王妃说那宋听雨是骗子，可谁家骗子不是努力隐藏起来，生怕被人找到？若不是有内情，他怎么会突然出来？有道理，我倒是感到宋公子用情至深。至于骗嫁妆吧，到底是骗还是送，要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喽。来了，妾身见过王爷。你不在府中抄经，为何出来了？王爷，见过王爷。柳姨娘怎么也来了？这柳氏见过大小姐。柳姨娘，多年未见，你还是一如从前。大小姐说笑了，人哪有不变的？倒是有些东西。云兰，我对你的感情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，可你为何要负我？你对得起我为你的付出吗？对得起我的心意吗？大小姐，这老奴对不住你。王嬷嬷，你这又是为何？大小姐，您出嫁之后，宋公子一直浑浑噩噩，在街上撞见了老奴。老奴看他可怜，就劝说他要振作。宋公子知道老奴随着二小姐入了韩王府，就追问大小姐您的近况。老奴只能说您安心在西院休养。宋公子心疼您，这才按捺不住，计划着带您离开王府，成就4年前未尽的姻缘。姻缘，分明就是孽缘！我一往情深，却换来无情辜负。上天，你为何不公？何其残忍呐！府尹大人，不知道诬陷亲王正妃是何等的罪名？轻者流放千里，重者拔舌砍头。刚刚他们的话，府尹大人可都听到了？是，已经听到。好，你说我们4年前定情，可有信物？有，你亲笔给我写了信，我一直贴身带着。府尹大人，
您瞧，这是慕云兰亲手所写。这字迹下官也看不出什么，这只能……大人，王妃姐姐的字迹我最熟悉了，我来看看吧。这应当不是姐姐所写。穆侧妃，你怎么能包庇你的姐姐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老身来看看如何？是君老夫人。云兰见过君老夫人。好孩子，快起身吧。老身做这个见证，不知韩王和府尹大人可相信？老夫人可以做见证，还我王妃清白，韩萧感激不尽。好，信拿来吧。君家老夫人怎么冒出来了？君老夫人应该不会帮着慕云兰做伪证吧？这信不是韩王妃所写。不可能！我的意思是，事关重大，总是要调查清楚，有凭有据才好。从前并不知道君老夫人和王妃姐姐相识，怎么就识得她的字迹呢？我是韩王新娶的侧妃。老身敢开口保证，自然是有凭有据。韩王和府尹大人瞧瞧吧，云鹤递过去的是韩王妃帮老身调养身体时开具的药方，别说是识字之人，就是根本不认识字，也能一眼看出信和药方上的字迹绝对不可能出自同一人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放肆！大胆刁民，竟然敢污蔑韩王妃！不是的，那书信分明就是慕云兰所写。我自幼养在闺阁，从没有任何手稿笔记流出，为何你收到封信就斩钉截铁地说是出自我之手？废物！我瞧着你也是个读书人，怎么能够做出编造谎言、毁人名节的恶毒之事？吃身都不正，还读什么圣贤书？可是这些书信是非黑白自在人心，我家王妃清清白白的，不该承受这些污名。今日就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别管是字体变化还是用笔习惯，明显能够看得出来，这根本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不错，韩王妃的确是被冤枉了。我不知道云兰的字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，就算书信证明不了什么，还有他给我的那些嫁妆呢？那些东西都在河中的楼船之上。韩王殿下，府尹大人，事情不查清楚，既然宋公子还有证据，那不妨一并拉出来查验，如此也好还给韩王妃一个清白。柳姨娘似乎比我还心急。王妃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是国公府的大小姐，也是姨娘我看着长大的，如今出嫁，有了韩王殿下这么好的夫婿，我自然是希望你们两个和和美美，彼此之间不要有任何猜疑。姨娘这话听着好像是为我好，可我怎么越品越觉得味道不正呢？大小姐说什么呢？我自然是为了你好。这宋听雨骗了我的嫁妆，如今又回来胡言乱语，继续行骗，还拿出所谓的亲笔信，要往我头上栽一个与人无媒苟合的罪名。这会儿证明了书信是假的，他又花样百出，拿着当初骗走的东西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柳姨娘若是为我好，怎么不见丝毫怒色，反倒是话里话外偏帮着这个骗子？我哪是偏帮着他，只是想着彻底查清楚。彻底查清楚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他今日拿着几封不知道谁写的书信，污蔑我与他有私情，明日就能拿着一块手绢，说我与他私相授受。当初我的确动过拒婚的念头，可我为什么不愿意嫁到韩王府？柳姨娘，你和妹妹应该是一清二楚吧？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？王妃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一个妾室，平日里见到王妃这位大小姐，从来都是恭恭敬敬，不敢有丝毫逾矩之处。对于王妃的婚事，更是没有插嘴的资格。你拒婚与否，又怎么可能与我一个妾室扯上关系？姨娘不要伤心了，王妃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哪里有我们辩驳的余地呢？王妃不愿意继续调查，那便不查了，直接把那宋听雨当成骗子拉下去处置了就是。哼，柳姨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若是立马让人把宋听雨处置了，反倒是显得我心虚。既然要查，那就大庭广众之下好好的查个清楚明白。府尹大人，我可否问宋听雨几句话？韩王妃尽管问便是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确定船上的东西就是我的嫁妆？没错。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确定这些嫁妆是我所赠，为的就是和你私奔，当做盘缠？没错。如果最后查实这一切都是你的谎言呢？如果我所说的有半句谎话，那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诅咒发誓若是有用的话，何须朝廷律法来约束？若你说谎，那就是诬陷亲王正妃的大罪，逃脱不了律法的制裁。府尹大人，我的话问完了，请您派人上船把东西取下来吧。顺天府差役很快抬着一箱箱东西走下来，扭头就看到穆锦柔苍白着脸色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穆侧妃这是怎么了？瞧这脸色不太好的样子。姨娘，不能，你。难不成他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天气闷热，耽误了大家这么长时间，事情也该有个了断了。府尹大人，直接让人将箱子打开吧。好，立刻将箱子打开。住手！妹妹这是做什么？之前你和柳姨娘不是还着急调查清楚真相，还我清白吗？我
孽障！事到如今，还不快把你当初犯下的错误一五一十的向王爷禀告清楚！王爷，王妃说的没错，那宋听雨的确就是个骗子。柳姨娘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谁是骗子？说的就是你，王爷。4年前，王妃因为年幼，喜好自由，的确是升起过拒婚的念头，也曾想过要离开上京。因为王妃和锦柔姐妹情深，锦柔也帮着在旁边出了主意，让她预留下一部分嫁妆当盘缠，并且将这些东西提前交给了宋听雨来保管。不是这样的。呸！王妃和锦柔都是性情单纯的好孩子，你故意接近，透露自己有一艘楼船，还说知晓从上京到江南的水路。他们2个深闺小姐哪里懂得人心险恶？王妃是希望得到自由，而锦柔则是想着要帮助自己的姐姐，让她开心，所以就这样将嫁妆交给你，想要借着你的船离开，却不想你直接卷着东西逃走了。你诬陷我，柳姨娘，你这是准备过河拆桥啊！你卷走了那么多东西，却依旧贪心不足，屡次写书信来威胁，让锦柔给你银钱，否则就污蔑王妃和你有私情。锦柔为了维护自己的姐姐，便答应将嫁妆给你一些，让你彻底离开京城。可她哪里知道，你就是条喂不饱的狗！贱人，你放屁！你……王爷，我这次带锦柔过来，就是想向王爷和王妃认错，不再纵容包庇宋听雨这个恶毒小人。你的意思是，4年前王妃拒婚，并不是因为和这个宋听雨有私情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着王妃澄清？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姨娘，人微言轻，平时连府门都出不得，哪里会有开口的机会？那楼船上抬下来的这些东西，是宋听雨胁迫锦柔不得不给他的。王爷，隐瞒当年的事情是我出的主意，是我不让锦柔说出去的。姨娘，怪我错信了好人。一路过来的路上，我心中百般纠结，既想疼惜女儿，帮她隐瞒下当初做下的蠢事，又自觉愧对王妃，愧对国公府，实在是无颜见人了。当初我被诬陷，百口莫辩，没有任何人相信我。罢了，4年时间我都熬过来了，早已经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。宋听雨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柳氏，王妃问话，你岂敢吞吞吐吐？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来人，将柴一刘大扣押起来。王爷，下官一定严查此人。刚刚那一脚若是踩下去，怕是会直接要了宋听雨的命。柳氏，你这个贱人，当初是你找到我，让我去勾引韩王妃的，还说让我尝尝世家闺女的滋味，是你们看不惯韩王妃，想要毁她清白，要她性命。韩王殿下，我和韩王妃清清白白，面都没有见过。宋听雨，死到临头你就胡乱攀咬。王嬷嬷，那个王嬷嬷，就是她在我和柳姨娘之间传话的。姨娘，王嬷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你刚刚开口污蔑韩王妃开始，我就知道你和那个宋听雨就是一伙的。不是，我刚才没有出声，就是想看看你和宋听雨还能搞出什么把戏。王爷、王妃，这刁奴罪大恶极，勾结宋听雨，里应外合，算计王妃和锦柔的嫁妆。两位不必给他留丝毫颜面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了。将他带回王府。是。汉王殿下，这宋听雨，王妃之前说了，诅咒发誓无用，朝廷自有律法。本王相信府尹大人会秉公处置的。是，本官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。王妃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穆侧妃的嫁妆，这宋听雨还没有来得及运走，可我的却已经4年不知所踪，还望大人帮我调查清楚，感激不尽。汉王妃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心尽力。那这些东西，既然是王府之物，自然应该由王爷和王妃带回。多谢大人。进入芳妃院，王爷，我想单独和柳姨娘妹妹聊一聊。王爷不如去看看八宝和周周吧，天色晚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呢。好，在此之前，有一人需处置。来人，王嬷嬷以奴欺主，污蔑王妃，罪无可恕，杖毙。穆侧妃官刑。王爷，王嬷嬷是照顾了我多年的老人了，她今日犯错，诬陷王妃姐姐，我心中和王爷一样憎恨。可到底一场主仆情深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。既然主仆情深，你这个做主子的怎么能不送他最后一程呢？我殿下，锦柔自小就是这般柔弱心软，见不得旁人受苦，还请王爷恕罪。王嬷嬷差点毁了王妃的名声，实在是罪无可恕，杖毙都算是便宜了她。说是真的影响了王爷和王妃的感情，便是杀他个100次1000次都不解恨。柳姨娘说的极为在理，韩王府绝容不下构陷主子、以下犯上之刁奴。之前有春花和春景毒杀太后爱妃，诬陷王妃在先，之后又出了一个意图毁掉王妃清誉的王嬷嬷。本王是真想不明白了，原本这安安稳稳的韩王府，怎么竟出这样的败类？王爷教训的是，芳妃院的下人都是我亲自为锦柔挑选的，如今屡次犯错，是我这个做姨娘的没有仔细把关，请王爷责罚。哼，柳姨娘，你虽为贱妾，可好歹也是修国公府的人。王爷刚刚迎娶了穆锦柔，怎么可能亲自下令责罚你这个亲娘呢？柳姨娘也是摸透了这个道理，
才直接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吧。王妃，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思？好，算你没有。既然你说下人挑选的不过关，那就把穆锦柔身边的所有下人全部带回修国公府，好好教导规矩吧。王妃说笑了，锦柔身为侧妃，身边若是没几个下人伺候，怎么在柳姨娘眼中，堂堂韩王府还挑不出几个下人？不，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不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在此之前，让他们一并关完刑再走。来人，立刻把王嬷嬷拖下去。是。柳姨娘，侧妃，救命！救救奴婢！奴婢伺候了你们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总有苦劳，求求你们救救奴婢！王爷，王妃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罪该万死。王嬷嬷，你自己罪大恶极，被杖毙也是咎由自取。王爷和王妃没有牵连你的家人，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果然听到了柳姨娘的警告，任由王府护卫将她按在凳子上，手臂粗细的廷杖高高举起，重重落下。莫云兰看着见到血光的刹那，忍不住皱了皱眉心。啊！楚寒霄看他蹙眉，还以为他害怕血腥，下意识帮他挡了。脚麻？那你能不能往一边麻？我想接着看看。好。廷杖不断落下，王嬷嬷从刚开始的高声哀嚎，到后面无声抽搐，渐渐的彻底没了声息。一些下人已经忍不住跪倒在地上干呕起来。穆锦柔身体摇摇晃晃，看着王嬷嬷送了命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竟是丝毫不害怕了。王爷，你去看八宝和周周吧，这里有我。好，你小心点。穆锦柔再次醒来。娘，回禀王妃，王嬷嬷的尸体已经被拉走，按照王爷的吩咐扔到乱葬岗去，地上的血迹也已经清理干净，只是还有一些残留着，洗不干净。洗不干净就留着吧，锦柔妹妹瞧见了，也能时时引以为戒，好好约束下人。是。秦管家退了下去。穆云兰，看到你这么恨我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你和锦柔可是亲姐妹，如今又共侍一夫，这可是难得的缘分。锦柔之前年纪小，性子冲动，做事难免冒昧了些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你们姐妹二人若是能够互帮互助，岂不是可以牢牢地掌控整个韩王府的后院？大小姐小的时候最喜欢锦柔这个妹妹了，你们两个同吃同住，小姐妹之间的情谊让我这个做娘的看了都觉得感动。大小姐可还记得，你和锦柔的肩膀上一左一右各有一颗红痣，你的在左边，锦柔的在右边，位置都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你们两个天生就该是姐妹。柳姨娘，我怎么不记得穆锦柔身上有什么红痣啊？而且你说错了，我肩膀上的那颗红痣在右边。是我脑子记糊涂了，锦柔身上没有痣。没有红的，不是有黑的吗？就在她的臂弯处。大小姐今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揭穿了那宋听雨的真实面目，实在是该好好的庆祝一番。不过天色不早了，我身为姨娘不能在外过多久留，今日就先告辞了。不着急，柳姨娘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看看你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再走吗？姨娘，穆云兰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她把我所有的嫁妆都给抬走了。你瞧瞧现在的芳菲院，地皮都被人铲了一层，可谓是寸草不留。锦柔，你姐姐为正妃，是韩王府真正的女主人，你是侧妃。虽然说身份比普通的妾室要尊贵，但也不能拿巧。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，你姐姐喜欢，让她拿去就是了。姨娘，可是看妹妹这样子，可真是舍不得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东西给你留下，不拿走了。算算时间，这宋听雨应该被关入大牢审问了吧？一个骗子，整日胡言乱语的，说什么都当不得真。也对，王嬷嬷死了，宋听雨没有任何人证，别管说出什么话，都能被当成攀咬。可如果有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哪来的证据？这宋听雨书生出身，父亲却是个赌棍，卖掉了妻女，只留下宋听雨这个儿子。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柳姨娘就不必管了。4年前，宋听雨的父亲突然得了一笔意外的横财，一下子还清了1000两银子的欠债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宋听雨骗了你的嫁妆，里面有银子，或者当掉了一部分东西还账都有可能。柳姨娘以为他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柳姨娘派人去杀人灭口，你的人将宋听雨父亲捅了2刀之后扔入了河中。我说的可对？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人没死。不可能。哼，承认了。大小姐，若这人真的活着，你怎么会和我说这些？难道不应该直接告诉顺天府尹？我想弄死你和穆锦柔，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可你们母女做足了恶事，我不想让你们死得太痛快。
柳姨娘大可不信我的话，只是入了大牢之后别后悔就是了。天色晚了，本王妃也该回去休息了。姨娘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本可以将人送到顺天府，而你没有这样做，就是想要和我谈条件吧？大小姐不妨仔细说说。宋听雨是骗子，我的那些嫁妆应该能被找回来的。柳姨娘，你说呢？那些东西究竟在何处？大小姐不是应该最清楚吗？看来没得谈了，也好。等等，我仔细想了想，的确是应该能找到的。这不就是了？我装嫁妆的箱子还留着呢，前2日刚清理出来，等东西找回来就可以重新装回去了。是。哎呀，这东西能找回，我可就了却了一桩心事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柳姨娘早些回去吧。是该回去了。大小姐也有4年没有见过老爷和夫人了吧？这4年，夫人很是想念大小姐呢，想的人都消瘦了。柳姨娘说的是，忙过这几日，我会回国公府探望父亲和母亲的。那我就在国公府等着大小姐回家探亲了。娘，那孟云兰说的是真的？宋听雨的父亲真的还活着？我不知道，我看那小贱人分明是故意这样诈我们，然后坑我们的钱财。那么多东西，我们要全部补回去的话，这些年的家底儿岂不是全没了？可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宋听雨的父亲可是认识我的，当初我派人灭口，做得极为隐蔽。可穆云兰却说出了细节，我不敢赌。可是那些东西，你的嫁妆都是最好的，和穆云兰的差不了多少，只能先委屈你，用你的补上了。什么？凭什么？凭我们棋差一招，人活着才能去争。锦柔，你可别相差了。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是太过着急了。那些嫁妆本就是你给我置办的，直接拿去就是了。放心，只是暂时安抚住穆云兰罢了。属于你的东西，娘一定会完完整整的给你拿回来的。他起身走到门口的箱子前面，他便直接打开来看。穆云兰，娘，穆云兰，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好一个穆云兰，她这是把我们彻底耍了。她怎么敢如此大胆？没了，全没了。柔儿，别怕，一次吃亏而已，娘会帮你讨回来的。娘，我要穆云兰死，我要成为韩王妃，我要永远压她一头。放心，娘一定帮你做到。另一边，穆云兰心情极好的朝着西院走，那些砖头可是柳姨娘放在的嫁妆箱子里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她应该极为高兴吧。四叔可好了，还带我们去看他的宝剑和飞刀呢，那么大。四叔有好多书，他答应都送给我。我也有宝剑和飞刀，书也很多的。四叔还答应明天再带我们出去玩，嘿嘿。四叔明天还来呢。我明天不上朝，也可以带你们出去玩。才不要，我们才不跟你这个大坏蛋玩。你对娘亲不好，我们要跟你绝交的。可这话却让楚寒霄僵硬在原地。娘亲，娘亲身上脏，现在回去沐浴换衣服，宝贝们等着娘亲啊。好的。娘亲等你啊。穆云兰拿了衣服就往浴房里走，虽然是夏季，她还是准备烧一些热水。我来。水准备好了，你沐浴吧。王爷，芳菲院的下人都遣送走了，我想重新招一批人过来，我这边也需要几个侍女来照顾起居。若是有侍女在，烧水这样的小事就不用王爷亲自动手了。你看着安排，那水还有些烫，自个儿再加一些凉的，我出去等你。穆云兰舒舒服服泡了个澡，刚打开房门就看到了等候在广玉兰树下的楚寒霄。王爷，还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今日你在外露面时闹出了很大动静，怕用不了多久，母妃那边呢就该选我们进宫。八宝和周周，王爷放心吧，八宝和周周的出现不会给你添任何的麻烦。说完，他直接转身回房了。他愣愣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转身朝着揽翠居走去。瑞阳已经等候多时。主子，王嬷嬷还剩下一口气，请来屈大夫下了重要吊命，从他口中审问出了一些东西，请主子过目。看到上面的内容，忍不住重重一掌拍在桌面上。主子息怒，确定了王嬷嬷所说的都是真的。属下生怕有假，还专门审问了春花和春景，他们一直跟在穆侧妃身边伺候，对于国公府内发生的事情，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。他们的说辞和王嬷嬷相差无几。楚寒霄死死盯着供词，回忆着4年前新婚夜发生的事情。可是现在他才知道，穆云兰新婚夜毁容，甚至说出失身于旁人的话，竟然全是被人算计。主子，王嬷嬷伤势太重了，只说了一点消息便咽了气，
春花和春景知道的东西极为模糊，并不了解细节，想要彻底调查清楚4年前的事情，只能从国公府那边入手了。穆云兰失身于旁人视甲，那么八宝和周周不就是他的孩子吗？4年的缺席，他真的错过太多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等等，让秦总管选一些侍女入府，要规矩周全，性子安分，又会照顾人的，多选一些，送到王妃那边，让王妃挑选。是。瑞影转身刚走了没2步，还有，吩咐一下工匠，西院那边的修缮加快速度，不过不能惊扰王妃和2位小主子休息。是。瑞影应答完，站在原地没有动弹。西院这每个月份例多加1倍，按时给王妃送过去。昨日府中不是新到了一批江南的果子吗？分拣出来送给王妃。是。楚寒霄说完，等了一会儿，发现瑞影像跟木头一样站着，没有动弹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属下以为主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这就去。西院，八宝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娘亲，大坏蛋不喜欢我们吧？八宝这么小，是楚寒霄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了吗？没有，八宝只是听到别人说大坏蛋会把我们都赶出府去，他不会喜欢娘亲，也不会喜欢我们。八宝，你瞧，我们不仅仅长了耳朵，还有眼睛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很多事情呢，不能只听别人说，也要自己去看看。娘亲，我懂了，我们不仅仅有眼睛和耳朵，还有聪明的脑袋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都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遍。说的真棒，我们要用心，用脑子理智的去分析，然后呢，用心感性的去理解，综合起来才能不被外人左右。娘亲，八宝明白了。哼，那走之后就把那个破王府炸上天，这是大坏蛋当爹爹不负责任的代价。八宝下了决定，很快便甜甜睡着了。既然这样，有些事情就要变一变了。八宝和周周需要一个好父亲，那么楚寒霄就必须是，不是也得是。一夜好眠。哇，是果子！八宝、周周，你们怎么看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哇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于是大半的果子呀，都进了周周的肚子。吃饱喝足，八宝跑到自己的专属房间里去搞秘密研究。周周呢，则挺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拎着小鱼干去揽翠居祸害锦鲤了。奴才参见王妃。免礼。王妃啊，王爷吩咐送来一些侍女，请王妃挑选，以后方便办些杂事，供王妃差遣。抬起头来。是。花间，穆云兰率先将花间挑选出来，而后根据眼缘又挑选出7人，就他们8个吧。另外芳菲院那边也要送过去2个人，秦总管看着安排。是。奴婢花间见过主子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奴婢关注着王府，见到秦总管一早挑选下人，便上前自荐。秦总管似乎认识奴婢，问都没问就让奴婢跟着一起入府了。江离呢？江离昨晚试探着入府，不过被王府护卫察觉，他让奴婢告诉主子，夜晚西院有10几名暗卫守护。我就知道他没那么简单。柳姨娘伙同宋听雨出手陷害，多亏你和江离的帮忙，不然我可没那么容易脱身。主子，这不都是奴婢等人应该做的吗？说起来还是主子思虑的周全，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。花间，以后西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费心了。主子放心，奴婢必定尽心尽力。好，你先下去看看住的地方，然后其他几个侍女全部交给你来安排。是。揽翠居内，主子，您问了3遍了，王妃收下果子了，但是真的什么都没有说。八宝和周周呢？公子在自己的专属房间呢，说是在做什么很厉害的试验，属下不敢擅闯，小姐就在外面水边的凉亭里。第2天还是昨天的实说，都不是果子，而是各种精心烹调的肉食。哼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果然贼心不死。接下来的2日又送来绸缎布料和儿童玩具。楚寒霄没等到穆云兰沉不住气，等来了皇帝宣他入宫的口谕。花间，上京最近多了不少流民。是，多了至少2成，大多数都是从洛城那边过来的。吩咐下去，朱严格歇业，另外让江离带船亲自跑一趟江南，带足了银子，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方子上的药材。主子，您可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上京管控严格，这里多了2成流民，说明洛城以及周边至少有几千灾民流出，恐怕要出大事。娘亲，很快，坏蛋叔叔要死掉了！王爷受伤了。回王妃，是听瑞影说，皇上当众惩罚了王爷，鞭刑50啊！穆云兰走进房间，立马闻到淡淡的血腥味儿。王爷，您别动，别动啊！喂，周周不让你死！爹爹没事，就是点小伤罢了，不用担心。爹爹很厉害的，怎么可能会死呢？周周和哥哥一起玩一会儿，娘亲盯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周周乖巧的点头，和八宝一起出去了。楚寒霄刚才还挺直的身形微弯。
屈大爷，我来吧。脱下上衣，他仔细查看，打你的长鞭上裹了铁丝。啊！他拿出一颗有麻醉止疼效果的药丸，塞进他的口中，一边取出碘伏大面积消毒，一边用手术刀快速清理被污染的窗口。王妃啊，床褥都脏了，劳烦您扶一下王爷，在下和瑞影更换一些东西。刚刚清理完，楚寒霄身上已经没有了血腥气，慕云兰心中有几股不自在，想要让他自己站好，可仰头看到他的样子，话一下子哽在了喉咙口。主子，床铺换好了，您快来休息一下。王妃，王爷受伤严重，后半夜怕是会发起烧来。哎，看我差点忘了，王妃医术超群，根本不用下官提醒。那下官等人就先告退了，不打扰王爷和王妃休息。等等，屈大爷，你不留下看看？有王妃在，下官怎敢班门弄斧？将王爷交给您，再放心不过了。不是，我要照顾孩子们。王妃，您放心吧，属下会照顾好2位小主子的，而且还有侍女们在呢，一定不会出现任何差错。既然有侍女，王妃明鉴，王爷说了，侍女入府是为了伺候您和小主子的，他不用，说是交给侍女，王爷醒来发现之后必定会生气，生气了，伤势好的就慢，好的慢了，还得王妃您来照顾。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属下告退。说完，火烧屁股一般往外跑。有一味药叫什么来着？我得去研究，好好研究，彻夜研究，研究不明白，明天就上吊。倒是大可不必。楚寒霄缓缓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空无一人的房间，微微垂下眼睑，遮盖住眼底的失望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缓缓地合上眼睛。这天还真是说变就变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刮风下雨了。王爷，你不好好休息，在展示自己坚强的意志吗？瑞影呢？陪着八宝和周周在厢房玩呢。你若找他有事儿，我给你喊过来。没，不用。你……王爷放心，我只是睡觉，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连躺下都不能，也不方便，对吧？王爷，睡了吗？没。你今天应该休沐，却突然被召入宫，还受了这么重的责罚，发生了何事？我负责的案子出了问题。洛城赈灾银两被贪墨一案。是。不是应该查问的差不多了吗？涉案官员35人，3品以上6人，而且我查到了笔银两，送入了太子的手中。太子府？是。你是如实上报的？是。那可是太子啊。我知道。他知道自己上奏的后果，知道触怒皇帝的后果，可这桩案子事实就是如此，要隐瞒下这桩案子无比容易，他甚至可以从中获利，可那些水深火热的灾民呢？总要有人为他们说上1-2句公道话吧。楚寒霄，你身上的伤什么样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还没有换药，怎么就坐起来了？王妃教训的是。娘亲，哎呀，宝贝们早，昨天睡得好吗？这些东西，这是周周和哥哥的心意。屈爷爷说叔叔受伤了，这几天都要躺在床上，所以周周和哥哥就带这些吃的玩的来看他。楚寒霄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意无比的坚定，他想要慕云兰留在身边，他想要八宝和周周这2个乖巧的孩子。王妃，奴婢前来伺候您洗漱，进来吧。哇，娘亲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娘亲最漂亮，无敌。啊？他什么呀？王爷，别看了，桌子上的那些东西你都吃不了，这碗是你的。我看王爷刚刚回来，挪动还挺利索的，自己喝碗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受伤了，伤口疼得厉害。这有什么呀？王爷不仅有可以吸张的内力，还有受伤熬夜的毅力，我相信你。王爷，我需要再去一次朱颜阁，八宝和周周就交给王爷来照顾了。好，最近盯着韩王府的人不少，你的身份暴露，难免是引起了别人注意，带上瑞影跟其余的一些护卫。瑞影就不必了，让他留在府中听候王爷差遣，我会带其他人一起去。也好。王妃的医术可真是出神入化，不愧是鬼手医圣一脉。王妃自是不同寻常，谁说不是呢？三哥，你们快让开，我可是三哥最疼爱的弟弟，他怎么可能不让我进去探望呢？四叔叔，四叔的甜心宝贝大乖乖们，四叔想死你们了！四叔给你们带了好东西，正在门口往下卸车呢。哎，你们想看吗？想。好，瑞影，快带着小主子们去看本王的礼物。是。三哥，你的伤……王妃帮着我包扎上药，处理好了伤口，又服用了镇痛的药物，昨晚上都没有发烧，这会儿行动起来，只要动作幅度不要太大，就没什么大碍。怎么了？三哥，你第一次和我说这么长的一句话，说正事。三哥，今天早上朝堂闹出一锅粥了，天刚亮，父皇直接下令杖毙了太子宫中3个属官，4名内侍，宫女也大换血。今天一早，父皇对太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父皇对他这样。不过
这也是他活该。赈灾的银子都敢贪墨，他就不怕夜晚睡不着，落成受灾的亡魂找他索命吗？有父皇的庇护，他怕什么？事情算是过去了吧？啊，三哥，你都猜到了，父皇太偏心了。你只是说了实话，就被当众鞭刑，丝毫不顾及你多日的辛苦。可太子呢？他赈灾银子都贪，那是多少条人命啊！他。四弟，三哥，干脆借着这次受伤，称病不再理会，彻底将这桩案子脱手出去。太子那边生怕你再查出不妥，一定会找人接手的。事情已经闹大，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太子也不敢太过分。洛城那边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赈济。不用，三哥，难道你打算和太子硬扛到底啊？父皇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摇太子地位的。太子可以因为父皇的偏心，暂时不用受罚，可那些官员、朝廷的蛀虫，一个也不容放过。三哥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弟弟永远支持你。不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，我永远和三哥你共进退。说起来问题，我还真有一个。皇兄，你尽管吩咐。吩咐倒是不用，就是你对八宝和周周这脾气了解的如何了？大乖乖们呀，又乖又萌又聪明，又软又香又听话，简直就是梦中情娃。看来了解得很透彻吗？必须的。那你有办法让他们两个改口叫我爹爹吗？皇兄，你的意思是，八宝和周周是我的孩子，我要让他们成为韩王府堂堂正正的小主人，而不像如今这般被人百般议论。皇兄，西苑那位，当年的事情，你三嫂全然的受了旁人算计，如今这笔账还没完全查清楚。不过，迟早我会帮着他找那些人彻底清算的。我就说嘛，上次一见三嫂就感觉她不是那般糊涂的人，当年肯定是年纪太小，受了旁人的蛊惑，才会和三哥你疏远了。啊，临河码头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彻底传开，想必很快就会传入宫中。三哥，入宫之前你可一定要做好周全的准备，我担心太子会因为这件事情对你发难。放心，我已经让人着手准备了。那就好。说起小孩子，我还真有不少办法，不就是改口吗？三哥放心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去把八宝和周周带过来。不一会儿就抱着八宝和周周乐颠颠的跑了回来。周周叫什么呀？坏蛋叔叔。八宝要叫什么呀？叔叔。表现出不满意这个答案的样子，将点心收回递给楚景木。三哥。啊。楚寒霄再次拿点心递给周周。三哥。哎呀，这个结果怎么和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啊？爹爹。照呀。楚景木感觉自己被欺负了，点心换爹爹这个游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鲁班锁这个东西真的有人能够打开吗？扭头将鲁班锁拿在手里，白嫩的小手这里掰掰那里敲敲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原本严丝合缝的精密鲁班锁变成一地的零件。大乖乖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四叔叔，记一下每个零件的形状和组合方式，懂得了原理，很简单的。这所有零件的形状和组合方式你都能记住啊？很简单的呀。简单吗？难道小孩子和大人口中的简单完全不是一种理解方式？传皇上口谕，韩王殿下，那两个孩子怎么？父皇的口谕不是传给本王的吗？是，只是既然是，公公传达就是了。是，那韩王殿下就跪下听口谕吧。那内侍又是清嗓子又是正衣冠，故意拖延时间，就在楚景木忍不住要动手揍人的时候，传皇上口谕，韩王楚寒霄戾气太重，以至于影响太后凤体康复，从即日起罚闭门抄经100卷。楚寒霄刹那间冷下眸光，哼，需要他三哥上战场保家卫国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他戾气太重呢？如今边境无战事，就说他三哥戾气太重了。韩王殿下还不快快领旨谢恩？我家王爷心善，听到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太后娘娘凤体欠安，这是愧疚的失神了。王爷谢恩吧。是，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，必定在府中好好抄经，为皇祖母祈福。这大热天的，几位公公前来传旨，真是辛苦了。花间。花间立刻上前送上一只荷包，小小心意，请几位公公喝茶纳凉。那就多谢韩王妃了，奴才等人告退了。几位公公一路顺风，慢走不送。哼，收了他的东西，一定会走得顺顺利利的。弟弟见过三嫂。安王殿下免礼。三哥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被那几个狗腿子内侍为难下跪，牵扯到了伤口，伤势又严重了。那些个狗东西，更会见风使舵。三嫂，你快帮三哥看看，我昨日肩膀受了伤，撑不住了。慕云兰赶忙上前将楚寒霄扶住，带着他回到房间躺下，解开外衫。他解开纱布，帮他重新上药包扎。三哥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怎么好好的，父皇又突然降下了责罚？不用了，三嫂知道。我刚从朱颜阁回来，外面已经传遍了。太后头风执症发作的越发严重，现在已经卧病在床，起不来身了。青天剑监正夜观天象，说星象凶险，有戾气横生，才使得太后凤体不和。最后这戾气的来源直指韩王府，所以才有抄经这一说。
金天剑，谁不知道金天剑监正是太子的人？一群干拿俸禄却不干人事的狗东西！王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样明显的陷害，一看就是太子故意给三哥施压。这种案子一日在三哥手中，这星象恐怕就一日好不了了。几个内侍明显也是狗仗人势，一看就是太子派来专门膈应三哥的。三嫂心善，还请他们喝茶，白白浪费了一番心意。这些狗东西定然不知好歹。有些银子该给还是要给的。三哥，星象的事情可大可小，我现在去联络一下朝中官员，让他们帮你说话。不用，太子出手，无非想着给我施压，让我好好的斟酌手中的案子，我必定不会如他所愿。景木，我需要一些个江湖上的人手。三哥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你需要哪个区域的，都包在弟弟身上。我把一些东西交给你，你派人散布出去。没问题。楚景木接了任务，急匆匆的离开，远远的看到一群人围在河边闹哄哄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去瞧瞧。是，王爷。刚刚前去韩王府传皇上口谕的内侍们乘车返回了皇宫，突然一群蜜蜂飞了过来，围着他们就发动了攻击。马匹受惊，直接冲进了湖里。这会儿同行的禁军正满湖里捞人呢。刚刚属下看了，为难韩王殿下的那个内侍被捞上来，肚子胀得跟鼓一样，就算是没凉透，估计也快了。本王还以为是谁这么不走寻常路，原来是这群不干人事的。你回府把本王花园里的花收拾收拾，挖出来栽种在这临河边。小蜜蜂辛苦啊，本王要好好犒劳犒劳他们。懒翠居，这么大的食盒是给谁的？怎么还没送出去啊？给你的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？你先吃。你先说。你是我的王妃，府中的一切有一半是你的，吃点东西罢了。本王能要求你做什么呢？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啊。我想着让八宝和周周改口叫我爹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们是我的孩子吗？既然是我的孩子，那么叫我一声爹爹，不也是理所当然吗？你试过了？我八宝和周周不买账啊，想让我帮忙？哎，王爷，你要知道，小孩子幼年的经历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。我虽然是孩子们的娘亲，可也不能逼迫着他们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得加钱。加钱？不然呢？他们俩是好孩子呀，你多谢王爷提醒，加双倍。王府中馈在你手上，我的司库也被你搬空了大半，其余的没事，王爷可以先写张欠条嘛，分期付款。分期？没错，花明天的钱还今天的愿，让生活美满，不留遗憾。那明天用钱时候该咋办啊？王爷，做人要有远虑，可也得想得开啊。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，万一没有明天呢？你岂不是赚到了？王爷瞧瞧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慕云兰的产业，楚寒萧要无条件的支持。以后楚寒萧以及韩王府的所有收入，慕云兰都可以无条件的分走2/3，最终解释权归慕云兰所有。按道理来说，一家4口，我和孩子们应该分走3/4的。可我体谅王爷辛苦，八宝和周周也该对你尽尽孝心，所以呢，给你留下1/3。王爷，你感动吗？楚寒萧握着笔，莫名的有种签卖身契的感觉，直接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还需要我按个手印吗？这契约书只有1份，是不是不大妥当啊？要一式3份，你我各留着1份，然后再找人做个见证吗？啊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？慕云兰拿着新鲜出炉的欠条，找到八宝和周周的时候，依旧在思索楚寒萧的异常。总感觉这家伙签的时候美滋滋的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陷阱？这也没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吧？啊，乖宝贝，娘亲，娘亲，八宝好想娘亲呢。娘亲，胖经理不听话，都不会乖乖咬鱼钩。周周想要跳进水里教训他们，可是大坏蛋不允许。娘亲，大坏蛋今天想让我们改口叫爹爹，八宝和妹妹都拒绝了。娘亲，周周差点没有拒绝，是哥哥提醒了我。妹妹，你没有扑过去直接叫爹爹，已经很棒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有个事情，娘亲要宣布一下。娘亲，是什么呀？慕云兰想了想，把改口契书送到2个宝贝的面前。口啊，都是周周不认识的。改口契书？没错，改口契书。娘亲把你们2个的改口全给卖掉了。哎，八宝怎么了？娘亲，早知道改口能赚钱，八宝和妹妹当初就不应那么痛快的叫四叔啊。应该还有祖父祖母、其他叔叔伯伯们吧，好像也还来得及。烂翠居，王爷，我把八宝和周周带来了。来，孩子们，我郑重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的爹爹。等等，王爷，契书都签了，手印都摁了，这可不能毁约，要付违约金的。不是，改天吧。
改口严迟，钱不退的。好，不退。主子，王妃，大事不好了。何事？宋听雨不知为何在牢中自尽，自尽之前留下了血书，说自己和王妃有私情，而且还说了什么？还说2位小主子是他的孩子。人已经死了。是。顺天府大牢这狱卒是摆设吗？犯人关押其中，想自尽就自尽，还能留下来血书？用不了多久，这血书的内容就会传遍京城吧？是，如今已经开始流传了。哼，果然。云兰，对不住。你道什么歉？人又不是你杀的。太子是想着用这样的方式逼迫我放弃洛城赈灾银两贪墨案，放过牵扯其中的太子一派的官员。那你准备放吗？他们该杀。既然该杀，那就全部都给他们送走。准备纸张，我们开始抄经吧。抄经？没错，抄经，诚心诚意的抄完，然后供奉到太后的面前，好好的表一表孝心。八宝和周周也一起抄。哼，太子想争想斗，怎么针对楚寒霄他不管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脏手伸到八宝和周周的身上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各种流言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层出不穷。太后传出话来，说她头风之症越发严重，思念自己的爱宠小金，让韩王府派人送入宫去。楚寒霄写好最后一笔，周周举着小手在最后空白处按上一张小手印儿。娘亲，好了，大功告成。不错，可以进宫了。奴婢桂嬷嬷见过韩王、韩王妃。韩萧携王妃前来拜见皇祖母。韩王殿下，您来的不巧，太后娘娘刚喝了药，这会儿正午睡呢。您看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着皇祖母醒来。那老奴就先入殿，太后娘娘醒来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韩王和韩王妃。桂嬷嬷退下，慕云兰默默念着时间。韩王殿下，太子在前朝陪着皇上上太湖郡守献上的奇石呢。听闻您入宫，太子殿下十分担心您的伤势，请您过去叙话呢。王爷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等候皇祖母醒来，将小金的事情告诉她，顺便献上我们一家4口抄写的佛经。好，万事小心。知道了。已是初夏正午时分，慕云兰站了没多会儿就被晒得出了一身汗。她抬眸往四周看了看，径直走向不远处的树荫，拿出手帕垫着，直接坐到地上。哎呀，韩王妃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太后娘娘睡着，身为晚辈，竟然连等待都这么不耐烦，这不是大不孝吗？她迎着阳光微微眯了眯眼。韩王妃，太后殿前如此失态，你这是在蔑视太后威仪。魏嬷嬷，我是韩王妃，你一个下人敢直接对我动手？您当然是韩王妃，您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？毕竟您4年前意图和一个穷书生私奔，被抓回来之前连清白都没了，如今又被人得知生下2个孽种，外面可都传遍了。韩王妃，您可把腰背挺直了，慈安宫中弯腰驼背可是对太后的大不敬。说着，他将手探到慕云兰的腰侧，一把掐了过去。慕云兰没有挣扎，而是借势往那嬷嬷怀里一靠，屈起手肘，狠狠倒在了胸口处的穴位上。慕云兰假装摔倒，实则手臂狠狠撞上他的喉咙，肋骨断裂的声音十分细微，却被慕云兰精准地捕捉到。桂嬷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桂嬷嬷却直接两眼一翻，晕死了过去。快来人啊！天气热，桂嬷嬷站的时间久，晕倒了。宫殿中，太后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外面喧闹声响起的时候，宫女吓了一跳，捶腿的动作略有些加重。太后恕罪，太后饶命！内侍立刻上前，将小宫女堵了嘴，拖出去了。不中用的东西，去把韩王妃请进来吧。是。孙媳慕云兰见过皇祖母。太后没有直接叫起，而是端起茶盏来，假装喝茶。慕云兰直接站直，放肆！韩王妃，太后尚未叫起，你怎能自行起身？慕云兰没有理会嬷嬷的呵斥，扭头走到一旁的椅子上，施施然坐下来。放肆！韩王妃，你太放肆了！殿门口已经有宫人聚集，只等太后一声令下，就将慕云兰带下去处置。听闻皇祖母头风之症发作的厉害，孙喜早该入宫请安的，不知道皇祖母现下如何了？你还知道哀家是你的皇祖母？皇祖母哪里的话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孙喜还能忘吗？哀家的小金呢？你进宫没把小金带来？唉，皇祖母，穆侧妃上次入宫没有如实告诉您吗？小金死了呀。什么？死了？哀家的小金，哀家的头好疼。韩王妃口不择言，导致太后娘娘身体不适，头风之症再次发作，快去禀告皇上。是。慕云兰垂下眼眸，
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手腕上的蚕丝赤金镯，没有人注意到房间中的檀香味道比刚才浓郁了一些。好疼！太后娘娘，您忍一忍，皇上马上就到了。太后还想开口，却不料头疼的越来越厉害，像是有人拿着钉子不断的往他脑子里面钉。皇上驾到，太子驾到。皇祖母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祖母，参见皇上，太子殿下。你们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后怎么能坐在地上？还不赶紧把太后扶起来！是。皇祖母，这是头风之症又发作了，姑来扶吧。却不知道此时的太后是真的疼得死去活来，直接挥舞着手臂抓挠过去。啊，太子殿下，太医呢？太后病重，为何不请太医啊？你们这些宫人都是摆设吧？把太医院所有人统统宣过来！皇上，下官无能啊！太后娘娘的病症这是又严重了。皇祖母的头风之症不是好了很多吗？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严重了？皇上，是韩王妃向太后娘娘起病的。太后本来好好的，见到韩王妃之后就这样了。韩王妃是皇祖母的孙媳，还能冲撞了皇祖母不成？更何况姑听说三弟和三弟妹这次入宫可是为皇祖母送上佛经的。父皇，佛经可是三弟一家子共同抄写的，足可见心诚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青天剑监正说过了，太后凤体欠安，就是因为韩王殿下戾气冲撞。今日韩王殿下入宫，太后的病症就突然严重了，这奴才多嘴，应当是巧合。那个孽障呢？还不赶紧让他滚进来！孽障！父皇，三弟已经知错了，您罚也罚了，万不能再如此动怒了。楚寒霄走了进来，就见他面色苍白，额头上戴着汗珠，玄青色的衣衫下摆上还沾染泥土的痕迹。此时楚寒霄往那边一跪，慕云兰也抬起头来，皇帝和太子才终于看清他的真容。这一刻惊鸿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父皇，三弟身上有伤，三弟没有体弱，让他们起来回话吧。啊，起来吧，老三，你身上戾气重，现在立刻出宫闭门思过你手头的事情。儿媳参见父皇。何事？听闻皇祖母身体不适，王爷带着儿媳和2个孩子连夜抄经，终于写满100卷，特意送入宫中为皇祖母祈福。儿媳无意自夸，只是为我家王爷鸣不平。王爷孝心感动天地，身受重伤依旧坚持抄经，难道还不足以抵消守家卫国不得已杀敌时沾染上的那点戾气？皇帝想过过往，看向楚寒霄的目光略有些复杂。父皇，好歹拿出王爷抄写的佛经，让皇祖母瞧一瞧吧，如此也算是给王爷和儿媳等人一个表达孝心的机会。准。经文字迹工整而清晰，明显能够看出是出自2人之手，在一些书卷末尾空白处还印着可爱的手印。看到那手印，正当他想要询问，不疼了，哀家的头不疼了。太医连忙上前诊脉，太后娘娘脉象平稳，头风之症也已经不再发作，大喜大喜呀！皇上，瑶华宫的宫女在殿外跪求皇上救命呢。瑶华宫，德妃，宣进来。是。皇上，求您救救我们娘娘吧。德妃怎么了？回禀皇上，德妃娘娘连续3日跪经为太后祈福，称愿意以身相替，为太后娘娘承担苦楚。刚刚晕倒了，娘娘叮嘱过，万不可将此事声张。奴婢担忧主子，去太医院请太医，却被告知太医都在慈安宫，奴婢不得已，只能前来求助。德妃现在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奴婢出来的时候，娘娘仍旧昏迷不醒。慕云兰暗中掐了一把楚寒霄，德妃娘娘的戏演足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父皇，母妃是教育儿臣，要好好的孝顺皇祖母和父皇。今日母妃以身作则，可以换来皇祖母的平安，是万幸之事。是儿臣无能，不能为着母妃分担痛苦，心中愧疚万分，请父皇责罚。老三，起来吧，你孝心重，父皇已知清楚。来人，立刻派遣3名太医前去瑶华宫，仔细帮着德妃看诊。是。太后愣愣坐在椅子上，一时间回不过神来，她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皇祖母，德妃为您祈福，三弟抄写经文，真心是感天动地，这才换来您这么快转危为安呢。这些都是韩萧和他王妃抄写的，这字写的是真不错。哀家记得太医院的张院正对书法研究颇有心得。张院正，你瞧瞧这字写的如何？张院正上前拿了2卷，一张张看得极为仔细，甚至还不着痕迹凑到鼻尖闻了闻。回禀太后，的确是一手好字，微臣钦佩。他说着微微摇了摇头，轻说没有问题。哼，走了狗屎运。哀家的小鸡。皇祖母，孙媳知道您伤心，没有看护好小金，
孙喜心中也是万分愧疚。小金在宫中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，怎么到了韩王府突然就被害死了？孙喜失礼，皇祖母，您瞧，这里有几份供词，写明了小金被害的经过，凶手春花、春景2名侍女供认罪责，甘愿领罚。王爷日理万机，后院的事情是我这个做王妃的失察，皇祖母想要怎么惩罚，孙喜都认了。小金死了，尸体总在吧？皇祖母，不瞒您说，小金的尸体被人破坏了。什么？皇祖母容禀，烧毁小金尸体的凶手如今也找到了，且已经审问清楚缘由。皇祖母不妨看看这份供词。小金被害死也就算了，竟然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，哀家还有什么好看？你说什么？小金的尸体里藏毒？没错，府中屈太医医术绝佳，经过他这查验，在小金的骨灰中发现了余毒残留。孙儿想到皇祖母喜爱小金，最喜欢赏赐吃的给他，虽是不知道这毒是什么，可应该和宫中脱不了干系。小金中毒，岂不是说哀家也中毒了？太医连忙上前诊脉，可左诊右诊始终不见什么异常。微臣无能，请皇上太后降罪。脉象如何？没有异常。无能。韩萧，你府中的那个屈太医，我记得他是上一任的院正吧？是。那医术肯定是没错的。皇祖母，屈太医这段时间一直废寝忘食地翻阅医书，为的就是找到这种毒的来源。皇祖母允许的话，明日孙媳带他入宫来为皇祖母请平安脉，顺便……他说着，抬眸看了一眼华丽的宫殿。好，哀家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。明日按时进宫，哀家在慈安宫等着。是。没有想到太后轻易便放过了韩王府。皇上，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府以及左都御史求见。他们怎么来了？皇帝，求见的都是朝廷重臣，他们不会不懂规矩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让人进来吧。也好，宣。是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。何事？皇上，今日一早，顺天府尹将一桩人命官司移送刑部，其中牵扯到了皇子，臣不敢擅自做主，特意前来向皇上禀报。内侍立刻拿过供词送到皇帝面前。皇上，死者乃是宋听女，上京郊县人士，年22，男。5日前在临河码头因韩王妃状告他骗取嫁妆钱财而被捕，昨日在狱中自尽，自尽前留下血书，称自己绝没有骗取钱财，还说……皇上，最近这段时日上京民意沸腾，议论最多的就是韩王府的2个孩子，如今都在说韩王妃失去清白，还剩下2个孩子，甚至意图混淆皇室血脉，臣请皇上严查。孩子，老三，这怎么回事？父皇，皇上，这件事情还是臣妾来说吧。这个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臣妾见过皇上。德妃来了，免礼。木兰，她怎么在宫中？不对。德妃，你怎么了？可还是身体不适？皇上，臣妾前来是有件大喜事要禀告给您和太后。臣妾本来身体不适，听到这件喜事之后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喜事？咱们皇室终于有女娃娃出生了。你说什么？说起来都怪韩萧这个孩子。韩萧一直想要有个女儿，之前没少到广度寺祈福上香。4年前有一次回来途中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僧，那老僧知他所求，告诉他命里有女，不过他多次上战场，煞气太重，和儿女命格相冲，所以要想保住孩子，必须和王妃避讳。韩萧自然焦急，谁不知道他和媳妇儿是太上皇赐婚，上天注定的姻缘，这一直避讳，岂不是和太上皇的旨意相违背？还好那老僧说，只需等孩子满3周岁，命格稳固之后就可以了。什么老僧，什么避讳，分明是无稽之谈。韩萧是个心眼实的，这几年一直严格遵守老僧的话语。他媳妇儿怀孕生下龙凤胎，他都强忍着初为人父的激动，一心避讳着。连我这个做母妃的都没有告诉我，这不，最近孩子们满了3周岁，他才彻底放心。皇上，太后，韩萧有了一儿一女，还是罕见的代表吉祥如意的龙凤胎。孩子呢？在外面等着呢。外面多热，孩子那么小，放外面晒坏了怎么办？宣进来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、皇祖母。您瞧，
我三哥家的龙凤娃娃，我给您带来了。爸宝、周周，快给你们皇爷爷、曾祖母行礼。周周拜见皇爷爷，拜见。不可！哎呦，大乖乖！楚景木一惊，连忙上前捞孩子，结果皇帝比他动作更快，一手一个将孩子拉起来，直接抱在怀里。礼部尚书御前训华，该当何罪？安王殿下，我乃朝廷命官，本王乃当朝皇子。皇上，你小声点儿，朕没聋。王爷爷，你好威风啊！有吗？也还好吧，比你们父王如何？父王是啥？妹妹就是换爹爹了。皇爷爷，娘亲说了，你是大龙龙，是最厉害的。哈哈，没错，朕的确是真龙天子。皇爷爷真的是大龙龙。皇上，两个孩子的身世尚且存疑，还是要先明确才是。父皇，当时为儿臣探查命格的高僧，乃是广惠寺了尘大师。父皇可以把人宣入宫中，进行问询。皇上，除此之外还有证据，本不应该当众讲的。可是事情关系到云兰的声誉，臣妾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还有其他证据？是4年前，云兰和韩萧成亲当日圆房之后，封锁了西院。云兰居住在西院之中，由一个老嬷嬷照料。这个老嬷嬷曾经侍奉过臣妾，后面出宫到了韩萧府中伺候。在新婚夜过后，她派人给臣妾送来了，您懂吗？皇帝没有搞明白，太后却明白了。新婚夜洗床上都要铺了湿帕，为的就是圆房过后留下血迹，证明女子清白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朕有办法查验这俩孩子的血脉。先皇曾经告诉过朕，老楚家这女儿金贵，若是有女儿出生，身上必定要带着楚家的印记。这事儿在皇家族谱上都有过记载。皇上，可是后腰处有一胎记，是月牙状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老楚家的血脉，他们就是我老楚家的宝贝。好啊！父皇，您有孙女了，恭喜父皇，恭喜皇祖母，还有三弟和三弟妹，恭喜！恭喜皇上、太后。韩萧，你可当真是沉得住气？若是朕有了公主，早就昭告天下了。父母之爱子，为之计深远。父皇，您是君也是父，应当是明白儿臣的选择。为了八宝和周周，儿臣即便再怎么煎熬，也会忍着。现在好了，3年之期已至，八宝和周周不用再有着任何的避讳啊！没错呀，为父的心思总是这样。韩萧，以前朕总感到你的心性太过冷硬，如今看来，你只是不善表达罢了。王爷爷，我们见到了你，现在是不是就要被杀掉了？乖八宝说什么呢？什么杀掉啊？王爷爷，的一下就是杀掉了。八宝都听到了，他们说八宝和妹妹是没有爹爹的孩子，还说一见到皇爷爷，皇爷爷就会让人把我们杀掉，通通杀掉。皇爷爷，杀掉了八宝，可不可以放过娘亲和妹妹？我们有娘亲和爹爹的，我们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。恭喜皇上、太后，皇家终于有女儿了，定然是皇上英明神武，感动了上天，所以才赐下龙凤祥瑞，圆了皇上多年的心愿呐。皇上恕罪，老臣太感动了。这样的大喜事应该万民同贺才是啊！今日老臣有幸见到龙凤祥瑞，必须要表示庆贺，请皇上允许老臣献上2000两，聊表心意。2000两？黄金！皇上恕罪，老臣太过激动，竟然没把话说清楚，是黄金。说好的一起碾压韩王府，这刑部尚书却反手来了一个背刺，老贼！皇上，臣也是想将事情调查清楚啊。朕明白，朕给你时间好好调查，什么时候查清楚，什么时候外面不再议论朕的孙子和孙女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述职吧。皇上息怒，微臣也是为了皇室血脉的纯正。眼睛不好就挖出来当炮给踩了。你瞧瞧八宝和周周，莫非长得和朕不是一模一样吗？行吧，这个时候皇帝自己开心就好。你说呢？回禀皇上，您说的对。左都御史，你恭喜皇上、太后，恭喜韩王殿下。中午了，让德妃带你们下去吃好的，可好？王爷爷，你也要多吃东西哦，这样才能长高高、长胖胖。好，皇爷爷记下了。沉闷的鼓声再次响起，紧接着一声连着一声。来人，探宣庆国公、怀国公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、兵马司大将军，立刻上朝。太子立刻跟上皇帝的脚步，先去瑶华宫吧，等着我的消息。好，接下来该他出手对付太子了。云兰见过母妃。好孩子，快些免礼，去吩咐御膳房熬点滋养身体的燕窝粥。另外，快去本宫的库房，把本宫存起来的首饰、布料、玉石、翡翠一类的，通通拿出来。算了，你们笨手笨脚的，慢死了。本宫带云兰自己去挑。整个瑶华宫因为主子们的心性愉悦，
气氛都跟着欢快起来。而前朝太和大殿气氛却是一片凝滞。再说一遍，洛城如何了？皇上，洛城遭遇洪灾，官府却不赈灾，不放粮，草民等人不得已跟着抢劫了粮仓。可那是因为活不下去了，不是真的想要当反贼啊！赈灾银两贪污的案子，朕已经知晓，后续派人赈灾了。你们是为何不待在洛城，反倒是来京城逃难呢？皇上，您派了人，可是人在哪里啊？您说赈灾，可是钱粮又在哪里啊？皇上，洛城如今已经不仅仅是遭遇了水灾，还有疫情啊！皇上，时势久控，恶苗遍野，草民等人逃出来的时候，洛城已经开始易子而食了呀！户部尚书，你不是说赈灾的钱粮已经全部补齐，送到洛城了吗？皇上，的确已经送往洛城，户部有账册记录，皇上若有疑虑，尽管派人调查。户部出了银子，洛城却没有收到，洛城的百姓也没收到，那么这笔银钱去哪儿了？赈灾钱粮再次不见了，洛城闹出了疫病，却无人通报朝廷。好啊，好啊！皇上息怒，朕的怒火用请罪的话是息不了的。韩晓，你的伤势如何？回禀父皇，小伤罢了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儿子。你觉着眼下这洛城该如何是好？1. 杀贪官，2. 找钱粮，3. 治疫病，4. 安灾民。好，说得不错。杀贪官找钱粮，朕交于你来办，你可能办到。儿臣定不负父皇的期盼。韩王全权的负责追查洛城赈灾银两贪污受贿，全部的涉案官员贪污满300两者一律处斩。另外，无视欺压百姓者斩，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斩，趁乱起事扰乱民心者斩。韩王，全权代表朕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儿臣领旨传旨太医院，除皇宫留2人值守之外，其余人等统统给朕前往洛城。洛城之灾疫1日不平，尔等便1日驻扎在那里。疫病平，百姓安，朕必重赏；疫病兴，百姓亡，尔等陪葬。遵旨。前朝这边的动静很快便传到了后宫。韩萧身上还有伤，皇上派了这样的差事给他，必定是要去洛城的。他的身子就算是铁打的，怕是也受不住啊。慕云兰同样蹙起眉心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罢了，韩萧本就眼里见不得不平事，这桩案子他是非办不可的。云兰，你别怕，韩萧离京，你就带着孩子来宫里玩，母妃帮你一起照顾八宝和周周。谁要是再敢嚼舌根，母妃直接拔了他的舌头。多谢母妃，八宝和周周怕是真的要交给母妃照料几日了。云兰，母妃，接下来我会很忙，说不准还要去一趟洛城。好，别的事母妃帮不上忙，可照顾好八宝和周周还是没问题的，你放心。交给母妃，我自然放心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足足过了1个时辰，楚寒萧才冒着雨来到瑶华宫。儿臣见过母妃。这么大的雨，浑身都湿透了。本宫让人准备热水，你快擦一下，换身衣服。不用，儿臣说2句话，立刻要出宫办事了。好歹擦一擦，都跟水洗的一样了。云兰，父皇有令，洛城案全部的涉案官员全部的免官抄家。现在我要去盯着，等处理完了京城这边的事情，立刻是要启程前往洛城。你和母妃孩子们留在上京，一定把自个儿照顾好了。韩萧，云兰她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。楚寒萧心头一软，想要过去抱抱2个孩子，却生怕弄脏他们的衣服。周周突然跑过来，将手里捏的点心塞进楚寒萧手里。八宝也走过来，小脸有些别扭，不过却把身上圆滚滚的锦鲤包包摘下来递给楚寒萧。云兰，这拿着吧，八宝特意送给你的。楚寒萧郑重点点头。母妃，儿臣先走了。好，去吧，万事小心。记住，你现在不是1个人了，你还有云兰和2个孩子，万事多想想他们，便能多保重自己了。是，儿臣记住了。皇上，顺天福尹已经带着人去安置逃难来上京的灾民。韩王殿下选了安王为助手，如今已经将洛城贪墨赈灾银两案所有京官尽数抄家斩首，共斩首官员9人，抄家所得财物已经送入户部清点。另外，除了护卫和太医院的太医，韩王殿下还带走10名军医。韩萧不愧是战场上下来的，做事就这么雷厉风行。至于军医嘛，带着便带着吧。太医院的人养尊处优惯，多些人手。洛城那边也可以多些把握。父皇，这么大的雨，3弟身上还有伤呢，此去洛城又如此路途遥远，儿臣担忧他身体扛不住啊，不如再多派遣几个官员一同前往吧。孩子，洛城的案子你就别管了。是儿臣多虑了，3弟战功赫赫，办事历来有分寸，想来能够办妥洛城案子的同时，又能照顾好自己的。2个孩子呢？
皇上，2位小主子都在德妃娘娘的瑶华宫呢。中午吃饭了吗？吃了什么？吃的可香？德妃娘娘将2位小主子看得跟眼珠子一样，吩咐御膳房那边送了小孩子爱吃的糯米糕、马蹄糕。午膳在娘娘原来的份例上多加了一道酒香鸭和甜藕，2位小主子进得香甜。好，那就好。告诉德妃，晚上朕去瑶华宫休息。这怎么了？回禀皇上，韩王殿下离宫不久，韩王妃也跟着出宫了，将2位小主子留在了宫中，说是多陪陪德妃娘娘。光是陪伴德妃？这皇上，前朝事情忙，德妃娘娘历来体贴圣意，自然是生怕打扰了您处理政务。中午的时候，2位小主子还询问您有没有好好吃饭呢。德妃就是想法太多了，朝中的事情是忙不完的，天灾人祸哪一年都不少，朕只能尽力安排最合适的人手去解决问题，无法亲力亲为。父皇做的是纵览全局，哪能顾及到所有的一角一隅呢？摆下瑶华宫。是，皇上启驾。朱颜阁，王妃，您先换身衣服。不用，我还得出去。慕云兰简单擦了擦，直接来到后院的药房。这药房是他专门请人建造的，地下有庞大的药材库，地上是配药的地方，只是条件有限，和现代的无菌药房没有办法比。他顾不上消毒，用灵泉水洗手之后，快速配置各种药粉药丸。没多会儿，瓶瓶罐罐摆满整个桌面。三哥，你的伤口又流血了，不行，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。洛城一柄横行，没耽搁这一刻钟，都不知道会有多少灾民丧命，而且路途遥遥，事故不断，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待的。可三哥，你的伤，太医也会去洛城的，无妨。楚寒香，时间匆忙，来不及给你准备更多的东西，你凑合着用吧。愣着做什么？接过去啊！这会儿雨变小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哦，对了，护卫一类的带足了吗？人手足够，放心好了。那就行。到了洛城，别忘了给我写信，把情况都说清楚。洛城有沈家钱庄，您让人将信送过去，钱庄那边会派人递送的。他接过食盒，交给一旁的瑞影。云兰，我走了。好，一路顺风。楚寒霄翻身上马而去。主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药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开工吗？按照我写的方子和工序，先加工一批出来，我检查无误之后，直接送往洛城。是。天色渐渐黑透，雨也停了下来。三哥，前面就是驿站，我们进去休整一下吧，马儿也累了，需要更换。好。房间内，瑞影小心翼翼地帮他揭开纱布。主子，您忍着点。三哥，你这不行啊！瑞影，带药了吧？带了一些金疮药，不过进水都给泡了，完全不能用了。驿站呢，应该会存一些药物备用才是啊。属下问过了，前些时日用光了，还没来得及补充呢。这难道让三哥硬扛着吗？无妨，把伤口晾干，包扎一下，到下一个驿站再说。三哥，你好歹也是王爷，这日子过得……哎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太子的脑子是糊涂了吗？父皇都关注到洛城了，他竟然还搞这么多幺蛾子。不一定是太子所为，他不至于这么愚蠢。只是太子为笼络人心，对官员态度始终是容忍放纵，把他们的心和胆都养大了。哼，有这一次的事情，看他以后收不收敛。楚寒霄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食盒。三哥，驿站的粥喝得我嗓子疼，快打开三嫂的食盒，看看是什么好吃的。这是你三嫂给我专门准备的，冒着那么大雨，一个人骑着马，穿着蓑衣送来的，浑身都是被雨水湿透了，脸也被淋得冰凉。三哥，你别说了，这是三嫂给你的心意，我不能动。哎，总感觉他今日要吃了一口三嫂准备的东西啊，那简直跟不是人一样。是药，三哥，快看看有没有治疗你伤势的。这2个药瓶，药粉外敷，药丸内服，每日1次。1刻钟，楚寒霄包扎好伤口，穿上外衣，后背上的灼烧和疼痛彻底消散。三哥，这又是什么？你之前外出抄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怀里鼓鼓囊囊了。没什么，不过是八宝担忧我，把他最喜欢的锦鲤包送给我了。啊，三哥，我好酸呐！陛下让安王妃也给您准备就是了。明妃身体不好，我才不舍得她劳累。嘿嘿，时辰不早了，三哥你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们出发。好。这一夜，他本以为伤口会加重，影响睡眠，却不想一觉睡到了天亮。起身之后，瑞影帮他换药的时候，彻底惊呆了。昨天还流着血的伤疤，外表看着虽然严重，可皮肉内里竟然好了大半。主子，太神奇了！此事为绝密，不可告知第2人知晓。是。半月的路程被楚寒霄压缩到了10日。这期间，他还硬生生的拐弯，路过了苏城和滨城，斩杀6名贪污的官员。消息传到洛城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太子一派的官员却只感觉阵阵胆寒。
终于赶制完最后一批治疗疫病的药丸，慕云兰靠在椅子上，重重松了口气。主子，您这几日都没有好好休息，奴婢帮您按摩一下，您去睡一会儿。江离呢？在外等候消息。主子，江离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可需要我帮你诊脉？无妨，主子不用担心。最近这几日天气不好，你时常往外走，身上的旧伤更容易发作。我给你的药可记得按时吃。是，香梨不敢忘。外面情况如何了？太子一派的官员在推动舆情，针对朱颜阁和韩王殿下。仔细说说。对朱颜阁是之前那套言论，暗指主子笼络官员女眷，刺探消息，意图帮助韩王府结党营私；针对韩王殿下，则是说他嗜杀成性，戾气太重，有伤天和。国之储君关系着江山社稷安稳，如今洛城生灾，他想的不是第一时间赈灾平乱，安抚百姓，竟还想着兄弟内斗。单凭格局这一点，他就输了。主子，外面有些消息关于您的。我？是，您是朱颜阁主人的消息传开，引得百姓议论纷纷，但不知道为何传着传着，竟然成了您是神医，还说洛城的疫病别人没办法，您若肯出手，必定是可以药到病除。王妃，宫中有内侍前来传话，太后娘娘宣您即刻入宫。知道了，江离，收拾好所有东西，我从宫中出来，立刻启程。是。孙媳见过皇祖母，皇祖母万安。云兰，好孩子，你来了。我听说你这几日都待在朱颜阁，辛苦了。皇祖母，朱颜阁如今都要开不下去了，我去收拾收拾东西。姐姐说什么呢？你一身出神入化的医术，单单是开办一个朱颜阁，实在是屈才了。莫锦柔，你不是应该在芳菲院禁足吗？云兰，你和锦柔虽然是当家主母和妾室，可也是亲姐妹，就不要那么注重规矩了。她是哀家宣入宫中的。皇祖母，嫡庶有分，尊卑有别，不注重规矩，请恕孙媳不能答应。太后神色一僵，看向慕云兰的眼神带上十足的厌恶。哀家今日宣你入宫，是听闻你有法子治疗疫病，请皇祖母恕罪。不知哪里来的流言，实在是毫无根据。孙媳虽然懂些医术，可知道的都是调养身体的方子，能解决一些女人身上的小毛病，至于疫病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王妃姐姐，洛城千千万万的灾民时刻被疫病折磨，如今都有几千人丧生了。妹妹求姐姐不要藏拙，赶紧出手救救那些无辜的百姓吧。你觉得洛城灾民可怜就自己去，逼迫本宫的儿媳妇做什么？太后，德妃硬是要闯入殿来，奴婢等人拦不住，请太后责罚。太后摆了摆手，宫女们如蒙大赦，慌忙退了出去。妾身见过太后，请太后安。你们可真不愧是婆媳呀，一个两个的把哀家的慈安宫当成了什么地方？太后恕罪，妾身愿意领罚。只是我听说，不知道哪个畜生玩意儿把本宫的儿媳妇说成了什么神医，能治疗疫病，这不是狼子野心吗？德妃娘娘，太后面前你这般言语，似乎太过粗俗了些。本宫出身西凉，草原上跑马长大的，性格粗鄙，上不得台面，可也不是你一个妾室可以出口指责的。再说，本宫骂的畜生玩意儿又不是你，你急着跳出来，对号入座。母妃恕罪。母妃？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，也敢叫本宫母妃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本宫？德妃娘娘，贱妾知错，可是贱妾真的没有坏心呢。没有坏心，你逼迫本宫儿媳去治疗疫病，我看你分明是心肝脾肺都黑透了。娘娘，锦柔只是不忍心洛城百姓继续受灾疫之苦。王妃姐姐的娘亲可是鬼手医圣的关门弟子，德妃娘娘应该知晓那是何等厉害的人物。那又如何？王妃娘娘天资聪颖，开办朱颜阁2年，已经成为上京最受女子欢迎的地方，靠的不就是精巧的心思和超凡的医术吗？妾身都听说了，许多官员家的夫人就是吃了王妃姐姐开的调养身体药，变得精神焕发，百病全消呢。太后，德妃，身为宫妃，你应该以大局为重。来人，去告诉皇帝，让他来定夺。母妃，那就请父皇来吧。穆锦柔这一次终于学聪明了，她为洛城灾民请命，一下子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。她去治不好洛城疫病，会沦为罪人，甚至很可能丧命在洛城。她不去，神医的名号已经传扬出去，略加推动，外人就会以为她知难而退，见死不救，最后保全住了性命，却毁了名声，一辈子也别想翻身，真是好生恶毒的算计。德妃，你们婆媳来和太后请安。见过皇上。太后经过了祛太医的治疗，头风之症不再发作，云岚大功一件，该赏。皇帝，云岚可不仅仅能立下这一件大功，还有更大的功劳呢。哦，皇上，
王妃姐姐是鬼手圣医的徒孙，乃是名副其实的神医。如今洛城疫病越来越严重，姐姐若是能够前去帮忙，一定能拯救洛城灾民于水火的。你知道？外面都传遍了。传遍了？朕怎么不知道啊？哪个传的呀？皇上恕罪，这件事情奴婢也不知道从何传起。总之，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了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前往洛城。韩王妃，洛城的情况，儿媳听说了。今日一早传来的最新消息，洛城疫病横行，官员为了防治疫病传播，已经下令封城。不错，只是这是前7日的消息，如今洛城的情况如何，谁也不清楚。不过大概率只会更糟。你确定要去？是，儿媳身为皇家妇，自然也该为大周安宁贡献一份力量。儿媳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医，也没有碰到过疫病。不过为了洛城灾民，愿意勉力一试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儿媳。传旨，韩王妃深明大义，自愿前往洛城解百姓之困，赐盘龙金牌，见金牌如面君。各州府竭力配合，若是有悖逆者，格杀勿论。儿媳谢父皇。云兰，快起身！你跟韩萧一样，都是好孩子。今日所做之贡献，朕看在眼里。等你们平安归来，朕亲自设宴，帮你和韩萧接风洗尘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妹妹也很是关心洛城百姓，不如和我一起为那边的灾民尽一尽心意。姐姐，我受了伤，还要侍奉太后，怕是不能陪着姐姐一起前往。是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嫁入韩王府，带了不少嫁妆呢，不如捐出一部分来，给洛城灾民当做买药的钱吧。不知道妹妹是否舍得？我也听说了，你的嫁妆有80台吧？那就拿出一半来。是。一个妾室也敢有这么多的嫁妆？修国公府是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？皇上，修国公夫人还是好的，只是臣妾听闻这2年修国公府的后院是姨娘帮着掌家。姨娘掌家？哼，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修国公罚俸1年，那什么姨娘禁足抄经。至于你，韩王与韩王妃都为洛城尽心竭力，你身为侧妃，自然不能作壁上观，每日归京4个时辰，只能多不能少，潜心的诵读经文，为2位主子祈福，直到他们平安的归来。4个时辰，他还不直接跪死过去？父皇母妃，儿媳现在出宫稍作准备，立刻启程前往洛城。千里之外，洛城，事情要从10天前说起。混账！你再说一遍，这些银子早就送到了，为什么不买粮食救助灾民？2位殿下明察呀，不是下官不想买粮食，实在是没有人愿意运送粮食过来呀。都知道洛城出了疫情，根本没人敢来卖呀。开城门！不行啊，韩王殿下，现在洛城的灾民都快疯了，一旦打开城门，他们必定不要命的往外冲，到时候场面就控制不住了。洛城百姓都被关在城中，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为什么站在这儿？下官，来人，扣押逃出来的全部洛城官员，打断他们的手脚，连同着家眷一起扔回洛城。是。韩王殿下，你不能，我乃朝廷命官。有百姓，你们才是官；没有百姓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动手！是。所有逃出洛城的官员，通通打断了手脚，连同家眷一并扔入洛城。灾民听到城门口的动静，看到那些官员，心中的恨意再也克制不住，拖着病躯冲上前，用拳头、用牙、用脚，生生将那些官员捶成了肉泥。怒气得到了发泄，灾民没有立刻暴动。楚寒霄抓住时机，抄没了官员家产，诛杀一部分为富不仁的乡绅，抄出来粮食立刻煮粥发放给洛城百姓，洛城就这样安稳下来。可粮食问题仍旧要解决。楚寒霄直接下令动了苏城和洛城的囤积军粮。洛城府衙后院，三哥，好三哥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弟弟现在抱着锦鲤包包才好受些，不然一闭眼我就能看到黄爷爷。楚寒霄手指一顿，坐到一旁的椅子上。三哥，那么多太医和军医，还没有研究出治疗疫病的药方吗？总结出了几个方子，效果甚微。主子，大夫们又修改了一份药方，让他摇摇，本王马上过去。三哥，你不能再以身试药了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这么折腾啊！无妨，你好生休息。三哥，我来，你别去了。我有内力，体质也比你好，你安心等着。试药依旧没有成效，反倒是让楚寒霄的病情逐渐加重。3日后，整个洛城陷入浓浓的绝望，每日都有几百人丧生，死掉的百姓尸体不能入土为安，只能全部焚烧，让整个洛城都弥漫在一片悲伤压抑之中。三哥，四弟，你醒了？三哥，我怕是不行了。别胡说。三哥，跟着你办事我不后悔，可是明妃我最是放心不下她。三哥，你若是还能回上京，替我好好照顾她。我已经催那些大夫了，一定会找着治疗疫病的药物。三哥，
那些大夫都病倒了，你就别骗我了。这个时候要是能天降神医，我就拜遍天下神府，向南科了，向北科。皇爷爷呀，孙儿就要去见你了，希望你在地下同样英明神武，可以让孙儿继续当个富贵王爷，啃老嘛，不丢人。楚寒霄看向门外，他同样也在等待一个奇迹。恍惚间，他看到了慕云兰，开始出现幻觉了吗？主子，药，小莹莹，药没有？不是，药有了。神医，真的有神医！皇爷爷，对不住了，孙子我应该去不了了。三嫂，三哥，你掐我一下，我好像出现幻觉，看到三嫂了。啊，难道不是幻觉？神医呢？总不可能是三嫂吧？云兰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他上前想要牵住慕云兰往外走，突然反应过来自己也感染了。云兰，捂住口鼻，快离开！离开之后，立刻找地方宣证，免得……不许再说话，张嘴，吃药。云兰，回头再给你算账。三嫂，我自己来。你吃药不行了？不行了，三嫂，你再看一看，我觉得我还能救一救。我的意思是，药丸你吃不下去了，得用喝的。我手头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八宝的那个锦鲤包呢？里面的东西你们用了吗？啊！慕云兰将锦鲤包包肚子上的暗扣打开，从里面掏出2枚熏香丸，3只装着灵泉水加强版的解毒药剂，只要有一口气就能妥妥的吊住性命，不严重的毒直接就能解开。慕云兰打开一瓶，正准备给楚景木灌下去。我来。啊，就是这个香味。之前抱着锦鲤包包我就感觉很舒服，原来锦鲤包包里面暗藏玄机呀。三哥，我们好傻啊，真的。哎，不对，我之前觉得锦鲤包包里很沉，似乎是有东西，想要过捏捏看的，是三哥你不乐意，说捏了就不圆了，回头八宝该不高兴。给我走。楚景木很识时务，1秒睡了过去。时间紧迫，慕云兰转身向外走。跟着我做什么？云兰，一病迟迟得不到救治，洛城很快会成为一片死城，你趁着现在赶紧离开，来得及。离开？我走了，你呢？洛城必须有人镇守。所以你这是打算和洛城共存亡了？楚寒霄没有说话，坚定的神色已经表明了他的心迹。伟大的韩王殿下，那你就好好的守着洛城吧。至于我，不劳您费心。云兰，别多气，这里太过危险。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八宝和周周还那么小，他们该怎么办？你还知道八宝和周周呢？妖女，慕云兰，你这个妖女要害死我们的亲人，大家冲进去杀了她！云兰，谁逼迫你来的洛城？行了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，没事就去躺着休息，喝茶，接下来的事情我自己处置。云兰，灾异之下，外面那些灾民已经是被逼到了绝路，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。我生气了，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不信就继续拦着我试试。楚寒霄动作微顿，拉着他衣袖的手松开一点，又蓦然握紧。慕云兰不理他，抽出衣袖，转身向外走。楚寒霄不放心，依旧隔着距离跟着。江离，给咱们韩王殿下搬个凳子，省得他跟着累倒了。是。府衙门口聚集了不少灾民，他们一个个身形消瘦，面无血色，目光涣散，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洛城状况最好的人了。楚寒霄封锁城门，断了我们的活路。慕云兰一来就要把我们的家人拖走烧死，我们做错了什么了？凭什么他们躲在里面安稳稳，我们不仅要死，还要忍受骨肉分离之苦？冲进去，抓住那2个害我们的人，让他们付出代价！你们刚刚说什么？江离在。有谁在闹事？拖出去，直接斩首。是。韩王妃，你为什么拖走重病之人？你是不是想要将他们折磨死，然后一把火烧了事儿？放了我们的家人，即便是要死，也该让他们死在家里。死了还要被烧成灰，变成孤魂野鬼。死之前，我们就想让家人留在身边，这有错吗？就为了这件事？韩王妃，我们这些灾民不是人吗？我们就活该命如草芥吗？韩王妃，你好生的残忍呢！我们这一生安分守己，朝廷赋税徭役，从不敢是有这丝毫的拖延。我们老实了一辈子，现在就活该被烧死，活该死不全尸吗？把我们的家人还给我们！没错，你们不放人，我们拼了命也要将人抢出来。本王妃一入城，立刻下令将各家病重之人拖出，送至城中心的空置院落。你们以为我是要烧死他们？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的家人病得奄奄一息了，你下令将他们拖走，动作极其粗暴不说，还命人打了井水，
不断的对着他们冲刷。虽然院子有外墙挡着，可我们部楼都听到了，里面惨叫连连，堪比人间炼狱啊！狗官贪污赈灾银两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如今又感染了疫病，被封城，彻底没了活路。凭什么现在还要被这些人迫害？没错，把我们的家人交出来，不然我们豁出命去和你们拼了！哼，好，要把人带回去是吧？可以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等等，韩王妃，你说可以？没错，今天谁想把人从我手中带走，通通可以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之后若是再想把人送过来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不要了。我们才不会把人送过来等死呢！没错，死我们要死家里。那好，正好本王妃也要过去，那就一起走吧。你带过来的大夫们呢？都在府衙，一并带上。好，我立刻让人通知。洛城中心的位置是一座面积广阔的园子，那里一群奄奄息息的灾民挤挤挨挨的或躺或坐，他们四周正有人提着水桶不断将水泼在他们身上。见有的病人被水冲洗干净，立刻就有人上前将人搀起来，朝着身后的房间里拖。住手！快住手！见过韩王妃。免礼，继续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是。混账！你们都是畜生！他们都要死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他们？你发什么疯啊？知不知道这水很珍贵的？珍贵？是妨碍你们折磨人了吧？珍贵你怎么不自己用啊？畜生！你们就是一群畜生！你们，爹，你别怕，儿子这就带你回家。老人突然抽搐一下，缓缓睁开眼睛。爹！下一刻，老人一扭头，呕地吐出一口黄水。爹怎么了？是你害死我爹！你这个狗！爹，狗生在呢，我在呢。爹，你要说啥？哥！爹，你是不是让我替你报仇啊？你放心。杀父之人不共戴天，我就是豁出去命，也一定帮你手刃仇人。楚寒萧眼底杀机闪过，狗东西，快把老头子放回去啊！爹，你咋了？给我放回去！见汉子傻乎乎的不动弹，干脆扭头晃晃悠悠朝刚才的位置走去。恩人呐，你们继续。爹，狗剩，你老爹不是快断气了吗？怎么刚才还能自个儿走了？诈尸了？你诈尸，你全家都诈尸。我爹是好了，是有救了，只剩了一口气吊着了，怎么可能忽然的就……老人家别躺了，洗干净了就进屋里换干净衣服。你能自己走吗？我实在是拖不动了。老头子自己行，恩人们辛苦了。爹，我背你。滚！你身上脏，老头子刚洗干净，滚远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慕云兰将人集中起来，用水冲一冲，这些人就好起来了。这么简单就能治疗疫病了？本王妃即将给病人诊脉治疗，其他闲杂人等一律赶出园子。是。诊脉治病，这不是要杀人，是要救人啊！老天爷啊！韩王妃恕罪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上府衙闹事的。王妃，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救救我们吧！统统赶出去！是。好不容易见到了生的希望，这些人怎么可能离开呢？他们直接跪在园子门口，满脸皆是懊悔。眼看着计划不成，暗中挑唆灾民的闹事者准备溜走。闹了事还想跑？大人，我们之前是受了些蛊惑，是这些人一直嚷嚷着王妃要烧死我们的家人，求大人帮着我们美言几句，让我们进园子吧。我们王妃说了，她千里迢迢来救人，不是让人误会，被人指着鼻子骂的。是我们错了，我们糊涂呀。对了，我们王妃说了，她不是圣人，无法做到被冤枉了还既往不咎。不过我们王妃是医者，心地善良，也不能真的见死不救。王妃有何吩咐，我们一定全力完成，弥补报答王妃。你们想一想，刚才是不是有人混入你们之中，故意挑拨，延误治病时间呢？没错，是那些黑了心肠的畜生。如果这些人被找出来，你们是不是就能将功赎罪了？到时候我们王妃那么善良，还能看着你们吃死吗？你们好好的想一想，最近见到的陌生人或者身边言语异常、图谋不轨的，该抓的自己抓，抓不到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来抓。是，多谢大人指点。韩王妃能够治疗疫病的消息犹如甘霖，眨眼间笼罩荒漠一般的洛城。为了活下去，开始抓图谋不轨的闹事者。许多奸细到达洛城，还没有来得及施展，就被百姓抓住，扭送到楚寒萧的面前，直接当着洛城百姓的面将这些人尽数诛杀。10日一晃而过，主子，被王妃收拾入园子的重病病人共1300人，状况全部好转，只有8人因为年纪太大不幸死亡。按照王妃的吩咐，现在就可以将药方推广至整个洛城，救助全城的百姓了。方子上所需的药材是足够的吗？主子，王妃来的时候都想到了，她不仅带来了医疗队的人，还带来了许多的药材，都是洛城目前急需的，数量足够。最近有不少人要来洛城，既然这药材足够，那还是关好城门，以免这疫病外传吧。是，请主子放心，有属下在，谁也别想在这个时候来洛城。
发生天灾的时候没人来，现在灾祸平息，这些人就要来送粮送药了，分明是看到赈灾控疫病的功劳，想来分一杯羹的。师匠，其他事情我来。楚寒霄弯腰将他抱起来，他睡得很沉，面容泛着淡淡的苍白。楚寒霄看了他片刻，转身大步朝外走去。随着一项项命令下达，整个洛城四处点起火把，在夜色中快速忙了起来。药材被按照区域分发熬煮，灾民们终于等到了希望，谁也不敢破坏赈灾秩序，拿着碗十分自觉地排队领药。等楚寒霄带着一身轻露返回园子药房，慕云兰仍旧沉沉地睡着，让人用厚实的食盒送来菜肴，然后拖来一张椅子，靠在上面闭目养神，等他醒来。慕云兰记挂着病人的事情，睡着睡着忽然睁开了眼睛。醒了？我睡了多久了？4个时辰。你怎么没叫我？外面情况如何了？园子里一切如旧，没什么大碍。外面我已经让人按照街区分发药材，定点熬煮分发，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分到。那你可以吃点东西，然后接着睡。肚子不争气的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。饿怎么了？没见过人肚子叫啊。现在见过了。腹中的饥饿感让他没有过多细想，拿起筷子便开始吃饭。楚寒霄坐在一旁，时不时帮他布菜。被治愈的百姓走出园子，都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转身对着园子直接跪下。哎，大家这是做什么呀？你们的身体还没有好全呢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还是得按时喝药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及时到各个街区设立的义诊处询问大夫着。多谢恩人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地上潮气太重了，快起来吧。百姓们起身，眼神却时不时朝园子里张望。大家别看了，韩王妃这几日劳累，被韩王殿下盯着，到府衙休息去了。众人这才遗憾离开。疫病的阴影逐渐消散，赈灾银两一部分继续采买粮食，另外一部分以工代赈，组织灾民重建洛城，恢复耕种。慕云兰忙碌了10天，突然闲了下来，整日让江离将软椅搬到回廊下，一边赏花，一边懒洋洋的躺尸，直到楚寒霄忙完事情归来，告诉他该回京了。想起八宝和周周，这一刻归心似箭。我们回京顺利的话，是不是正好可以赶上中秋？啊，我们回去吧。八宝和周周定然是等得着急了。两人商量好返京，当天下午就准备启程。百姓们如往常一般等着韩王视察工作，只是等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依旧没能等到那道高大冷冽的身影。韩王妃要回京了。回京？洛城不是还在建设吗？怎么就走了？这么快都不让我们来送行吗？愣着干什么？城门口去啊！去得晚了，地上的车辙都看不到了。楚寒霄本来想让人准备马车，可此时慕云兰归心似箭，还是觉得骑马方便。走着走着，马儿渐渐慢下来。街道两侧聚满了百姓，有些人生怕赶不上送行，跑得面色通红。韩王殿下，王妃。诸位，洛城灾祸已平息，疫病也获得了控制。本王和王妃今日一看，望诸位安心的重建洛城，后会有期。慕云兰和楚寒霄对这样的场面都有些不适应，互相对视一眼，默契的驱马继续前进。韩王殿下千岁万福，韩王妃千岁万福。韩王殿下千岁万福，韩王妃千岁万福。付出有回报，救助被感恩，这种感觉实在是不错。驾！马儿迈开蹄子，飞速朝前疾驰。瑞影正准备追上去。江阴啊，你知道这世上除了大宴和小宴，还有其他的什么吗？安王殿下，主子和王妃都要走远了，什么宴等回京了再说吧。还有，我叫瑞影。江阴啊，我告诉你，除了大宴小宴，还有打扰别人恩爱最讨厌。虽然着急回上京，可到底不像去时那般着急赶路。洛城灾祸被平息的消息传开，莫云兰和楚寒霄路过各个驿站，收到的都是周全的照顾和百般讨好。眼看着距离上京还有5日的路程，楚寒霄收到瑞影调查来的消息。莫景柔修国公府。主子，王妃本来是计划着自行前往洛城的，可是她为了制药，一直没有将消息放出去。想不到莫景柔联合着柳姨娘，故意放出了她是神医，能够治疗疫病的消息，逼迫王妃前往洛城。柳姨娘有个极为在意的兄弟吧？是，原本是白参，借着修国公府的庇佑，开办了青楼、赌坊，赚了不少的黑心钱。之前宋听雨被捉拿时，那个府衙差役几次想要动手灭口，就是因为欠了赌坊的钱，被柳姨娘的兄弟拿捏住了把柄，断了那人的手脚，当着柳姨娘的面。是。瑞影刚刚退下，莫云兰沐浴完毕走了出来。你做什么？擦头发。我是说你擦我头发做什么？你不想擦，自然是我来了。仔细检查，发现头发彻底变干之后，终于满意的点点头。王爷，我们只是单纯的夫妻关系，像擦头发这种事情，以后还是不要做。单纯的夫妻关系，我知道了，云兰。说完，他若无其事的转身，继续去看上京送来的情报。八宝和周周需要爹爹，可他不需要相公。当个快乐的富婆，一个人独美不香吗？何必去逆着时代的洪流，
在一堆对三妻四妾习以为常的古人中，追求什么一心一意的真爱呢？楚寒霄是皇子，身份尊贵，还迎娶了一个侧妃，他们就更不可能了。他不是伴侣的好人选，但是却是一个极佳的合作伙伴，心性沉稳，出手果决，而且有身份有权利，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，默契地维持这段合作关系，那是最好的。慕云兰理了理头发，裹紧被子，在床上滚了滚，把自己卷成一个春卷，转身睡了过去。他走到床边，看着床上沉沉入睡的慕云兰，冷冽的眼眸闪过柔色。他躺到床上，看着身边的人形春卷，手指轻轻勾了勾被子边缘，被角纹丝未动，默默起身。不多会儿，拎了一串暖手炉进来，轻轻放在被子上。慕云兰越睡越热，迷迷糊糊地踢开被子，一夜好眠。慕云兰醒来，只觉得这一觉睡得格外舒服。王妃，王爷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驿站只有一间房，鉴于我们单纯的夫妻关系，也应该遵守同房不同床、同床不同被的2项基本原则。是，云兰说的很对，我的错。鉴于这是第一次，我就原谅你了，下一次必须得注意了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那云兰，你可以抬头，让我把手臂抽回来吗？麻了。慕云兰神色一僵，默默抬起头。还要麻烦云兰抬下腿，我的腿也麻了。云兰先洗漱，我去看一下早饭。他昨天睡觉还故意压紧了被子的，怎么睡一觉变成压楚寒霄身上了？关键这睡眠质量还挺香的。房门外，曾哥，你肩膀怎么了？可是后背上的伤没好透吗？好透了。那你刚才那是特殊情况。那你昨天还拿了那么多的暖手炉？胃寒啊？吃完了早饭，王爷，我们马上就要回京了，京城是不是也该热闹热闹？王妃说的是，那你觉得该如何热闹？王爷之前赈灾心切，好像挪动了军粮。的确，王妃为了救人，整日的住在园子里，鱼龙混杂，好像也不大符合规矩。曾哥为我，三嫂霸气，抱紧大腿必成大器。今天也是为三哥三嫂摇旗呐喊的一天呐。8月13，上京百姓为中秋团圆赏月做准备。好啊，韩萧稳住了洛城，及时调度粮食，平息了一场民乱，处事果决，头脑冷静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。德妃坐在一边，神色淡淡的，并未开口说话。德妃，韩萧和云兰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也准备准备啊！朕答应了云兰，等他们这平安回来，要亲自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。又正好的赶上了中秋，你呢陪着朕一起思量思量，该如何赏赐他们才是。皇上说笑了，为朝廷办事，为皇上尽忠，不是韩萧和云兰应该做的吗？皇上不罚他们就不错了。这什么话呀？朕是那赏罚不分的人吗？臣妾在后宫都听说了，韩萧和云兰还没回来，外面流言已经纷纷扬扬，说韩萧赈济洛城灾民用的粮食是军粮，私自调动，犯了规矩。这件事情不仅如此，还有我儿媳妇云兰说她身为王妃却不守规矩，和诸多病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男男女女乱得很。一派胡言！朕本就说过，事急从权，2个人可以行事，不必处处遵循规矩。竟是还有人传这样的流言来，爱妃放心，朕一定查清楚，绝不会委屈了韩萧夫妻。皇上说话算数，自然算数。那臣妾就放心了，臣妾就知道皇上绝对不是不辨是非之人。这参奏的官员也不知道是何居心，难道觉得皇上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？韩萧和云兰从不贪功，可有人却见不得他们好，这人还没回来呢，就着急的出手打压了。若让这些人奸计得逞，以后谁还敢认真的为皇上您办事？爱妃说的是，朕一定追查到底，把这散布流言之人乱棍打死。皇上真好。皇帝面带怜惜，轻轻拍了拍德妃的后背，安抚她的情绪。对了，八宝和周周昨天去太和殿，特别喜欢朕的玉玺，朕今天有空带他们去研究研究。皇上，八宝和周周太不懂事了，这玉玺是能随便玩的吗？臣妾回头就教训他们。皇上政务繁忙，早些回去歇着吧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大前天研究盘龙柱，前天研究九龙台，今天开始研究玉玺。皇帝霸占八宝和周周的借口是越来越离谱了。突然看到刚刚洗白白回来的八宝和周周。八宝、周周，来，皇爷爷抱抱。王爷爷。德妃还没有来得及阻拦，皇帝抱娃就走。皇上，爱妃不必送了，早些回去歇着。一国之君，真该让其他的妃嫔也看看这位陛下的真面目。8月14上京。哎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应该快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韩王妃竟真的能够治疗疫病，太好了！有了治疗疫病的药方，以后再遇灾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哎，快看，哎，到了呀！伴随着轰隆的马蹄声，2匹黑色骏马并行疾驰而来。皇上一早就下了旨，韩王和韩王妃一回京就立刻前往皇宫觐见。这样的情况自然不能让皇帝久等，一路顺利进入皇宫，远远的就看到等候在宫门口不远处的太子。见过太子。三弟妹，你们能够平安归来，大哥的心中实在是高兴啊。
都是一家人，快快免礼。父皇和百官在殿中等着给你们接风洗尘了。景木，这一趟你同样也出力不小啊。太子大哥，我可不是出力不小嘛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三哥弄来粮食，一车又一车，我跟着搬来着，胳膊都要断了，可累了。哎，太子大哥，父皇准备怎么赏赐我三哥三嫂？我出了那么大的力，怎么也能跟着受点赏赐吧？比如给我10几万两银子之类的。这，太子大哥，你是好人，之前我闯祸总是你帮着求情，这一次你帮我多要点赏赐，回头我分你1半也行啊。四弟，父皇还等着呢，你亲自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也好，三哥三嫂，快走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太和殿丝竹阵阵，八宝不急，坐着休息会儿啊，和皇爷爷一起玩小鸭子。你瞧，胖墩墩的多可爱啊！王爷爷，龙椅不能擅作，做的是大不敬，要掉脑袋的。王爷爷，爸！慕云兰和楚寒笑进来，娘亲！嘿，小心，台阶高，八宝小心点儿。娘亲，娘亲，周周想死你了！快让韩王妃坐下，另外吩咐膳房熬点冰糖雪梨水过来，少放糖，不能太甜了。八宝和周周啊，小奶牙稚嫩，糖吃多了会把牙齿吃坏的。皇上，八宝和周周年纪小，又是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久，想念得很，失礼之处还请皇上见谅。三弟，你和三弟妹离京之后，父皇一直很是担忧，快些仔细说说洛城的经历，好让父皇安心呢，也让姑和其他大人们学习，借鉴一些经验，以后再遇灾祸，定不能如这次一般手忙脚乱了。父皇，太子大哥，你们是不知道，这一次洛城赈灾真是苦啊！楚寒霄微微一愣，下一刻桌案下一只纤纤玉手伸过来，掐在他大腿上。父皇，出去2个月，儿臣终于可以安心的吃一口饱饭了。三弟、四弟、三弟妹，你们这一次前往洛城赈灾，的确是辛苦了。父皇，儿臣以为应该好好赏赐他们才是。父皇，太子大哥，我说的不是我们苦，洛城水灾本不应该如此严重，却因贪官延误、贪没赈灾银两而导致民不聊生，此乃百姓依苦。后贪污案被查，却没有以雷霆手段处置，从而导致某些官员心存侥幸，2次延误赈灾，只想活下去的百姓被安上暴民的名号。死伤者不知凡几，此乃百姓2苦，无粮无家，一子而食，已经是人间惨剧。可官员不作为，对灾情掌控不充分，甚至刻意让洛城数以万计的灾民自生自灭，从而引得发生疫病，雪上加霜，此乃百姓3苦。父皇，我们的受苦有您疼惜，可百姓们的苦楚又能向谁来诉说呢？父皇，儿臣不善言辞，父皇您是最了解的。儿臣王妃之所言，句句是儿臣的心中所想。洛城灾祸虽是平息，可死去的都是大周朝的子民，这样的伤痛，怕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。父皇，儿臣等人不要什么奖赏，只希望这一回洛城一案可以给天下官员一个教训，希望这样的苦难不要再降临到大周百姓的头上。父皇，儿臣也不要赏赐，经此一事，儿臣也想明白了，不能再虚度时光。以后再有什么差事，您派遣三哥前去的时候，别忘了儿臣。儿臣定然竭尽所能，帮三哥打下手，为咱们大周朝出力。好啊，你们都是朕的好儿子。韩王、安王，韩王妃为国为民，实乃大周之福啊！太子帮韩王、韩王妃邀功，这2人却为百姓发声，这格局上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。韩王之前战场领兵，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一次调查洛城案，临危不乱，处置果决，以最快的速度稳定了洛城。朕心甚为，韩王妃巾帼不让须眉，身为女儿身，却只身的前往洛城，平息灾祸，救助万民，乃女子典范。安王也不错，以往总感到你贪图享乐不着调，如今事业成长了，以后要多跟着你三哥学习，别再那么不着调了。楚景木挠着头憨厚一笑，都起来吧。是，谢父皇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不过大周有律法，朝堂有规矩，朕亦是赏罚分明。韩萧已是亲王之尊，这尊位上是没办法再提了。从即日起，向亲王双奉。至于说韩王妃，太子目光微动。皇上，有件事情微臣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提起的，可事情牵扯到了许多的官员家眷，微臣不得不说。讲。皇上，韩王妃设立了朱颜阁，那是单独服务女客的地方，不仅有裁缝、量体裁衣，帮官员女眷提供衣服，还有医者为其诊脉调养身体。最重要的是，朱颜阁中的药丸卖的价格奇高，微臣了解过，一枚简简单单的美容丸竟然卖到了100两银子一颗，每次贩卖都是每人限购7枚，这就是700两银子。皇上，这分明是借机敛财。另外，朱颜阁有意讨好，引得诸多官员女眷逗留。这2年，韩王妃隐姓埋名，改变容貌，隐瞒身份，又刺探消息，讨好串联官员之线。这说话的张御史是仗着言官的身份，觉得没人治得了他。太子，朱颜阁你可听说过？
对此有什么看法？父皇，儿臣对朱颜阁有所耳闻，不过了解不多，只知道是三弟府中的产业，具体做什么的，儿臣没有过多打听。不过儿臣相信三弟的为人，他不是喜欢结党营私、使用算计的。皇帝神色不变，心中却闪过一抹失望。皇上，微臣惭愧，对家中女眷约束不力，竟是让他们沉迷购买什么美容丸，还在朱颜阁聚集，失了体统，请皇上降罪。皇上，微臣也要请罪。楚寒霄目光冷肃，他正准备开口维护。父皇，说起朱颜阁，儿媳有一事，正想禀明父皇。起来说话，不必多礼了。敢问诸位大人，还有要出来为自己家人请罪的吗？官员们互相对视一眼，默契地坐在椅子上，没有作声。看来没有大人要请罪了，那我就要向父皇求恩典了。恩典？是，父皇，这个恩典不是儿媳为自己求的，而是为朱颜阁所有的客人求的。所有客人？父皇，朱颜阁开办之初，儿媳的确隐瞒了身份，为的就是不想让人误会，说韩王府敛财，勾连官员女眷。可没想到张御史还是参奏了我。微臣只是实话实说。父皇，朱颜阁开办至今，刨去成本，总共盈利15万两。皇上，您都听到了，15万两，足足15万两啊！一个借机敛财、与民争利的罪名，韩王府是跑不掉了。啊！谁？皇上面前公然殴打朝廷命官，简直放肆！皇上，周周，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，你为什么总打断我娘亲的话？你娘亲没有教过你，好宝宝要懂礼貌吗？大侄，你说的对，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，张御史你怎么不懂呢？皇帝没有开口，却在看到自家孙女气呼呼的神色之后，默默又给他塞了一块月饼。那就请韩王妃好好解释解释，赚了那么多银子的朱颜阁有什么功劳可请吗？父皇，朱颜阁每一笔银子进账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这一次洛城发生疫病，儿媳购买药材，制作治疗疫病的药丸，靠的就是这些银两。父皇，洛城此时平息疫病，单是药材花费总共23万两，其中朱颜阁贡献20万两。刚刚你说盈利15万两，怎么如今又变成了20万两了？儿媳离京前往洛城之前，晋国公府君老夫人、安顺侯府大房卢夫人等一共16位客人捐献首饰银两，总计白银5万两。这些账目上皆有记载，购买药材的产地、价钱、运送途径、使用情况，账册上也记录得清清楚楚。父皇可请人检验。户部尚书立刻上前拿过账册粗略一番。皇上，臣在核算洛城赈灾银两的时候，就觉得账目不对，尤其是治疗疫病的药材花费，理应该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才是啊。本想着等韩王和韩王妃回京询问清楚之后，再向皇上禀告，却没想到原来购买药材所用的银两，竟然是韩王妃支出的。王妃大义，下官万分钦佩啊！朱颜阁开办的初衷，只是不想埋没我的医术，顺便能为女子谋一份福利。之所以将价格定得高一些，一来是药材品质绝佳，都是顶好的；二来是不想与民争利。父皇，儿媳可以降低价格，可儿媳降了，其他的药铺要不要跟着降呢？朱颜阁不在乎赚不赚钱，毕竟儿媳只是一时兴趣。可国家有法度，市场同样有规律，儿媳自己开心了，恐怕上京的一半大药房、药铺都会被朱颜阁挤死。皇上，韩王妃说的对，谷贱伤农，米贵伤民，市场交易同样有自己的价格规律，绝不能轻易打破。朱颜阁定价高昂，服务的都是官员女眷，如此反倒是将影响降到了最低，不会给普通百姓造成负担。多谢户部尚书仗义直言。父皇，儿媳的初衷并不是赚取多少银两，所以赚到的银子始终都是好好的存着，等着有合适的机会拿出来回馈百姓。朱颜阁的客人们也是善良之人，得知儿媳前去洛城，纷纷主动捐款，希望对洛城灾民有所帮助。洛城疫病平息，不仅仅是儿媳一个人的功劳，朱颜阁所有有爱心的客人们同样功不可没。儿媳想做的就是为他们请功。官员们愣住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天大的功劳，韩王妃竟然愿意分他们一杯羹。韩王妃不愧为女子楷模，朱颜阁的客人们也是好样的，该赏。多谢父皇。朱颜阁既然是你为弘扬医术而开办的，那么大可继续开办下去。至于说朱颜阁的客人们，人数众多，皇帝一时之间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赏赐。父皇，儿媳斗胆，不知能否请父皇为朱颜阁题字？有了御赐的招牌，想来以后像张御史口中的那些误会，应该就不会发生了吧？皇上，臣妾觉得这个赏赐极好，文武百官为朝廷尽心尽力，身为官员家眷，自然也有报国之心。只不过女子身份，做事难免受到诸多限制。不过这心意却不打折扣。正值中秋佳节，不如就辛苦皇上多题几幅字，并着月饼一起送出宫去，赏赐给那些女眷。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？皇上圣明，微臣等人叩谢皇恩。好，来人，准备笔墨。皇帝来了兴致，直接让人将朱案摆放到御花园，要一边赏月一边题字。
是娘亲的朱颜阁，周周认识。手中的月饼一个没拿稳，直接掉进砚台的墨汁里，正好滴落在写着朱颜阁的纸上。妹妹，周周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皇爷爷在写。父皇，不如就让八宝和周周在您的题字上按个手印，回头一并踏下来，制成牌匾，挂到朱颜阁的大门口上。朕怎么是没想到啊，这个主意好啊！八宝、周周，来，跟皇爷爷一起给你们娘亲的朱颜阁做牌匾。皇帝的大字写了24幅，除了朱颜阁，给其他女眷的都是一个善字。就这样，官员们都激动得不像样子，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乖宝，你们瞧瞧，这张草书的朱颜阁3个字怎么样啊？厉害的皇爷爷，刷刷刷刷，像小龙龙在爬。妹妹是笔走龙蛇。哥哥说的对，也像小蛇。陛下的字大气磅礴，铁画银钩，宛若……你们该赏花的赏花，该吃月饼的吃月饼，别吵，一群破锣嗓子，都是把八宝和周周这小奶鹰盖住了，聒噪。以往皇上最喜欢听他们花式各种吹了，今天怎么这么不耐烦呢？玉兰，这些字母妃给你收着，让后面内务司都制成牌匾，你的朱颜阁换着用，开心了一天换一个，不开心了换到你开心为止。我看谁还敢拿朱颜阁说事。多谢母妃，我自己带出去，让人制作牌匾。外面的人哪有内务司里的工匠手艺好？关键的是省钱。皇帝足足写了30多张，才意犹未尽的停了笔。乖宝啊，皇爷爷收藏了很多名贵字画，你们有这兴趣印手印吗？父皇，您写了那么多字，必定是累了。八宝和周周沉甸甸的，别累到了您。朕不累，抱2个乖宝怎么会累呢？慕云兰只好坐到一旁休息。时间一点点推移，眼看着月上中天，看时间，这宴会也该结束了呀。慕云兰有些困倦，掩着唇打了个哈欠。父皇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八宝和周周也该睡觉。不错，时辰不早了，你们都散了吧，朕也该回去休息了。父皇，儿臣和王妃这就马上出宫，您把八宝和周周给儿臣吧。楚含笑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皇上，八宝和周周必定也想自己的爹爹和娘亲。八宝和周周跟着皇爷爷最好，他们自己都说了，对吧，乖宝？周周已经困迷糊了，八宝倒是清醒，不过他小脑袋瓜一转，明智的没有出声。父皇，八宝和周周是儿臣的孩子，天下之万民都是朕的孩子。父皇，您如果想念这八宝和周周，儿臣自然会带他们入宫拜见的。朕现在已经开始想了。皇上，八宝和周周不可能一直不出宫，你今天不放人，以后再想见到，就该轮到人家不放人了。韩王妃呢？父皇，您不嫌打扰的话，儿媳定然时常带着八宝和周周入宫请安。时常？朕忽然想起来，你的朱颜阁女客众多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吧？太医院这不少太医精通千金课，你要是有需要，让太医院的人轮流过去一诊。多谢父皇，儿媳刚才瞧着八宝和周周这2个月竟然白胖了不少，父皇和母妃对他们的照料比儿媳都要细心，以后经常入宫，父皇母妃不要嫌烦。朕这忽然想到啊，这朱颜阁你花费了心思与时间，赚些银两也是应该的。韩萧这花钱大手大脚，这些年府中也没什么积蓄，你该赚的还是得赚，也不能太过淳朴良善，和那些夫人小姐该怎么来往就怎么来往。朕相信你有分寸。父皇，儿媳才想起来，明日要去看看朱颜阁，忙不过来的话，八宝和周周就给您送入宫吧。孩子们，不是娘亲势利眼卖娃求荣，实在是对方给的太多了。好，这才将2个小奶团交给楚含萧。看到官员们目瞪口呆的神色，差点忘了啊，还有件事，含萧已经是亲王，没有什么可封赏，倒是可以赏一赏八宝和周周。八宝封郡王，周周呢封郡主，这封号码等过2年，朕亲自来取。谢父皇。好了，不用行礼了，出宫吧。三弟，八宝和周周小年纪有了封号，我这个做伯伯的也该送上一份贺礼才是。明日就让人送到府上。多谢太子。八宝和周周是皇孙一辈中第一个有封号的吧？是。这就有些扎眼了。我们的孩子什么都知道。看着2个孩子甜甜的睡颜，慕云兰也渐渐有些困倦。她靠在楚含萧的肩膀上，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便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穆侧妃，王爷和王妃入宫赴宴，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。您还是回芳妃院吧。请管事，我想在这里等王爷和王妃姐姐，他们一路辛苦，我也该第一时间行礼问安才是。还请秦管事理解我的心意。穆侧妃，不是奴才不留情面，实在是皇上之前下令禁了您的足，还命您每日跪经啊。我自然不敢违抗圣命，皇上让我跪经，直到王爷和王妃姐姐平安归来。如今他们不是回来了吗？那侧妃请便吧。结果1个时辰过去了，2个时辰过去了，穆锦柔从刚开始面带微笑满心期待，到后面腿麻脚酸脸色发白，就在他等得满心焦躁，几乎以为2人留宿宫中不再回来的时候，高大的马车终于拐过街角出现在他的视线中。主子，王府到了。
穆锦柔走上前去，想让楚寒霄第一时间看到自己，结果好一会儿就见瑞影掀开车帘，楚寒霄抱着穆云兰小心从马车上走下来。爸爸和周周也睡了，把他们抱下来送到蓝翠居，小心一些，不要把他们吵醒了。是。上路。王爷，妾身日日归京，祈求您和王妃姐姐平安归来。如今得偿所愿，心中万分激动，必定继续沐浴斋戒，潜心抄写佛经，向佛祖还愿。等了一会儿，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。王爷，妾身知道之前不懂事，惹了王妃姐姐不开心，妾身保证今后。穆侧妃，穆锦柔一愣，才发现面前除了秦管事，早已经不见了楚寒霄的身影。秦管事，王爷。王爷早就抱着王妃回揽翠居了。今天天色晚了，您若是有什么话想说，明日一早再说吧。楚寒霄竟然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穆锦柔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可真是揣着剃头刀子去安堂，自讨没趣呀！穆云兰一觉睡到天亮，她怎么睡到这里来了？哇，厉害，姐姐好厉害！楚寒霄没有开口，打拳的动作却是越发凌厉帅气。穆云兰看着不由得微微愣神。结巴，你能不能别往前凑了？再往前，王妃就发现我们了。王爷内力高深，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吗？哎呀，你也惊呆了吧？王爷以前教导我们，练功不能摆花架子，不能图好看，练功就是为了杀敌，要做到招招致命，拳拳见血。可是现在，瑞影带头，护卫们一哄而散。爹爹，你是最厉害的爹爹！爹爹会成为最厉害的爹爹，保护我们周周和八宝。哥哥，该你了，你试试。爹爹抱着打拳，周周向下飞哦。不用了，哥哥不喜欢。八宝早会懂事，会走路，就开始帮他照顾周周，加上喜欢看书，曾经也以为他是喜欢安静不爱热闹的。有一次八宝玩泥巴过后，心急复发病倒，烧得迷迷糊糊的。八宝不乖，八宝给娘亲添麻烦了。八宝的病好了，专门带着他和周周去玩泥巴，结果他却再也不碰了。问他，他便说不喜欢。这才知道他并非不喜欢，而是太过懂事，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不想添麻烦。八宝试过之后才知道喜不喜欢，现在愿意试试吗？八宝看到伸到自己面前的大手，不由得抿住唇角。八宝不喜欢打拳的话，爹爹还会刀、剑、戟、棍术也会一些，不过不怎么精通，爹爹可以学。不了，哥哥真的很好玩的。爹爹会保护好八宝，不会让八宝受伤的。八宝可以给爹爹一个展示的机会吗？八宝认真思考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的将小手放在楚寒霄的大手上。穆云兰有些担忧，八宝的心急已经稳定，可还是比同龄的孩子体弱，需要格外的注意。他正想要提醒，却发现楚寒霄动作格外沉稳，比带着周周玩的时候慢了许多，期间还不忘时刻关注着八宝的神色。八宝刚开始小脸还挺严肃，慢慢的变得开心起来。在跟着楚寒霄学习打拳，成功的给自己转迷糊之后，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。一套拳法打完，八宝眼神亮晶晶的。爹爹可以教八宝和周周功夫，既可以强身健体，也可以保护自己。周周要学，周周要保护哥哥和娘亲，还有爹爹。八宝会努力学的。喂，3位武林高手，我们是不是该吃早饭了？娘亲，娘亲，我告诉你，爹爹好厉害的。怎么个厉害法？爹爹力气好大，可以让周周坐他肩膀上，然后带周周打拳，超级厉害。爹爹，你可以抱着娘亲打拳吗？可以。可以什么可以？你不行。娘亲，可以试试，试试才知道到底行不行。不用，娘亲懂医术，一看就知道。他不行。说着，他便准备逃离现场。松开，别闹！楚寒霄，你别胡闹！你快放开我！要是我放开，王妃又该说我不行了吗？你行，天下人谁都没你行，好了吧？王爷，你行。楚寒霄轻吸一口凉气，眼底笑意却更加浓郁几分。用过了早饭，八宝和周周学练武的兴趣空前高，楚寒霄便带着他们在院子里玩耍，练习基本功。穆云兰躺在回廊下的摇椅上，想着下午时分带八宝和周周入宫一趟，毕竟好处拿了就得用娃去换。妾穆锦柔求见王爷、王妃姐姐。王爷，你的侧妃求见呢？王爷是见还是不见？后院的事情，王妃做主，本王听你的。花间，请穆侧妃进来吧。是，妾身见过王爷、王妃姐姐，给王爷、王妃姐姐请安。穆云兰微微抬手，王妃请穆侧妃免礼起身。妾身有错，不敢起身。八宝和周周停下练习，好奇打量穆锦柔。把2位小主子带下去更换衣服，仔细些了，别着凉。
是。妹妹这是做什么呀？王爷、王妃姐姐之前妾身不懂事，惹了姐姐误会，特来赔罪。我和你之间的误会还挺多的，你指的是哪一桩啊？姐姐，这第一点自然是小金，是妾身御下不严，却差点误会了姐姐和2个孩子。第二点是那个骗子宋听雨，我识人不清，虽好心帮着姐姐，却让他骗走了姐姐的嫁妆。这第三点自然是姐姐去洛城这件事。妹妹虽是好心，想解救洛城的百姓，却忘了顾虑姐姐的安危。能屈能伸，是个狠人。王妃姐姐，你和王爷前去洛城，妾身每日在佛祖面前潜心跪经，静思己过，越想越是觉得心中有愧，请王爷王妃姐姐给妾身一个弥补赎罪的机会吧。妾身今后一定安安分分服侍王爷和王妃姐姐，为韩王府开枝散叶。开枝散叶？哼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这是看着八宝和周周受宠，他也想要个孩子了。弥补？你打算怎么弥补？王妃姐姐，这单子上的东西是妾身的全部身家，愿意拿出来弥补王妃姐姐丢失的嫁妆。另外，这里面还有妾身抄写的佛经。你的手不妨事的。回禀王妃，侧妃为王爷王妃的平安日夜挂心，为了感动佛祖菩萨，一直刺血抄经。王爷，你不瞧瞧？瞧着了。王爷不准备说些什么？本王重规矩，见不得有人僭越。以后在韩王府对王妃的称呼不必再加姐姐2个字。王爷，记住了？是，妾身记住了。本王性子冷，不喜欢喧闹。以后没有本王的命令，揽翠居你就不必来了。行了，本王和王妃要休息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穆锦柔摇晃着起身，走出揽翠居，双膝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，一路仓皇回到芳妃院。侧妃，王妃吩咐让奴才等人将您弥补王妃的东西抬到西院去。是，都在厢房中，请管事请便。穆锦柔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无力跌坐椅子上。穆云兰，这个贱人，一定是穆云兰跟王爷说了我的坏话，一定是。人都回来了，姨娘那边也该有动静了。穆云兰对着楚寒霄左看右看。王妃在看什么？王爷，穆锦柔好歹也是个大美人啊，你今天这般可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。本王不懂。他本就是性子孤僻清冷之人，只在乎自己在意的人，其他的无需懂，也不想懂。王爷王妃，顺天府尹求见。顺天府尹，他来做什么？王爷，顺天府尹带了差役，抬了不少东西，说是根据宋听雨交代找回的王妃的嫁妆。没想到他竟让乖乖送来了。云兰，去看看。好。两人来到前院。下官见过韩王、韩王妃，免礼。请王妃查验一下，这些东西是否和您的嫁妆对应得上？看样子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多谢顺天府尹帮我寻回这些东西。韩王妃千万别客气啊，这都是下官应尽之责。既然东西送到，那下官也该告辞了。一番客气寒暄之后，顺天府尹带着人离开。穆云兰看向那些箱子，心思快速地转动着。突然，在扫过一个箱子的时候，她的目光猛地一凝。穆云兰思绪快速翻涌，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闪现。尖锐的疼痛涌入心头，带着浓浓的酸楚和愧悔，那是原主残留的情绪。瑞影，请徐太医把箱子搬走，仔细检查可否藏毒。不用，东西没问题。我只是突然想到，王爷，时隔4年，我是不是也该去修国公府回个门了？好，对了，我们回来那天的中秋宴，那么多官员都去了，怎么是唯独没有见到修国公府的人？老夫人年迈，修国公自己告的病假，国公夫人也在病中，其余人等没有资格参加。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第二天，想到去修国公府有可能发生的不愉快，穆云兰果断将2个宝贝打包送入宫中。不想她正准备前去修国公府，却收到国公府送来的书信。华坚，去芳妃院通知穆侧妃，让她和我们一同回去。祖母想她了。她要好好看看修国公府这座大宅究竟水有多深。马车行驶了小半个时辰，才抵达修国公府。楚寒笑率先下了马车，对着老夫人行晚备礼，而后才转身打开车帘，迎穆云兰下车。云兰，妹妹，目光难掩激动，不过对上她的眼睛，却又紧张地退回去。见过祖母。韩王、韩王妃，老身怎当得2位如此大礼，真是折煞老身了。本王是云兰的夫君，乃是晚辈，对老夫人行礼，您自然受的。韩王殿下快免礼。这话虽然在理，可老身也清楚，修国公府没有教养好云兰，让她当年犯下错事。老身一直想着该去韩王府，带着不争气的孙女儿向你赔罪才是。云兰极好，为了八宝和周周，这4年受尽了苦楚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她跟孩子们，是该我向老夫人和岳父、岳母请罪才是。锦柔，快过来。
秦柔拜见祖母，拜见父亲和诸位兄长。你呀，就是如此懂规矩。快起来，到祖母这里来。穆锦柔起身，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扶住他的手臂。韩王殿下，云兰被娇养着长大，性子完全养坏了。不过呀，我这孙女儿锦柔倒是温柔体贴又懂事儿。不过到底年纪小，这些时日没给殿下添麻烦吧？老夫人，这是哪里的话呀？一个妾室，性子乖顺本分，能够伺候好王妃就可以了。本王这平日里事情繁忙，没那么多精力去关注无关紧要之事。老夫人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眼神冷冷看向穆云兰。父亲怎么不见我母亲？乖女，回禀韩王妃，殿内病重，起不来身，所以不能前来行礼拜见。末将见过韩王妃。他终于明白修国公府为何摆出这么大阵仗了，是想借此给他扣上一个恃宠而骄、打压家人的不孝名声。今日日头大，请韩王妃入府说话吧。说着，他便转身让路，示意穆云兰和楚寒霄先行。父亲，三位哥哥，你们这般不欢迎我，这府门我不该进的。可我担心母亲入府拜见完之后立刻就走。来人，把礼物抬下来，你们暂且等候，我入府探望完母亲，立刻离开。乖女儿啊，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妹妹，你都多久没回家了？来了自然要多待一会儿啊。是啊，妹妹你别生气，哥哥们最近在读书了，不像以前那样整日舞枪弄棒，让你看了厌烦。哎，妹妹，你相信我们，你不信的话，三哥给你背一段千字文咋样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那啥来着？老夫人脸色瞬间黑透。昨天她千叮咛万嘱咐，今天一定要恪守规矩，结果这群人眨眼就给忘了。怎么感觉这一家子都不太聪明的样子？父亲和哥哥拦着不让我走，这是欢迎我回娘家的意思？乖女儿啊，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呀？这里是你的家，爹爹和你的哥哥们日夜盼着你回来呢，怎么会不欢迎呢？父亲，哥哥，虽然我嫁人了，可也是修国公府的小姐。出嫁后，我第一次带着夫君回娘家，是想让父亲和兄长们看看我过得是否安好。韩王尚且行了晚辈礼，你们对我却是一口一个韩王妃的。知道的是我们国公府规矩重，对皇家全心全意的敬重，可不知道的还以为父亲和兄长们是彻底和我生疏，不喜欢我再来国公府呢。乖女儿啊，爹爹可没有那么意思啊。母亲，您瞧，我就说云兰嫁了人，也还是我的乖女儿。您非说要重规矩，不能给她丢脸。我今天还特意修了胡子。老夫人，哼，差点忘了，这也是个搅事精，还是个地位不一般的搅事精。哎，妹妹，我们可没有不欢迎你的意思。听说你要回来，大哥亲自盯着人，把你的房间里里外外打扫了3遍。你二哥怕养的狗吓到你，直接用布把嘴都给他缠上了。还有你三哥连夜打扫演武场，把马厩里的马儿大大小小全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。礼仪规矩的确重要，可一家子哪里用得着那般生疏？走，快回府，太阳大，别给你晒坏了。哎，妹妹不怕，哥哥们给你挡。岳父和几位兄长不用担忧，本王带了伞了。修国公皱起了眉头，3个哥哥眯起了眼睛。我先去给母亲请安。乖女儿，妹妹，祖母，姐，王妃忧心母亲，着急快走了2步，定然不是故意无视您的。韩王殿下，云兰举止无状，还请殿下勿怪。老夫人多心了，我怎敢责怪啊？云兰开心就好了。说完，他也不管老夫人什么反应，径直跟了上去。莫云兰走了没多远，脚步便越来越慢，眼前的府邸已经完全不是记忆中的那座。老国公在世的时候提倡节俭，府中的一应布局都以简洁大方为主，而如今府中格局大变，到处栽种了艳丽的花卉，就连他小时候最喜欢的那株梧桐树都被砍掉了。不好了，夫人！莫云兰心头一惊，大步朝房间走去。站住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夫人的房间？让开！夫人病重，你擅自闯进去，说是惊扰了夫人，你负责吗？我是穆云兰，还不能进房间看自己的母亲了。见过大小姐，夫人正在调养，您还是等等。一名侍女还想来拉扯她的腿，被穆云兰一脚踹到一旁。她推门而入，眼前骤然一黑，房间内满是浓郁的药味，还夹杂着艾草熏烤留下来的浓烟，她都觉得喘不过气来，更不要说是病人了。主院之外，汉王殿下，夫人生病已久，大夫叮嘱了，不能见风，不能被人打扰，就连老爷都只能每3日过去探望一次。韩王身为皇子，身份尊贵，这后院还是不要去了，免得沾染了病气。让开！韩王殿下要过去也可以，还是先让侍女通报一声，让陆氏穿戴整齐，收拾一下妆容，以免失了仪态。您说呢？岳父，岳母身体不适，您不去看一看吗？是，我该去看看。老爷不好了，夫人快不行了！胡说什么呢？夫人好好的，怎么会有事啊？老爷，奴婢不敢撒谎，夫人真的不行了。母亲。就在这时，就见一只白鹤坠落，直直朝着主院的方向而去。白鹤坠空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前朝末期，帝王昏庸，民不聊生，那时就是见白鹤坠空，
诸多义军才揭竿而起，这可是大大的不祥。快看看百合掉落到哪里去了。是。修国公神色仓皇，朝着主院的方向跑。夫人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修国公一把推开房门，楚寒霄担心慕云兰，紧跟着走进去。老夫人和柳氏等人紧随其后。床边，慕云兰愣愣地坐着，床上骨瘦如柴的修国公夫人陆氏双目紧闭，瞧着已经没有了声息。三兄弟瞬间跪在地上。我可怜的儿媳妇，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呀！夫人不会有事的，妾身还要跟在夫人身边听您的教导呢，您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慕云兰一个踉跄，差点没有站稳。云兰，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成了。夫人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大夫，快请大夫！老爷，夫人她已经去了。闭嘴！你敢诅咒当家主母？老爷，给妾身1万个胆子，妾身也不敢啊。只是夫人她真的去了。修国公颤颤巍巍抬手去探陆氏的鼻息。怎么会啊？把那个庸医叫过来，他早晨还说母亲的病症已经有所好转，这才几个时辰，怎么就出事了？一定是他庸医害人。不是那个大夫，是大小姐，是她害死了夫人。放肆！小小婢女竟敢污蔑韩王妃，简直是满口胡言。奴婢没有一句谎言，大夫吩咐了，夫人要静养，不能见风。是大小姐硬要闯入，还打开了窗户，奴婢阻拦了，可大小姐一意孤行，还一脚踹在了奴婢身上。老夫人，老爷，你们看看那窗户，看看房间中被灭掉的熏案，就知道奴婢所言不虚了。云兰，是你做的？的确是我开了窗户，浇灭了热熏所用的艾草。可是我，夫人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？你把贱妾也一并带走吧。您平日里那么温柔善良，怎么就走了呢？该死的是贱妾呀！穆景柔也已经哭成个泪人，他捂着胸口抽噎，几乎要当场晕厥过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就在这时，嬷嬷捧着一只血淋淋的白鹤走进屋。老爷，白鹤坠空，这是大不祥，夫人走得不安生啊！慕云兰，你这个孽障，还不快给你母亲跪下！祖母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想想自己做的好事，还敢问我什么意思？我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硬闯进房间？是不是你打开窗户，浇灭了熏艾，阻挡了你母亲的治疗？是我开的窗，灭的艾，可我没有妨碍母亲治疗。你母亲都过世了，你还嘴硬不承认？你这个孽障，竟然糊涂到了这等境地！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？老夫人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。韩王殿下之前诚心为太后抄经，孝心感天动地，缓解了太后的头风之症，可见也是个纯孝之人。如今却要护着慕云兰这个害死生母的孽障吗？母亲，云兰最为孝顺，她不可能是害死夫人的凶手啊！祖母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是啊，妹妹最是孝顺了，懂规矩，她怎么可能会害母亲呢？糊涂！你们几个糊涂啊！陆氏是我最看重的儿媳，是当家主母，她过世了，你们却要维护害死她的人。可是云兰不会的。老爷，妾身知道您难以接受，可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而且云兰她自己都开口承认了，这贱妾也痛心，可事实无法更改啊！母亲，锦柔才刚刚出嫁，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您，你怎么就被害死了？云兰，我相信你。他目光平静扫过房间中的众人，一一分辨着他们的神色。祖母，我是你的亲孙女吗？你当然是老身的亲孙女儿，可老身也不能因为血脉相连就包庇你这个孽障。那祖母准备怎么做？大义灭亲，把我送到官府去？不行，母亲，云兰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夫人最为疼爱的孩子。那陆氏被害死，就这么算了？事情还未查明，还要怎么查？大夫清晨才诊了脉，换了药方，你也是亲眼所见。陆氏的确是好转了，可转眼间就被慕云兰这个孽障自以为是的害死了，你还帮着他说话？母亲，陆氏是云兰的生母，她不可能故意害死她的。老夫人，老爷说的对，云兰不可能故意害死生母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姐姐也是懂医术的，应该是想救母亲吧，结果匆忙间好心办了错事。祖母，您饶了姐姐这次吧，她现在也一定后悔万分。慕云兰，你有什么话说？祖母，我真的是你亲孙女吗？当然是，你反反复复这么问，是想表达什么？
我是不敢相信，原来血脉骨肉之间也会做出互相残害之事。妹妹，我相信你不会害母亲的。祖母，这其中必定有误会。好，你们都相信他，是我这个做祖母的不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通知官府，直接让人来查。不可！好啊，祖母立刻报官吧。你认命了？不，我是看不惯有人草菅人命。老夫人，云兰一时接受不了自己无意间害死生母，受刺激过大，您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哼，老身若是真要治他的罪，早就让人报官了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？哼，你现在报官也不晚。云兰，快别说气话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样的事情怎么能闹得人尽皆知？若被外人知晓，你以后该如何立足？那依柳姨娘的意思，这件事该怎么办啊？老夫人，您看，韩王殿下，穆家管家不严，让您见笑了。云兰这性子，我这个做祖母的是给她掰不过来了，将她嫁到韩王府，实在是对不住您。不过还好，这个锦柔她是个万般懂事的，闹出了这样的丑事，殿下对云兰应当也是失望至极吧。若是殿下想与她和离，修国公府必然赞同。只希望殿下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留她一条性命，不要将这件事情散布出去。和离？是，云兰做出了此等畜生不如的事情，哪里还有资格当韩王妃？等王爷与她和离之后，穆家会选一处安堂，将她送进去，对外宣称她出家，让她从此在安堂吃斋念佛，赎清罪过。你们这是把我的结局都给安排好了？孽障！你以为自己懂些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？你能治得了疫病，靠的不就是你母亲那本医圣手札吗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神医了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位老夫人为的就是那本手札吧？祖母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能够治疗疫病，靠的自然是我自己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医圣手札。你真是罢了，云兰，别怪祖母心狠，祖母只是为了你好。若是再不对你多加约束，总有一天你会闯下弥天大祸，到时候别说是修国公府了，就连韩王府都要跟着一并受牵连。韩王殿下，您若是没有意见，老身这就让人准备笔墨，让云兰孽障写下请离书，您拿着往皇上面前一送，就可以与他和离了。穆云兰没有作声，扭头看向楚寒霄，楚寒霄眉头紧锁，他沉默着没有作声，惹得他眉目生怒。知晓云兰对和离一事不是全然无动于衷，他心中说不出来的高兴。韩王殿下这么高兴，也别写什么和离书了，直接写休书，还能显得你更加大义灭亲一些。本王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义灭亲，只知道这帮亲不帮理。老夫人，时间久了，您是不是想不起来本王的岳母出身自陆家了？老身怎会忘记？陆家的老家主也是同先皇一起打天下的功臣。陆家这满门忠烈，为护皇爷爷安全，誓死抵抗敌军。陆家上下83口人，全部的壮烈牺牲，只留下了岳母一个孤女。皇爷爷还曾想下旨封她为公主，却被岳母以无功不受禄婉拒。殿下说这些做什么？本王是要提醒下老夫人，岳母虽是没娘家庇护，可是陆家战功赫赫，先皇特许随葬皇陵，也不是什么人都想害她就能害她的。王爷，自从王妃嫁入韩王府，夫人日夜担忧，思念女儿，身体就不好了。这2年更是汤药不离口，本来有所好转的，是王妃打断了夫人的治疗。王妃的医术精湛，怎会害死岳母？岳母究竟是如何过世？这些年经历过了什么？本王自会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所有做过亏心事、为难、暗害过他的人，本王和王妃必定会为岳母讨个公道。王爷，老身之前提议，可都是为了王爷好。云兰这孽障害死生母，老夫人，人是不是云兰害死的，得等通知官府验尸查证之后再下定论。你要是再往云兰的身上胡乱攀扯，本王现在就可以对皇室不敬为由，先把你拖下去处置。你，韩王，我乃皇上亲封的一品诰命，我的夫君乃是老修国公，他老国公性情刚正，为大周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本王钦佩。可是老夫人您引以为傲的诰命，视若倚仗的龙头馆，靠的是老国公的血汗，和你一个只知道压迫亲孙女的妇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此言一出，整个房间鸦雀无声。老夫人大口喘着气，不敢置信看着楚寒霄。老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好一个韩王啊！老身竟然不知道，你竟然也有这般伶牙俐齿的时候。老夫人谬赞了，本王不善言辞，只不过有时候喜欢实话实说。老身自认没有教养好孙女儿，为了不牵连韩王府，也为了修国公府的声誉，这才忍着心痛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想着让你们和离。韩王殿下既然不领情，那老身也不勉强，索性不管了，让天下人都知道韩王妃忤逆弑母，
韩王谋私包庇，老臣倒要看看韩王韩王妃，你们如何堵得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？不行，母亲，这件事情不能宣扬。祖母，母亲已经过世了，您不能再毁了妹妹啊！父亲，三位哥哥，你们信我吗？自然信你。好，你们信我，那今天我要清理门户，为母亲讨还公道，你们可愿意支持我？穆玉兰，你说什么？祖母，柳姨娘，我母亲这些年身体不好，可有请大夫调养？老夫人冷哼一声，不屑于回答。自然有。那大夫为我母亲医治，什么脉象，用了什么药，效果如何？可有记录脉案？有的。拿过来，我要查。王妃，你看这些东西做什么？穆大哥直接起身走到床边的箱子，打开，取出一本脉案。妹妹，你瞧，都在这里了。瑞颖，立刻去淮安堂捉拿为我母亲看诊的那个大夫。大小姐，府上为夫人请的大夫可是医术绝佳，盛名在外的。您无凭无据的去抓人，这闹开了，还以为咱们国公府以势压人呢。根据脉案记载，我母亲刚开始只是脾胃不和，血亏体虚，偶感风寒之后咳嗽不止，可他们却开了大寒的药材。单单是这一位婷丽子，看着镇咳平喘的，可我母亲乃是体虚导致的阳气不足，这药反而会加重病情，根本不对症。大夫每个人诊脉情况不一样，也许用药有失妥当也是有可能的。这有可能。那么我母亲体虚导致的月事失调，她却开了大寒和活血的药物，从而导致她长期流血不止，以至于得了夏红症。刚刚入门的学徒也知道这夏红症应该是温补止血，慢慢调理，可她的方子却从始至终没有变过，这不是草菅人命、故意谋害吗？这……水影，立刻拿人。是。你懂医术？哼，这么多麝香和泽兰，可真是下血本啊！玉兰，麝香是药材，那这泽兰是什么？麝香和泽兰互相配合，活血效果加倍。母亲的夏红症久久不愈，这熏香功不可没。熏香，刘氏，这熏香是你让人调制的？老爷，妾身吩咐下人制香，是听闻夫人失眠严重，为的给她养神安眠。妾身根本不认识什么麝香，更不知道泽兰为何物。玉兰，雁过留声，水过留痕，更何况是这种名贵的熏香，我一定会查个清清楚楚。父亲今早见过母亲吗？是，我见过。你母亲喝了药，面色红润，还坐起来跟我说了会儿话。之后可有再服药？没有了，之后大夫就离开了，只吩咐了像往常一样用艾草热熏，帮助你母亲温养止血。老爷，妾身对夫人忠心耿耿，恨不得每日亲自侍奉汤药，从不敢有一天的疏忽。大小姐却总是含沙射影，指责我谋害夫人，妾身冤枉。穆云兰没有理会柳氏，而是来到床边，打开荷包，取出一根银针，对着陆氏的人中穴扎了下去。王妃，夫人都过世了，你竟然还对她的尸身不敬！啊！滚啊！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样？云兰，是我。别动，夫人别动啊！你的身体虚弱，不能乱动啊！修国公见状，连忙坐到床头，让陆氏靠在他的怀中。夫人，我还活着，让你失望了。夫人，您没事真的是太好了，妾身还以为您，差点要跟着您一起去。母亲，好孩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母亲，您对儿媳有什么不满，尽管冲着我来，我这身子不顶用了，大不了用这条命给您赔礼道歉。你这什么话？母亲若不是对我不满，怎么会一上来不查不问就说云兰害了我的命呢？还有老爷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夫人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只要你说，我什么都应。你答应过要保护云兰，保护我们的女儿，哪怕豁出命去，你忘记了？没有，我怎敢忘啊？那有人要害死你女儿，你这个做爹的不为了她拼命？修国公一愣，抬手重重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。夫人，我急糊涂了，我该打。母亲，儿子知错。韩王殿下，岳母，请殿下恕罪，我身体虚弱，无法向殿下行礼致谢了。岳母，哪里的话？云兰是我的王妃，我维护她是夫君的应尽职责，何须要感谢啊？是我病糊涂了，不过这病来得好，生了这场病，看清了不少东西。柳姨娘，你过来。夫人，
夫人要责罚，妾身甘愿领受。只是妾身却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何处，请夫人明示。夫人别动怒，你得保重身子。他直接扭过头去，一巴掌打在修国公脸上。夫人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你忘了？你别自己动手啊！你说话我自己来，你数着就是了。穆清风，我身边的侍女都被换干净了，留下的2个整日对我嫌弃，除了你来探望，床褥都不愿意给我换，你可知道？什么贱婢？他们怎敢？他们不仅敢怠慢我，还敢给我灌药。灌药？不错，我早晨起来迷迷糊糊，觉得汤药味道不对，便不想喝。可是那2个侍女硬生生给我灌了下去。母亲，可是这2个贱婢？不错。一名侍女清醒过来，还未来得及跪地求饶，就被穆大哥一脚踹中胸口，狠狠踢飞出去。留活口，审问清楚，2个奴婢可是没有谋害主子这胆量。是，多谢韩王殿下提醒，这2人是你安排的？不是，老爷，这两人是老夫人指派的，您忘了？你这个孽障，你怀疑老身会害死你媳妇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……陆氏，母亲知道你受苦了，可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母亲对你历来疼爱，柳姨娘也是恭顺有加。这2年你病着，她打理府中事务，从来都是妥妥当当。倒是云来说到的那个大夫开的药方不对症，很是可疑。老夫人说的是，一定是淮安堂的那个庸医。王爷、王妃，淮安堂刚刚着火，给修国公夫人看诊的大夫方敏逃生不及，葬身火海。死了？是。哼，这可真是巧啊！我前脚要查他，后脚人就死了。可有留下什么东西？留下了一封悔过书，被大火烧了一半，请王妃过目。大胆狂徒，竟然因为些许小事就胆敢谋害国公夫人！什么？这方大夫竟然是因为调戏侍女被夫人看到，害怕夫人追责，所以趁着夫人生病暗中谋害。等等，那侍女该不会就是伺候夫人的吧？快把2人泼刑，好好的审问清楚。瑞影，将这2名侍女扣押起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这2个贱婢，老身指派了他们伺候，就是看他们手脚勤快，脑子也灵活，定是做事周全。却不想他们竟然如此胆大包天。月兰，今天的事情是祖母冲动了，竟差点误会了你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不会跟祖母生气吧？一家人？祖母口口声声指责我谋害生母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。逼迫王爷与我和离，恨不得把纸笔塞到王爷手里，让他立刻写下休书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竟敢这般跟我说话！云兰，我可是你的祖母。你是我祖母，不是我祖宗。你这么跟我说话，简直大不孝。孝，上慈下孝，做长辈的慈爱，我们做晚辈的才甘愿孝顺。你诬陷我害死生母，都要毁了我的名声，将我送入安堂当尼姑了。一个孝字就想压着我忍下这份委屈，那我就是个傻子。你，穆清风，你养的好女儿。修国公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，面色沉沉，眼底情绪翻涌。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帮忙费心府中杂物，既要安排人照顾陆氏，又要帮衬着柳姨娘处理后院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几个爷们儿不争气？若你们能撑得起修国公府的门楣，我本该荣享尊荣的时候，何必再劳心劳力？母亲，儿子知道您辛苦。你父亲过世之后，我一个人撑着偌大的国公府，我这一把年纪容易吗？我真不知道，我这些年忙里忙外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还有你们几个，一个个20好几，还一心打打杀杀。别人家和你们这么大的儿郎，孩子都生下好几个了，你们却整日只知道耍弄武艺。老身给你们说的亲事，反反复复的推拒。我这么多年辛苦，还不都是为了你们？你们竟然一点都不领情，一群白眼狼！祖母，云兰，你已经成为韩王妃，以后好好和韩王过日子。这国公府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。父亲，陆氏苍白着脸色，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。母亲，今日的事情都是一场误会。是啊，都是误会。谁知道一个小小的大夫，竟然因为自己的龌龊心思，歹毒的要谋害国公府的夫人，可真是人心不古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淮安堂的大夫已经死了，人死罪消，我们也无法再追究。更何况府中出了侍女和外男沟通的阿萨事，也不好闹得太大，以免牵连府中女眷的名声。那就依母亲所言，那这2个侍女呢？蛇鼠一窝，这2人都是在陆氏跟前伺候的，单单是没有照顾好主子这一条，就该将他们大杀发卖了。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！
吵吵嚷嚷，实在有失体统，将他们的嘴堵了，拖到院子外面去，杖责20，然后发卖出府。下人立刻进屋想要动手，却发现瑞影带着护卫挡在2名侍女面前。老夫人，这……韩王殿下，国公府出了一点家事，王爷应当不会插手吧？楚寒霄看向慕云兰，眼底带着询问之意。慕云兰扫了一眼房间中的众人，对着他摇摇头。楚寒霄这才让瑞影等人退下，让国公府的人将他们拖下去杖责。母亲，那其他的事情该如何？其他的事情还有何事？母亲，我夫人在自己的家中险些被毒害，显然我们国公府的规矩已经疏漏的跟筛子一样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先前皇上下令说儿子宠妾灭妻，竟然让妾室当家，十分不妥当，还罚了儿子的俸禄。如今国公府又出了谋害主母的恶事，简直骇人听闻呐！所以这钟馗还是交还我夫人手中吧。陆氏，你瞧瞧他现在病弱的样子，只剩下一把骨头了，如何管得了这偌大的国公府？母亲说的对，我夫人还在病中，又体弱，单单靠她一人，的确是难以管理整个国公府啊。你知道就好。云兰啊，父亲厚颜，向你讨几个嬷嬷和侍女来帮衬一下你母亲，如何？父亲，我身边……穆庆风，你糊涂了！云兰一个外嫁女，你要从她身边借人，难不成我堂堂修国公府连几个下人都买不起？外面买的人手，不经过仔细的调教，怎么可能帮衬得了夫人？府中那么多下人，还不够陆氏用的，更何况还有柳姨娘。她这次虽然疏忽了些，可以往……母亲啊，皇上都下令斥责我了，您还敢让柳姨娘掌家？您是觉得我这个修国公当得太舒服了，想让儿子挪挪位置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的位置是先皇钦定的，我们国公府3代袭爵皆不用降位。先皇是下了旨，袭爵不降位，可没说儿子自请削夺国公府的称号也不行。你疯了！母亲，现在自请夺爵，总比以后闹出更大的乱子，被抄家灭族的好吧？你胡说什么？祖母，先皇的旨意只保证袭爵3代不降位，可没说犯了错也不降位。前朝也有世袭罔替的爵位，可传到第3代的时候犯了皇威，被下令满门抄斩。皇帝之后想到了世袭罔替是他定下的，于是找了个孤儿收入府中，继承了那个爵位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？老夫人自己好好想想就知道了。他之所以处事张扬，毫无顾忌，就是因为先皇的那道旨意。父亲，我身边暂时没有合适的人手，不过父亲若是需要有经验能管理府邸的嬷嬷，我可以帮父亲从宫中请2位。好，如此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们父女都商量好了，以后这府中有什么事情也不必来找我商量，就只当我这个老夫人死了好了。母亲定然长命百岁，为了让母亲好生休养，以后府中的这些杂事，儿子和夫人一定处理好，不再让您劳心费力。老夫人看都没有看修国公，直接大步出了房门。你们2个，老爷，妾身无能，没有照顾好主母，也没有协助老夫人管理好后宅，以至于……住口！父亲，母亲一时疏忽，请父亲恕母亲的罪。柳姨娘，回你自己的院子，潜心吃斋念佛，为夫人祈福。至于锦柔，你出嫁了，而且还是妾室，以后要谨守妾室的规矩，好好的侍奉王爷王妃，轻易就不要回修国公府了。父亲，您这是不要女儿了吗？当初为父不愿意你嫁去韩王府，是你自己主意正，越过了我，直接求了太后的恩典。早先我便和你说过，你一旦要为人妾室，那今后就要受正妻管教，修国公府不会为你出头。为什么父亲？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自己要给人当妾，还是和你的姐姐同入一府，这就叫自轻自贱。你走了这样的路，就别再想着什么娘家支持、父兄帮衬了。云兰是我的嫡女，我不可能抛下她不管不问，反而去帮着你这个庶女。父亲，你不要女儿，女儿却不能不认您这个父亲。女儿就当今天的话没有听过，女儿送姨娘回她的院子。修国公摆了摆手，不再看他，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样子。修国公府，慕云兰，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。夫人，慕云兰呼吸一凝，很意外眼前这个画风。父亲，妹妹还在呢，您都给她吓到了。不用挡了，你妹妹也长大了，这样的场面不用避讳她了。韩王带着小女回门，没有好好招待，反而让你看了一场闹剧，实在是荒唐至极，见笑了。岳母不必见外，家长里短，实属常情。岳母养好身体，仔细收拾一下府中，自然就好起来了。韩王说的是，老爷，你该设宴好好招待一下韩王才是，我这里就不用管了。夫人，快去吧，叫老大他们3个一起陪着韩王殿下饮几杯酒，云兰留下，我们娘俩说2句提己话。
是，那我晚上再来看夫人。韩王，请。母亲身体还未好，躺着休息一会儿吧。陆氏摇摇头，靠在床头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，眼睛微红的看着他，仔仔细细看得十分认真。片刻之后，眼泪滚滚而下。